我身价万亿，却从小被父母穷养，所有同学都嘲笑我是个穷鬼，父亲更是无缘无故带着母亲失踪了几年，害得我刚成年就成了上门女婿，老婆还是我的班主任。不过他却很不待见我们俩的关系。正当我准备浑浑噩噩度过一生的时候，今天老六父亲突然联系我，说作为补偿给我10个亿的零花钱。一开始我以为他是骗我，直到我收到了银行的转账信息。您的华夏银行卡尾号9528银行卡收到转账10亿元整。我操，这么多零！我震惊地看着自己银行卡的余额，足足10个亿，我怎么都没想到老爹口中的零花钱会是10个亿。你打车回来的，我告诉你，没钱了别问我要，穷成这样了还打车，活该你没出息。李安琪进门瞧见了我翘着腿玩手机，直接气不打一处来。我的生活费都是问李安琪拿的，我兜里多少钱李安琪再清楚不过了，现在我竟然还大手大脚的打车回家，也不等我狡辩，李安琪直接进了自己的房间。瞎看什么呢？小心我把你眼珠子给挖出来！李安琪感受到了我的目光，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随后又是一脸的厌恶说道：我一会有事，你不是有钱打车吗？晚饭自己解决吧，没有钱就饿着。话音刚落，李安琪迈着长腿开门离去。我们可是合法的婚姻，我看看自己老婆怎么了。再说了，谁说我没钱吃饭？我现在可是个超级富豪，我也要好好享受一回。请问您是几？迎宾小姐话说到一半，开始上下打量起了我来。我过了那么多年的穷日子，一年到头也就只有身上的这件破校服，早就穿得又脏又旧，光是补丁就有2、3个。去，我们这不收服务员了。迎宾小姐把我当成了要来找工作的流浪汉，眉头一皱，挥手就要把我给赶出去。误会了姐姐，我是来吃饭的，一个人给我开的包间。我想着自己身上这身确实容易让人误会，也没跟迎宾小姐计较太多，毕竟我就是想来吃顿饭而已。叫谁姐姐呢？迎宾小姐很是厌恶的白了眼我，一脸的不屑。哪来的穷小子，别在这捣乱。我刚要开口，只见迎宾小姐瞬间挤出了一脸的笑容，快步朝着门口刚进来一个年轻男人走去。LV 的手包挂在脖子上的大金链子更是晃，这才是能在这消费得起的有钱人。迎宾小姐哪还会再搭理我？先生，您几位啊？给我开个最好的那个包间，菜捡好的上，不贵的不要。男人扯着嗓子，声音很大。迎宾小姐在一旁顿时眼睛都亮了，送着男人就往饭店里面走。好的，先生，我这就帮您安排去。路过我的身边，还不忘用口型示意我滚出去。男人也瞧见了我，眼神里写满了瞧不起。等一下，我不是先到的吗？你怎么还在这？迎宾小姐满是嫌弃，用力地甩开了我的手，马上又扭身满是歉意地同旁边的男人说道：先生，您稍等一下，这有个闹事的，我先去处理一下。男人朝着迎宾一挥手，独自走到了一旁的等候区，翘着2郎腿坐在了沙发上，显然是要准备看好戏了。还敢在金银饭庄闹事，这穷鬼还真是不要命了。你有病吧？人家是贵客，早都预定好了的。预定好个屁！你就是狗眼看人低，就你这种态度，你们饭店早晚得关门倒闭。我同样也没客气，我算是明白了。打进门开始，这迎宾小姐就没瞧得起过我，这是什么世道？穷人就连吃饭的资格都没有了，凭什么？怎么回事？张娜，你怎么回事？我就离开一会，也不怕影响到其他顾客。张娜见经理来了，狠狠地瞪了眼我，一溜小跑跑到了经理身边。经理，这有个人闹事，我马上就把他赶出去。经理这才瞧见我，上下打量一眼，缓缓开口道：先生，你有什么事吗？虽是用了尊称，但是谁都能听出来，经理的口气冷得厉害。吃饭。我声音不算大，却底气十足。先生，我们这都是先付款再上菜，您能接受？经理冷眼瞥了眼我，心里一阵冷笑。像我这种人，他以往见多了，都是一听价格就会灰溜溜的跑了，也用不着他们再多费口舌。没问题，菜单拿来。经理一怔，没想到我没跑不说，竟然还真拿起菜单装模作样的看了起来。难不成是装13装上瘾了？非要最后到1分钱都拿不出来的时候才肯消停？我翻开菜单第1页的时候，确实被上面的价格给吓了一跳。最便宜的一道菜也要400多块，眼睛噌的瞪得溜圆。不过转念一想，我现在可是有钱人了，就算点最贵的，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我看看，黄金鱼翅包、珍珠鸡，还有那个招牌的深海龙虾来一个。对，我还要个包间，算钱吧。我将菜单上面价格超过1000的几乎都点了一遍，说完啪的将菜单扔在一旁，等着迎宾小姐结算价格。哈哈，真是能装。迎宾小姐一声冷哼，刚刚我看见价格之后，那副吃惊的表情可都是被她瞧了去。很明显就是连一杯水都买不起的人，还装13点了这么多好菜，看看一会掏钱的时候他怎么办。迎宾小姐走到柜台前面，将我点的菜价格核算出来之后，不耐烦的用手指敲了2下桌面。一共2万6，刷卡还是现金啊？2万6啊！我听了价格之后，似乎有些犹豫，开始面露难色。先生，你要是拿不出钱来，请马上离开。
见到我这样，经理丝毫不觉得惊讶，迎宾小姐心里也是一阵冷笑。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非要丢人丢到这个份上才算完，真是有病。准备看热闹的男人也以为我拿不出钱来，好戏就结束了，他也没再看下去的必要了，起身就要往包间走去，哪成想他还没走2步，我的声音再次从身后传过来。就这么点钱，我还以为多贵呢，刷卡吧。这小子竟然要刷卡，还在装呢。经理听了脸上没有一丝的喜悦，反倒眉头皱得更紧了。这小子能有钱就怪了，怎么还没完没了？也是脑子有问题吧？刷呀！刷就刷，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迎宾小姐一把的抢过了我手里的卡，塞进了刷卡机里。一会上面显示余额不足的时候，看看这穷鬼还有什么话说，真是不嫌丢人。迎宾小姐正等着看我是如何被扔出去的时候，刷卡成功的提示音从柜台上响起，她直接僵在了原地。竟然支付成功了，一定是刷卡机出了问题。经理，咱们这的刷卡机坏了。我被同桌怀疑偷拿了班费，就连班主任老婆也不相信我，于是我打算搬出去住。这套房子多少钱？一个老业务很不耐烦瞥了眼我，便将一旁的实习生叫了过来。小张，你去应付2句就打发他走，看房的时候千万别让他弄坏东西。实习生赶忙跑过来，仔细看着我，确实不像是能在这买得起房的样子，但是前辈都让他过来了，还是先介绍一下。先生您好，这套房子是60平米。周少爷您来了。我正听实习生介绍的时候，就看见刚刚的老业务顿时喜上眉梢，屁颠屁颠的跑到了大门口。只见个油头粉面的阔少大摇大摆的走了进来，看着有些眼熟，可一时想不起在哪见过。周少爷，您打算订哪套房子？我们这都是精装修、高档家具入户，绝对配得上您的身份。老业务笑得一脸谄媚，就恨不得背着这位周少爷往里走了。就给我来那套便宜的不要。阔少声音洪亮，生怕别人听不到一样。这话怎么听着那么耳熟？这不就是那天在金银饭庄碰见要跟他抢包房的周强周大少爷吗？还真是巧啊！老业务一听周强这么说，笑得更灿烂了。那您真是来对地方了。迎着周强进了大厅，又是斟茶又是倒水，周强心里别提有多痛快了。昨天在金银饭庄，李经理的态度让他憋了一肚子的火。一个混了这么年的经理，竟然连这点人情世故都不懂。要不是看他是金银饭庄经理，周强肯定打得他满地找牙。他周强是什么身份？竟然还不如个穷屌丝。今天来这，老业务的服务让周强十分满意，这才叫会做人呢。带我去看看，看最好的。周强的话音一落，老业务只觉得自己几万块的抽成就要到手了，心里是美的不行。好哟，咱这边走，周公子，现在看的这套房子，你要是当天付款当天入住，特方便。当天入住？我一听，这不就是我现在最需要的吗？随即说道：等一下，带我一块去。老业务见是我，露出一脸的不屑。你也要看，你买得起吗？我比他还先来的呢，怎么他能看我就不能看了？你跟人家比得起吗？周少爷可是我们这的贵宾。周强抬头见到是我，顿时一怔。怎么是你？您和他认识？我怎么会认识他？穷光蛋一个，没钱还学人家装逼。老业务听周强都这么说了，更是认定了不是来蹭网的，就是来瞎溜达的。小张，你不是都介绍完了吗？让他赶紧走。我还没看到房子呢，怎么你们这个房子不让人看？你还以为这是金银饭庄？不是谁都像李经理那么没眼力劲。周强一脸的嘲讽。你要看是吧？行，就带他一起，也让他见见世面。装逼还装上瘾了你。说完，周强大步向里走去。见周强都这么说了，老业务也不好说什么，不耐烦的瞪了眼我。跟着吧，今天还真是晦气。周公子，这套房子是我们这最好的一套了，楼王中的楼王，一共180平，家具都是进口的。周强进屋打量了一圈，眼睛都亮了。确实是一套好房子，要是能自己一个人住这种房子，得多有面子。周公子，您感觉怎么样？还行。多少钱？这房子您别看这么好，但是价钱对于您来说一点都不贵，才750万，我再给您打个折扣，一共720万，合适吧？一听价格，周强顿时瞪圆了眼睛。多少钱？700多万。他虽然是个富二代，但是每个月的零花钱也不过才20几万。头几天刚换了跑车，家里肯定不会再拿出这么多钱给他买房子的。是啊，不贵吧？周公子，我知道对于您来说，这些钱肯定都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得住的舒服，您说对吧？是倒是，但是你这房子……周强哪能直接说自己嫌贵，那里还要不要啊？只好找个借口搪塞过去。房子的位置我不是很满意啊，这大市中心的，天天得多堵啊，我连个停车的位置都没有。停车啊，您不用担心，我们这有独立车库也搞活动呢，算上房子才800万。800万！周强一听差点叫出声来，700多万他都拿不出来，更别说800万了。不是，你这采光也不怎么样啊，还有这沙发我也不喜欢，我平时最讨厌真皮的东西，多残忍啊！再说这地面大理石得多硬啊，我要是不小心摔倒了，还不摔断条腿。老业务听到这算是明白了。
重新打量起了周强。周公子，这房子您要是都不满意的话，估计整个临江市您都找不到能让您满意的了。您别是嫌贵吧？不少没钱的客户最后用的都是这种说辞，老业务怎么可能听不出来周强的话外音？见被识破了，周强马上心虚的吼着：“我会嫌贵？我周强是什么人，会在乎这点钱？”周公子，您误会了，我没那个意思。您看这样吧，我们这还有其他房源，也不贵，才100-200万，估计能符合您的要求。老业务知道这套豪宅是没希望了，就打算推销起其他楼房。你这是瞧不起我吗？我在门口热闹也看得差不多了，带着实习生也进到了屋里。房子是不错呀。老业务白了眼我说道：“废话，看完了吧，赶紧走，买不起瞎看什么？”他不要，我要了。就你也不看你是什么德行，你连这厕所里的一个马桶都买不起。周强一脸的不屑，他买这房子都困难，一个穷屌丝能买得起？你们这是按照业绩提成是吗？实习生不明所以的点了点头。是啊，全款折扣我也不要了，该是多少就是多少。对了，还有那个车库我也要了。我掏出卡就递给了实习生，老业务一听直接懵。周强不是说他是个穷货吗？实习生一怔，顿时大喜，他才来几天就开这么大的单，能不开心吗？直接带着我去办理业务。周强却是一脸的不屑说道：“你还真把他当个人物了，他要是能买下这个房子，我名字倒着写。”没一会我就带着实习生回来了。你们还站着干嘛？这房子现在是我的了，你们该走了吧？不可能，这房子要700多万，你能买得起？周强一脸不可置信的吼着：“赵先生，这是购房合同，您收好。”实习生将购房合同和一些收据递给我，看着一堆收据摆在眼前，周强愣住了。什么？他真的买了？这可是700多万啊！别说我自己了，就连我老爸也不可能能一下子拿出700多万。周强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比让人打了2巴掌还疼，1分钟都不想停留，转身直接走了。老业务也是一怔，恨不得抽自己2个嘴巴子。他怎么就这么眼瞎？近10万块的抽成就这么没了，太他妈肉疼了！所有人走后，我一屁股就坐在了沙发上，真软啊！好东西就是不一样。正享受的时候，手机突然震了起来，是李安琪的电话。我身价万亿，却从小被父母穷养，所有同学都嘲笑我是个穷鬼，父亲更是无缘无故带着母亲失踪了几年，害得我刚成年就成了上门女婿，老婆还是我的班主任，不过他却很不待见我们俩的关系。正当我准备浑浑噩噩度过一生的时候，今天老六父亲突然联系我说，作为补偿给我10个亿的零花钱。一开始我以为他是骗我，直到我收到了银行的转账信息。您的华夏银行卡尾号9528银行卡收到转账10亿元整。我操，这么多零！我震惊地看着自己银行卡的余额，足足10个亿，我怎么都没想到老爹口中的零花钱会是10个亿。上集说到，正当我去饭店准备享受一番的时候，只因穿着破旧校服就遭到了迎宾小姐的嘲讽。当刷卡成功的那一刻，迎宾小姐直接怀疑机器出了故障，边上的经理也不相信我能付得起钱，急忙检查着刷卡机，可翻来覆去查了几遍都没有问题。我直接将手机掏了出来放在他面前，口气不咸不淡说道：“钱过去了，我这边短信提示已经过来了，能上菜了吗？”经理一愣，接过手机看着我的屏幕，成功支付26000元，您的账户余额为99997万4000元。这不看还好，一看经理吓得差点跌坐在地上。这么多位数字，这得是多少钱呢？我在金银饭庄当了这么多年的经理，什么样的破少公子哥没见过，但是存款能有这么多的，就算整个临江市恐怕也找不出几个吧。还用这个破手机，真寒酸。经理，我这就把他赶出去，然后找人来修刷卡机。迎宾根本没看到我手机上面的信息，只瞧见了我用的还是最老款的手机，又是满脸的鄙夷。闭嘴，这哪有你说话的份？迎宾的话音刚落，经理立马高声呵斥，脸上铁青，吓得迎宾顿时没了声音。先生，您的手机。随后经理马上又缓和口气，毕恭毕敬的双手捧着将这款都已经掉了漆的手机送还到了我的手里。见我放好了手机，又立即开口：“先生，我们店里有个顶级豪华包间，这就给您预备出来，超出的费用您也不用再支付了，就当是对您的赔礼道歉。”迎宾看得发愣，顶级包间可是要5万的最低消费的，现在相当于给我打了对折。最重要的是，经理还是用这种卑微的态度，这些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刚刚被经理训斥了一番，迎宾也不敢再多说话。李经理，我是周强，最好的包间我已经预定了，你们还是给他安排别的吧。刚刚一直在看戏的男人突然走到了经理的旁边，抬手就将胳膊搭在了经理的肩上，说完不屑地瞥了眼我。金银饭庄最出名的就是带有异域风情的顶级包厢，而且只有一间，他今天就靠这个包厢来撑场面的，怎么可能被个一脸穷酸相的臭小子给抢去了？况且凭他的身份，就不信李经理不给他这个面子。
这是不是那个周生集团老总的儿子？听说他家现在是头很猛的。对，是他，我去那面试过，见过他。就算那穷小子有几万块钱，也没法跟人家真正的富二代比啊。我看这小子估计是中了彩票或者捡钱了，想来这享受一把，但是没想到遇到硬茬了。穷人就是穷命，老天不让他享受了，李经理肯定得让周少爷进去。谁？你预定了？我怎么不知道？明明是这位先生先来的。李经理挺了下身子，竟然躲开了周强的手臂，很是不屑地拍了拍自己西装肩部的位置。凡事都要讲求个规矩，尊重每一个客户，就是我们饭店的规矩。你要是不满意，可以换家饭店。周生集团不过是中型企业，这个周强兜里最多也就有个10几万的零花钱，这个青年根本没法比。如果他也是个富二代的话，来头可就不知道要比周成这个高出多少个级别了。周强从大厅里，其他看热闹的顾客都是一愣，李经理竟然没给周强面子，还是因为这个衣衫褴褛的穷小子？难不成这小子的来头比周强还要大？周强被气得语塞，但是都和朋友说好了位置，在临时变卦换了饭店只会更丢人，只好退而求其次，去了差一个级别的包厢。先生，我叫李成，这是我的名片，以后你要是需要预定或者有什么别的事，只管给我打电话就成。行。一顿酒足饭饱之后，我又打包了点饭菜带回去。李安琪照顾我这么久，这些饭菜也算是当谢谢他了。你回来了呀？李安琪抬头蹙眉的看向我。你去饭店吃了，家里面调配不上你了，等你没钱了别问我要。他越想越气，这才给了生活费几天，不是打车就是下饭店，奶还能挺到月底，真是烂泥扶不上墙。见李安琪起身就要回房间，我叫住了李安琪。这可是我从金银饭庄带回来的，你不尝尝吗？你哪来的钱能去金银饭庄吃饭？啊，是那的经理给我的，挺好吃的，你也尝尝。我知道你没出息，但是没想到你能这么没出息，连剩饭剩菜都要捡回来吃，怎么普通饭菜吃够了，开始惦记大餐了？唉，和李安琪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没想到我在他眼中是那样的人。你看看现在几点了？你成绩不好就算了，现在连课都不愿意上了是吗？你要是出门叫我一声，我也不能迟到。你还想顶嘴？给我滚出站着！我哪还敢再招惹李安琪，只好一个人站在了班级的门口。终于熬到了午休，马上离开了班级，生怕被李安琪逮到又是劈头盖脸一顿骂。早就听说学校附近开了个小资饭馆很不错，正好今天去尝尝。吃过饭我就直接回了班级，刚进门就被同桌许玲玲给拦住了。把钱交出来。什么钱？这个许玲玲是我的同桌，出了名的刁钻蛮横，没事就找我的麻烦，有点事更是咋咋呼呼。虽然长得不错，却总有副泼妇的架势。赵阳，你自己做了什么事不清楚吗？我做什么了？赵阳，你还真不要脸，赶紧把班费拿出来。我身价万亿，却被同桌许玲玲诬陷偷走班费。谁拿班费了？你还不承认？钱我就放在我书包里了。你是我同桌，就你离着我近，而且中午全班就你走的最晚，不是你还能有谁？赵阳，你要是现在把钱还回来，我就不去告诉老师了，不然我看你怎么跟老师交代。许玲玲趾高气昂地站在对面，认定了我就是偷钱的贼。许玲玲，你少血口喷人。哼，我血口喷人。赵阳，全学校谁不知道你什么德行？不是你拿的难不成还是别人吗？许玲玲双手环在胸前，阴阳怪气地说道。班里其他的同学这才听明白是班费丢了，在下面开始小声地回顾了起来。是啊，除了赵阳，别人也不用偷这个钱吧？对啊，也只有赵阳日子过得最困难吧？他不会没钱吃饭，把心思动到班费上面了吧？我穷，钱就是我偷的，凭什么？还讲不讲道理了？就因为我穷，你们就说是我偷了钱；就因为我穷，你们就可以诬陷我；就因为我穷，你们就可以随便羞辱我。我照样是穷，但我穷的有骨气，我就算饿死、冻死，也不会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我这么一喊，所有人都愣住了。在大家心里，我就是个闷不作声的老实人。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见我这么激动，屋里瞬间安静了许多，不少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是啊，赵阳是穷，但是他平常也没做过什么坏事，不至于偷钱吧？许玲玲，你再看看是不是你放在哪给忘了，再好好找一下。许玲玲听见大家开始帮着我说话，顿时一怔。我不可能忘了，反正钱就是丢了。就在这个时候，许玲玲的男朋友张勇走了进来。怎么了这是？张勇，班费丢了，是赵阳拿的。许玲玲像是看见帮手了一样，嗓门又尖了起来。张勇听了一愣，赵阳，随后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斜眼瞥了眼我，一声冷笑。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赵阳还真是你啊！中午我看见咱们这位全校出了名的贫苦户赵阳，去了学校新开的那家小资饭馆吃饭，那的价钱可不便宜啊！哼，我就说嘛，看你现在还怎么狡辩，还说钱不是你拿的，你哪来的钱去小资饭馆吃饭？班里其他同学一听也明白了，钱肯定是我拿的，只不过我咬死不肯承认罢了。真是的，穷也不能做这种事啊！
赵阳，你赶快把钱拿出来吧！你要是真没有钱了，可以跟我们这帮同学说啊，也不能做这种事啊。是啊，赵阳，趁着事情还没闹大，快拿出来吧。我中午是去饭店吃饭了，但是花的是我自己的钱，跟班费没关系。你哪来的钱去那吃饭？肯定是用的班费，就是你偷的。我哪来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许玲玲，你管的也太宽了吧！我没再理会许玲玲，直接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下午的第一堂课还是李安琪的。老师，我有事要说。什么事？老师班费丢了，是赵阳拿的。什么？就是赵阳偷的，还不承认？许玲玲连忙将张颖瞧见的情景讲了一遍。他穷谁不知道啊？怎么可能舍得花钱去那种地方？这个饭店李安琪知道，在学校周围绝对算是个高消费的饭店。赵阳怎么可能有钱去那种地方？难道赵阳把剩下的生活费都花了？我花的是自己的钱，没偷班费。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是赵阳拿的吗？我身上是没几个钱，但李安琪和我在一起生活的了那么久，也算了解我的秉性。再怎样，我也不至于做这种事吧。你不承认是吧？那你敢不敢让我搜身？你凭什么搜我？见我不肯配合，许玲玲冷笑一声：“怎么心虚了？”赵阳，你要是没拿也不用怕，就让许玲玲搜吧，也能证明你的清白。得到了李安琪的阴影，许玲玲直接从我的裤兜开始掏了起来。可是翻了半天，许玲玲都没从我身上找出1毛钱来。李安琪见我身上没钱，心里松了口气。爹啊，他怎么可能放在身上？一定藏起来了。许玲玲说完，一把扯过我的书包，将里面的东西都倒了出来。这一倒，一沓红票顺着书包漏了出来。还说不是你偷的。许玲玲攥住钱，直接举过头顶，生怕别人看不到。这钱哪来的？我也是一愣，这才想起来，昨天晚上吃完饭，特意去银行取了点钱傍身，也没有钱包，顺手就塞在书里了，怎么给忘了？这是我的钱。你的钱？你哪来的钱？谁不知道你什么德行？现在人赃俱获，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一旁的李安琪也愣住了。平常我的钱都是他给的，我有多少钱，他再清楚不过了。这2天我打车下饭店，钱肯定都花的差不多了，不可能还剩下这么多的现金。李安琪没想到我会这么没出息，真的会去偷钱。他冷眼看向我：“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李安琪，我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赵阳，你竟然敢直呼老师的名讳，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什么人？李老师怎么会知道？知人知面不知心，难道你还想再狡辩？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我没偷钱。你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不认错？你给我滚出去！我没你这样的学生。我一个人站在了教室外面，直到1节课过去。刚下课，许玲玲一脸不屑地来到了教室门口。瑟瑟，某些人真是不知好歹，都给过他机会了，还死不承认。这回好了，事情闹大了，我看他该怎么办。许玲玲，我没偷钱。哼，钱到底是谁偷的？大家心里清楚。许玲玲，你可以嘲笑我，但是你不可以侮辱我的人格。哟，就你还有人格，哈哈哈，真是笑死我了！我死死地攥着拳头，气得身子有些发抖。要不是看在许玲玲是个女人的份上，早就一巴掌呼过去了。跟我来趟办公室，赵阳，我真没想到你会做这种事。你知道偷钱是什么性质吗？我没有，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吗？我的钱是……怎么，你还想说钱是捡来的？昨天捡完饭菜，今天又捡到钱了。赵阳，你真当我傻子吗？李安琪，他们不信我，连你也不信我是吗？我凭什么要信你？都这种时候了，你还没认识到错误，我怎么跟你这种人？李安琪越想越生气，她怎么会嫁给这种人？你爱信不信？你给我站住！你不信我，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李安琪，你记住，我赵阳就算是穷死，也不会做这种事。说完，我直接走出办公室，里面便传来李安琪的怒骂：“你要滚，就给我滚远点！”滚就滚！这么多年了，李安琪竟然不相信我，那个家也没回去的必要了。反正现在我有钱了，再买套房子根本不算什么，大不了搬出去，到时候也不用再看李安琪的脸色过日子，想想就觉得痛快。什么事？赵阳，你是死是活我不管，但是在家里人的眼里，咱们还是夫妻。今天我舅舅生日，8点，金银饭庄，别给我丢脸。我还没来得及回话，李安琪就把电话给挂了。他到底还是不相信我。你又是打车来的，真是没出息！我告诉你，赵阳，班费钱我是不会帮你出的。我没偷钱，不信拉倒。你真是无药可救，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出息。那可不一定。李安琪被气得够呛，难不成赵阳真是把自己当成大款了？用偷来的钱充大款的人，能有什么出息？安琪怎么了？这是生这么大的气？没事，舅妈。李安琪见舅妈来了，狠狠瞪了眼我一眼，没再继续说下去。舅妈一脸的不屑看着我说道：“安琪，跟这种人置气犯不上，你也不看看他什么德行，烂泥扶不上墙。咱们进屋去。”说完，舅妈推着李安琪就进了饭店。赵先生，您来怎么没提前知会我一声呢？真是怠慢您了。没事，就是参加个聚会而已。明白。赵先生向来低调，我懂。金银饭庄内的大厅里，李安琪正和几个亲戚聊着天。舅妈瞥见我也跟进来了，一脸鄙夷说道：“
越看越是晦气。我没理会李安琪的舅妈，径直走到了舅舅身边。舅舅生日快乐！知道长辈过生日，竟然还两手空空的来，真是丢人。舅妈站在一旁又是个白眼。也是，你哪来的钱买东西？金银饭庄也是第一次来吧？要不是因为我们安琪，你这辈子都来不起这种地方，真是苦了我们安琪了。你看看你一脸的穷酸相，真是没出息。淑清，够了。舅舅在一旁看不下去了，小杨才多大，以后的日子长着呢，未来的事谁也说不好。见舅舅开始维护我，舅妈更不乐意了。我哪说错了？你看他那个德行，能有出息就怪了。我就是心疼咱们安琪，跟了这么个东西。唉。舅舅叹了口气，拍了两下我的肩膀。你舅妈就那样，别往心里去。我笑着摇了摇头。李安琪的舅妈不喜欢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些话我也习惯了。贺寿的人逐渐多了，舅舅开始挨个打着招呼，那些人我都不认识，索性退到了一旁。没一会看见个年轻男人快步走到了舅舅的身边。李叔叔，生日快乐！我爸出差还没回来，特地让我过来给你赔个不是。舅妈一愣，顿时喜上眉梢，抢在舅舅前面开了口：没事没事，快里面坐吧。这不是程大公子吗？他都给老李来贺寿了，看来还得是老李有面子啊。是啊，程家现在可是风头正盛呢。这个程昱年纪轻轻就能替他爸独当一面，以后肯定更了不得啊。几个李安琪舅舅的老朋友在一旁认出了这个年轻男人的身份，在一旁小声闲聊着。我看见过程家的广告，确实有些实力。我正想的时候，就看见舅妈将李安琪给拉到了一旁，眉飞色舞的说道：安琪，这个程昱年少有为，你不是也想自己弄个教育公司吗？正好跟小玉交流交流，没准他能帮上你呢。我听得眉头一皱。李安琪舅妈这不是摆明了要给李安琪再找个男人吗？还当着我的面，真是不拿我当回事。舅妈拉着李安琪，硬是挤到程昱的身边。小玉啊，这是我外甥你李安琪，你们都是年轻人，肯定能聊到一起去。程昱颇有绅士风度的伸出了手，出于礼貌，李安琪轻握了下程昱的手肩。我在一旁看得一清二楚，眉头皱得更紧了。平常李安琪连碰都不让我碰，现在竟然和别的男人握上手了。程昱啊，年纪轻轻就这么厉害了，以后肯定更有作为，比某些人强的不是一点啊。舅妈虽是夸着程昱，却一脸不屑地瞥了眼旁边的我，影射的谁一目了然。这男人啊，就得有出息，不然以后日子怎么过？你说是不是啊，小玉？哪里，阿姨您太客气了。程昱说完，还不忘看眼李安琪。你看看你都那么优秀，还这么谦虚，真是难得。舅妈对程昱是越看越满意，看见我更是厌恶至极。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这么大个人了，天天不学无术，丢人。程昱这才发现一旁的我，眼神里闪过一丝的不屑。这位是？看，我们家的一个穷亲戚，今天就是来凑个热闹，蹭顿饭吃。舅妈哪能跟程昱说我是李安琪的老公，不然红线还怎么扯？程昱瞥了眼我，连招呼都没打就入座了。在他眼里，我赵阳就是个来蹭亲戚的穷小子，哪里配跟他这种上层社会的人打招呼？小易，你这身衣不错啊，是在哪买的？你李叔那些西服都好几年没换新的了。是国外定制回来的，阿姨要是喜欢，把叔叔的尺码告诉我，下次我出国帮叔叔再带回来几套。这怎么好意思啊？舅妈一听程昱要送，顿时乐开了花。安琪，你不是知道你舅舅的尺码吗？你加下小玉的微信，一会给他发过去。这不好吧？到时候我给舅舅买吧。见李安琪并没有掏手机的意思，舅妈有些不乐意了。话都说成这样了，外甥你怎么还不上道？正要再开口，程昱却先说了话。没事，几套西服顺手的事，今天我也没来得及准备礼物，这衣服就当是给叔叔补的生日礼物了。说完，程昱先拿出了手机，等着李安琪打开好友界面。见人家都这么说了，李安琪只好也掏出了手机，不然显得他没礼数了。这就对了嘛，还是小玉有心了。见李安琪和程昱互留了联系方式，舅妈顿时挤出了一脸的褶子。我在一旁有些吃味，明明李安琪和程昱也没怎么样，但心里就是不舒服。舅妈瞧出了我脸色有些不对，一声冷笑。怎么听出国俩字羡慕了？就你那点出息也别妄想了，要不是我们李家，你也就是去吃路边摊的命。老大不小的人了，天天不学无术，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什么东西该想，什么东西不该想，自己心里没点数吗？舅妈越说嗓门越大，虽是拿出国说事，但是我心里清楚，舅妈指的还是我和李安琪的关系，这是在警告我，别再霸着李安琪不放。你是在哪高就啊？程昱在一旁悠悠的开口，刚刚见我挨着李安琪坐，程昱就有些不乐意。一个穷鬼还配挨着李安琪这种美女？看，穷学生一个，没啥大出息了。提起我的工作室，舅妈更是一肚子气，成绩不好还硬要念书，这些年都是李安琪填补我。这样吧，你以后毕业了可以去我们公司，看在安琪和阿姨的面子上，我给你安排个好职位。不用。舅妈一听我竟然敢拒绝，火气槽的就上来了。你少给脸不要脸，人家什么身份，帮你找工作还不是看我们李家的面子，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德行。说完，舅妈狠狠地瞪了眼我，还真是蹬鼻子上脸。
舅妈，别说了。安琪，怎么？我说他你还不乐意了？舅妈没想到李安琪会站出来维护，程昱也没想到。难不成李安琪和这个穷小子还有什么关系？我有什么不乐意的？今天是舅舅生日，别因为他坏了气氛。李安琪说完白了我一眼。安琪说的对，因为他犯不上，咱吃饭，小玉多吃点。程昱听李安琪这么说，心稍稍放下了。想来也是，李安琪怎么能看得上这种人？没钱没势没出息，和自己更是不在一个档次。程昱挺直了腰板，稍稍向李安琪的方向又靠了靠。我心里一阵苦笑，还以为李安琪会帮我，看来真是我想多了。随后开始闷不作声的吃饭。李安琪看着我在一旁狼吞虎咽的样子，眉头一皱。你就这么喜欢吃大餐？李安琪说完，不由得又想到了我往回捡饭菜的事，心头一阵厌恶。喜欢上档次的东西，就自己去赚钱，用不入流的手段，算什么男人？我仍是自顾自的吃着，该说的话早就说过了。既然李安琪不相信我的解释，又有什么好说的？李安琪没想到我会不搭理他，气得干脆将身子扭到了一旁。就在这时候，李经理突然走了过来。小赵，上次你来帮忙的酬劳还没给你结算完，这些是剩下的。李经理说完，将一沓现金放在了我的面前。他在一旁听了半天，估摸是这女人在钱上面对我有什么误会，而我向来低调，也不愿多解释，就闹出了误会。李经理这才想了个法子，便想帮我解释一下。什么酬劳？我听得一愣，屋里其他人也听着一愣，不由得都好奇我和这个经理能有什么关系。就是你上次来我这干活的钱，不是只结算了一半吗？李经理说完，还不忘向我眨了2下眼。我听的是云里雾里，舅妈在一旁倒像是听明白了。冷笑一声，刚刚人家小玉要给你介绍工作，你不要，反倒来这当起了服务员，真是没出息。你的眼界也就这样了，看看你什么时候能熬出头。程昱一听我竟然在这做服务员，眼里的鄙夷更重了。虽说金银饭庄是市里顶级的饭店，在这打工赚的也不少，但是服务员始终都是个服务员。服务员也是份职业嘛，虽然赚的少点。这样吧，小赵，你以后要是干活累了、饿了，就在饭店里吃。你以前也没吃过什么好的，以后在这的花销就记我账上，我是这的常客了。李经理这个面子啊，你得给我啊。李经理听了心里一阵冷笑，这个程昱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赵公子还用得着他付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程公子啊！我和李经理是老朋友了，阿姨，你们以后来这吃饭，提我的名字就行。其实咱们也不算太熟吧。程昱脸色一僵，他没想到李经理竟然会这么说，其他人也懵了，这可是金银饭庄的经理啊，竟然会对一个不起眼的人这么好。李安琪的舅妈也是一怔，但转念一想，赵阳在这打工肯定会供饭的，他什么德行，哪能受到这的经理的重视？人家经理说的没错，赵阳是服务员，只配吃工作餐，哪用得着花钱？是啊，他在金银饭庄当服务员，肯定饿不着啊。其他人也是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李经理则是一脸不屑地看了眼舅妈。这位太太，您误会了，我并不是让他吃工作餐。小赵是个很有潜力的年轻人，我很看好他，以后他在这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钱我给他出。虽然我只是个经理，但那是这点权利还是有的。这道菜是我看在小赵的面子上赠送的。李经理话音刚落，就看着服务员端着一盘1米左右长的深海龙虾摆在了餐桌上，这菜少说也得几千块钱。李经理拍了拍我的肩膀，随即说道：“你以后肯定大有前途，好好干，说不定哪天我都要给你打工。”说完，李经理这才带着服务员下去。在场的人个个震惊的厉害，大家没想到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竟然会让李经理这么看重。程昱的脸色越发的不好看。这个赵阳算是什么东西，竟然能让李经理连我的面子都不给。李安琪的舅妈则是没太把李经理的话当回事。哼，再看好你又能怎么样？不也只是个服务员？你别以为李经理夸你2句，你就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无论怎么样，你也还是个穷光蛋。你看看人家程昱，你跟人家怎么比？你知道光是人家这套西服就要多少钱吗？你在这2月都不够人家买个袖子的。阿姨，也没多少钱，不贵不贵。听完李安琪舅妈的话，程昱脸色才稍稍缓和了一些。小易，我就是要让他看看，有些东西是他一辈子也得不来的。像他这穷鬼命的，就是欠骂，不然一辈子都不知道有几斤几两。舅妈越说口气越重，直到她说完，我才站起了身，说道：“舅舅，今天是您生日，祝您生日快乐。我吃的也差不多了。”就说他是穷鬼命，钱没有几个，吃的倒是不少。我瞥了眼李安琪舅妈，继续同舅舅说道：“舅舅，我今天来也没带礼物来，这顿饭我请了，就当是给您贺寿了。众位吃好，我就先走了。”说完，我直接将刚刚李经理给的那沓钱扔在了餐桌上，随后转身离去。那一沓钱付了饭钱，估计还能剩下一点。重要的是，现在的我丝毫没有心疼的意思，扔下钱就走了，留下一屋的人面面相觑。老李，这是你家的什么亲戚啊？能花这么多钱给你贺寿，应该关系很近吧？是啊，我看这小伙子话不多，但是挺有分量，怪不得李经理那么看好他呢。听着其他人夸着我，李安琪舅妈的脸色彻底青了。赵阳竟然真的舍得把这么多钱就留这了。我这边刚离开饭店，李经理就追了出来，
赵先生，刚刚实在抱歉，我是真的看不下去了。但是我知道您低调，所以才那么说的，您别见怪。没事，这次多亏了李经理了。哪里，您太客气了。欧阳，你还有脸来上课？我要是你做的那种事，肯定连学校都不好意思来了。就是啊，拿着班费出去大吃大喝，还装得跟没事一样，真是丢人。张勇在一旁也跟着附和起来。许玲玲有了帮腔的，劲头更足了。咱们啊，就是没人家脸皮厚。你看话都说成这样了，他还在这坐着，我都替他脸红。你们两个少在这胡说八道。张勇冷哼一声，满脸写着不屑。怎么，你敢做还不敢让人说了？吵什么呢？刚到楼梯口就听见咱们班乱哄哄的。我们几个人正说话的功夫，李安琪竟然又折回来了。李安琪的脾气班里人都了解，听他这么一吼，屋里瞬间安静了许多。许琳琳，你确定班费是被赵阳拿走了吗？老师，我确定就是赵阳拿的。是啊，老师，班里出了这种人，我们还怎么安心上课呀？把他赶出去吧，不然下次他没准就偷到我们身上来了。一旁的张勇赶忙帮腔，李安琪听得眉头一皱，声音瞬间也提高了许多。许琳琳，我再问你一遍，班费你确定不是你自己放在哪里忘了吗？老师，你这么问是什么意思啊？我肯定是赵阳拿的，我不可能忘了，一定是他。许琳琳刚说完，就听见李安琪用力一拍桌子，砰的一声，吓得教室里的同学都是一个机灵，顿时鸦雀无声。谁也不知道今天李安琪怎么会发这么大的脾气。我坐在座位上，更是吓得心脏砰砰乱跳。这是什么情况？难道李安琪又是因为我生气了？我今天也没怎么惹到李安琪啊，难道是因为昨天我没回家的事？可是李安琪不是说过不能在学校提及两个人的关系吗？我说没说过，在事情还没调查清楚之前，不要妄下结论。李安琪说完，瞥见了我，狠狠地瞪了一眼。还有你赵阳，是不是你做的？你自己不知道吗？为什么不解释清楚？张勇见李安琪话锋不对，马上就站了起来。老师，赵阳拿班费的事都已经查清楚了，怎么能算是没调查清呢？老师，难不成你是要包庇他？许玲玲听张勇这么说，也认为李安琪是故意向着我说话。老师，明明就是他，你不能因为他穷，看他可怜就包庇他啊！拿班费可不是小事，这么多同学都看见了。够了，张勇，这哪有你说话的份？李安琪将个信封摔在了讲台上，是装班费的信封，上面还写着班级和许玲玲的名字。许琳琳，你过来看看这是什么？我刚回办公室，学校附近饭店的老板就把班费给送过来了，是你自己去那吃饭把班费落下了，要不是人家老板好心，钱就让你弄丢了。听李安琪说完，许玲玲有些心虚，她记不清昨天有没有带着班费出去，但是信封上确确实实是她的字迹。事已至此，她只能咬死这是跟自己没关系。要是承认了，岂不是变成了全班同学的笑柄了？不可能，老师，不是我，就是赵阳，没准是他跟饭店老板商量好，回来诬陷我的，就是他。见许玲玲还不肯认错，李安琪怒不可遏。许琳琳就会狡辩，还诬陷同学，是谁给你惯的这种大小姐脾气？明天把你家长给我叫来，我倒是要看看你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这个班干部你也别干了。说完，李安琪踩着高跟鞋转身就要离开，突然对着我说道：“赵阳，你别以为这事跟你没关系，你也有很大的责任，还好意思笑？”李安琪今天这是怎么了？今天还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还替我说上话了，真是难得。小伙子，你在这住啊？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就这么厉害了。我住的小区算是市里最好的小区，车刚停在小区门口，出租车司机不由惊叹：“啊，还行。”我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刚要掏钱付车费，就听见司机又开口：“都住这么好的房子了，咋不买个车呢？”是啊，天天打车也不方便，反正现在有钱，驾照也下来一阵了，干脆把车一块都买了，也省得车库一直空着。师傅，去宝马车。这是哪来的穷小子，还敢来这看车？几个业务员看见贵妇，赶忙都围在了贵妇的身边，而我则是自己一个人在旁边瞎看着。贵妇见这情形，轻蔑地笑了笑：“你们也别都围在我这啊，那不是还有别人吗？虽然他不一定能买得起，但毕竟也是客人嘛。”几个业务员互相看看，很明显这贵妇人才是正经来买车的，反观我就是个穷学生，谁也不愿意过去跟我多费口水。这车多少钱啊？一个业务员瞥了眼我，有些不耐烦：“这是新款宝马七系。”七系咋了？我是问多少钱。几个业务见我连宝马七系是什么都不知道，差点乐出声来。这小子就是过来看热闹过干瘾的。二手车市场在下个路口，你去那看看吧。贵妇在一旁冷哼一声：“哎，现在这些年轻人不知道努力赚钱，就会爱慕虚荣，学人家来看好车，2张照片就当是自己买的，真是世风日下。”一个在车店干了有些年头的业务员也是不由嗤笑，但是一个转头就瞧见了我手里的钥匙。这不是华景名都的房卡吗？华景名都可是临江市有钱人的聚集地，更是身份的象征，房价高的离谱，多少工薪阶层忙活半辈子都不一定能买得起那里的厕所。这么个穷小子竟然能有那的房子，难不成真是个低调的富二代？老业务员想了想，
反正贵妇那围了一堆人，我也不一定能挤得进去，还不如问问这小子，他要真是个大户，不就赚到了吗？先生，这车一共240万。屋里其他的人一愣，这老业务员平常不是最有眼力劲的吗？怎么今天眼拙了？放着个阔太太不伺候，反倒跟个穷小子介绍了起来。贵妇在一旁眉头一皱，这业务员是什么意思？难道我还比不过个穷学生了？你叫小赵是吧？把那车给我介绍一下。业务员小赵一听，顿时来了精神，马上带着贵妇也来到了车的旁边。太太，这车可是店里刚到的新款，全市只有3辆，现在就只剩下1辆了，而且价格也合适，正配您的身份。哎，是不错，我试一下。说着，贵妇就和小赵进了车里。本来老业务员是想先带着我试驾一下的，但是没想到被人捷足先登了。小赵还是太年轻了，难道他就没注意到这小子手上的房子钥匙不一般吗？先生，稍等一下，他们一会就回来了。没事，我不着急。没过一会，贵妇开着车就回来了。这车我要了。贵妇似乎对这车很满意，刚从车上下来就要把车买了，嗓门大得厉害，生怕别人听不见一样。这是定金100万，过2天我来取车。贵妇直接掏出了卡，不屑地看了眼我。有些人就是不自量力，没钱还硬要装，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非要来这种地方丢人。业务员小赵一听，更是喜上眉梢，赶忙双手将卡接了过来。这女人怕不是有什么大病吧？从进门开始就一直指桑骂槐，不搭理她还没完了。穿得好也不代表就有钱，最后不也只是付得起的定金？这车我要了，全款。说完，我也将银行卡拿了出来，递给了老业务员。老业务员更是乐开了花，我果然没看错，果然这小子是个有钱人。贵妇的眉毛拧成了一团，这小子竟然说我没钱，现在社会上的渣子真是越来越多了，你们这怎么什么人都接待，真是掉档次，我不买了。别，太太您消气，我这就把他赶出去，因为这种人生气犯不上。小赵见贵妇要走，赶忙将人安抚住，哄了半天才走到了老业务员的身边。张姐，你也是老业务了，你看他那个德行，估计连个轮子都买不起，你还真相信他那卡里能有钱？要是因为他把刚才那位太太得罪了，车没卖出去，经理不会饶了你的。说完，业务员小赵狠狠地瞪了眼我，你要是再敢捣乱，我们就要叫保安了，请你马上离开这里。小赵，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老业务也急了，这个小赵真是太没眼力了。那个阔太太是有钱，但是他开来的车也才只是个50-60万的车，而赵阳住的可是好几百万的房子，俩人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业务员小赵见张姐还站在我这边，更是一脸鄙夷。我哪说错了，张姐，她就是来闹事的，再留在这只会影响其他真正的客户。说完，业务员小赵见我仍是没有走的意思，口气越发的不好。先生，你要是再不走，等会可能就不是这么客气了。我是来买车的，你凭什么赶我走？就你还买车？业务员小赵不屑的一笑，你买我还不卖呢，这位太太已经付了定金，车是人家的了。贵妇在旁边冷哼一声，说的好像自己真的买得起一样，也不掂量一下自己是什么分量。我气得咬了咬牙，这贵妇一直找我麻烦也就算了，没想到这个业务员竟然要赶我走，不买就不买，我就不信整个市里就你家是卖车的。说完，我快步就离开了宝马车店，直接去了对面的劳斯莱斯车店。老业务员张姐心顿时凉了半截。小赵，你知不知道他拿着华景名都的房卡呢？能住得起那种房子的人，怎么可能会买不起车？他可是个大客户啊！就他也能住得起那种地方，就算他有钥匙，没准也是假的，就是拿来装逼的。业务员小赵一脸的不屑，你看着吧，一会他就会被劳斯莱斯店的人给赶出来。就是啊，张姐，他怎么可能有钱？你看他那个德行，这回多亏小赵把他赶走了，不然张姐你肯定白忙活了。屋里其他的业务也七嘴八舌的说着，老业务员心里叹了口气，只希望他们说的对的，不然他肯定是要心疼死的。现在真是什么人都有，什么本事没有，就知道装，在这闹完事，竟然还敢去对面的店里，真是不知死活了。业务员小赵也是不屑的一笑，都是这小子自找的，怪不得别人。他不是说他有钱吗？我倒要看看他一会是能买个什么东西。宝马店里的人都在门口等着看我的笑话。来车店闹事装逼的人的确不少，但是像我这种装上没完，最后还要去劳斯莱斯车店再装一下的倒是不多。没过一会，我就开着劳斯莱斯来到宝马店门口。业务员张姐心脏猛地跳了2下，不会是刚刚那小子买的吧？业务员小赵一声冷笑，怎么可能？我估计他肯定是从人家店的后门跑了，那可是幻影啊，好几百万，就他那个穷学生样，肯定买不起啊。说完，小赵瞥了眼业务员张姐，刚刚就因为他，这笔提成差点就没了。张姐，不是我说，你都在这干这么久了，怎么还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要不是陈姐心胸宽广，我看看你怎么办。贵妇则是轻蔑一笑，没事，我怎么可能跟这种人一般见识？真羡慕开劳斯莱斯的那位车主，劳斯莱斯比我买的这个7强的可不是一点啊。我老公虽然也有些钱，但是也还达不到能开得起几百万豪车的水平，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也能坐上这么高档次的车。老业务员张杰哪还能听得进去其他人说什么了，只想马上确定是不是我把车买了。
没一会就看见劳斯莱斯的车窗缓缓下摇，真的是他？其他人也是一愣，赶忙看着外面。只见刚刚那个他们谁都没能瞧得上眼的穷学生，正坐在劳斯莱斯的驾驶位子上。没一会就看见劳斯莱斯车店的经理也从店里快步走了出来，在车窗边上俯身同我说着话。虽然听不见他们说什么，但是却能瞧见劳斯莱斯车店的经理一脸的笑模样，态度更是客气。贵妇僵在了原地。车里竟然坐的真是刚刚那个穷学生，他怎么可能买得起？我刚刚竟然满心羡慕的人，竟然是那个穷屌丝。业务员小赵也懵了，眼看着我开车离开了门口的这条街。随后，对面劳斯莱斯店的经理快步走进了宝马店，一把握住了业务员小赵的手，说道：“真是太感谢你们了，白送了我们个大客户。这位赵公子出手真是太阔绰了，700万的车直接付了全款，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什么？业务员小赵和贵妇都是一脸的震惊。本来人家是相中了个1000万的新款车，只可惜没有现车了。临走的时候还办了个200万的保养卡，这才是真的有钱人啊！说完，劳斯莱斯的店长笑着就离开了宝马店。小赵彻底傻在了原地，刚刚的小子竟然直接花了近1000万，贵妇的200万七息跟人家的1000万一比，算个屁啊！他就这么白白丢了个这么大的客户，只恨不得抽自己2巴掌。再回头看了眼张姐，只见张姐2个眼睛就跟要冒火一样，哪里是人家耽误了他赚钱，就是他影响了人家张姐。小赵，这件事我会如实告诉经理的。张姐现在杀了小赵的心都有了，小赵只觉得两腿一软，要是经理知道了他得罪了这么大的客户，怎么还能容他在店里？但是现在后悔根本没。我全款买的劳斯莱斯停在学校边上，竟然被同桌拍照发朋友圈，并且还配文：“老爸的新车还算不错。”我看着许玲玲的朋友圈，顿时苦笑不得。要是许玲玲知道了她这个所谓的老爸是我的话，不知道会作何感想。嘿嘿。没一会，同学陆陆续续的都到了，许玲玲也来了，不少的同学都围了过去。玲玲，你爸竟然买了幻影，你家到底是做什么的啊？我记得你爸不是开的是宝马 X1 吗？这一下可提了10多个档次啊！是呀是呀，听说幻影可不便宜呢，你爸这还是新款，肯定不少钱吧？许玲玲听着同学这么说，心里美得厉害。也就几百万吧，我爸就喜欢那车。你爸的车确实不错。呵，用你废话，像你这种人一辈子都坐不上这种车，羡慕也没用，你呀也就是配做2手捷达的命。许玲玲用力一甩书包，坐在了位置上。还有赵阳，你别以为有老师向着你，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咱俩的事没完。我哪还能听得进去许玲玲说些什么，满脑子都是自己凭空冒出来的这个女儿，越想越觉得好笑。谁是赵阳？跟我出来一趟。正笑的时候，学校的教务处主任突然出现在了门口。我赶忙跑了出去。主任怎么会突然找上我？主任不屑地打量了一下我，就把我带去了李安琪的办公室。我和许振华刚进办公室，就看见李安琪已经坐在了办公桌前。李安琪瞧见我被许振华领着，眉头一皱：“主任有事。”说完狠狠地瞪了眼我。这小子又惹什么祸了？听说你包庇赵阳，还要找许玲玲的家长，我是他叔叔，你有什么事跟我说。许振华是许玲玲的亲二叔，当初许玲玲能进这所学校也是许振华一手安排的。昨天许玲玲回家哭了半宿，越想越觉得憋气，然后就给许振华去了电话。平常这个叔叔是最疼他的。李安琪不是想知道他许玲玲的大小姐脾气是谁惯出来的吗？现在他就让李安琪知道一下。主任，我并没有包庇赵阳，班费的确是许玲玲弄丢的，可以找饭店老板过来对质。李安琪这回明白了，许振华是来给许玲玲出头的。李老师，你要是一点都没有包庇赵阳，又怎么会传出这样的话来？你作为老师，最好是知道什么是公正。许振华避重就轻，摆明了是不想讲理。赵阳是你的学生，你看他天天有半点学生的样子吗？成绩差成这样，拖了整个年级的后腿，怎么不见你找他的家长一起谈话？许振华越说声音越大，引得办公室里其他老师纷纷看了过来，还说不是包庇。李安琪，你要是再这样，年级评比也不用参加了。为了这个年级职称的评比，李安琪已经准备了小半年了，但是现在得罪了许振华，估计也是没什么希望了。要是许振华想给李安琪下绊子，李安琪再说什么都是徒劳。还有你赵阳，别以为穷学校就得可怜你，你是学生，来这是学习的，不是卖惨的。许振华又训了半天，才离开了办公室。我看着李安琪眼眶有些发红，无论怎么样，李安琪也是自己的老婆啊，看着李安琪被人欺负了，心里又怎么会舒坦？老师，主任都走了，你还站在这干什么？你的成绩要是上去了，还能惹出这么多事来吗？还不赶快回去上课！放学后，本想等李安琪一起走，可以好好安慰一下她，但是没想到李安琪提前就走了，只好取车回家。刚上车，兜里的手机就响了起来，是经营饭庄的李经理来的电话。赵先生，我是李成啊，我们店里刚到了一批进口食材，都是最顶级的，我特意给您留下了，您看看您今天有空没？今天啊，这是我们最新的菜品，别人都没吃过，就等着您来呢，您可得赏光啊！本来是想拒绝，但是想着李安琪今天受了委屈，正好去饭店打包几个饭菜带回去，兴许能哄哄李安琪。那成吧，我这就过去。
到金银饭庄吃饱喝足后，我让李经理打包了几个饭菜，准备给李安琪带回去。正在饭店门口等李经理的时候，就瞧见了许振华。学校现在正在拉投资，许振华是负责人，恰好今天在金银饭庄摆了饭局，宴请投资人。没想到刚到门口，却碰见了我。赵阳，许振华一怔，听琳琳说，最近赵阳兜里有点钱，但是也不够这一桌饭菜啊。他没准是在这找的兼职才会出现在饭店。你不会是在这打工吧？许振华见我没回话，更是认定了自己的想法。赵阳，从咱们学校出来的学生，哪个不是社会上精英？再看看你，竟然来这当个服务员，要是让别人知道了，会怎么看学校？你这是在给学校抹黑。许振华言辞凿凿，一副严厉师长的模样。明天我就报给学校，你准备好检讨书吧。这次学校组织的招聘会，你也不用来参加了。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李安琪是怎么教育你，早知道你是这个德行，当初就不应该让你进学校。这个赵阳竟然敢惹我的宝贝侄女，正愁没有头收拾他呢。今天正好给他点教训。主任，服务员也是正经工作，怎么就抹黑了？许振华见我敢还嘴，火气一下子又大了许多。你知道什么？还敢顶嘴？信不信我记你档案里，给你记个大过？还有那个李安琪，真不知道是什么二流师范大学毕业的，连个学生都管不明白。我一听又扯到了李安琪，脾气也上来了。李老师很好，我出来工作，跟李老师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李安琪教育出来的好学生，跟学校老师竟然这么说话，照样你顶撞师长，明天等着挨罚吧。还有李安琪，他是你班主任，一样跑不了，还想评优秀教师，就他的这点水平，当个老师都不算合格。没想到又牵连到了李安琪，也不敢再说下去，两个眼睛死死地瞪着许振华。再瞪一个，真是没有家教的东西。许振华一脸的不屑，你这种人，就算进了社会也没什么出息。许振华正训我的功夫，一辆奔驰停在了饭店门口，车上下来的竟然是周强，慢悠悠地走到了许振华的身边。许主任，这是怎么了？生这么大的气？许振华也瞧见了周强，急忙换了个表情，一脸的笑容迎了过去。周公子，我碰见个惹祸的穷学生，正教育他呢。穷学生？可不是嘛，没什么大出息，还不知道上进。要不是看他家穷，早就被学校给开除了。许振华说完，还不忘回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周强正准备往饭店里面走的时候，一个抬头才看见许振华训的学生竟然是我，顿时吓了一跳。我这是倒了什么霉？短短几天竟然能碰见这尊大佛3次。许振华见周强停在了原地，一把将我扯了过来，没好气地说道：真是一点眼力劲都没有，这是周公子，还不赶快跟人家打招呼？周公子，实在不好意思啊，这小子没见过什么世面，更没接触过您这种人物。周强听许振华这么一说，脸一下子就青了。700、800万的房子说买就买了，许振华竟然说他没见过世面。卧槽！许振华愿意作死，可别牵连到我。之前的2次已经惹到了赵公子，要是再来一回，我怕是在临江都要待不下去了。我看出周强的脸上的尴尬，抿着嘴差点笑出声来。周公子，您好啊！周强一听，吓得一个机灵，哪还敢再跟我回话？瞥了眼许振华，急忙开口：我还有事，今天这饭不吃了。周强说完，灰溜溜的跑。许振华则是愣在原地，有些发懵。不是约好了谈投资的事吗？周强怎么说走就走了？肯定是这小子刚刚不懂礼数，惹怒了周强。你这个没规矩的东西，周公子都让你气走了。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可是学校新的投资商，学校投资这么大的事，就让你这么给搅黄了，你完了。许振华一脸的刻薄，让你不知好歹，这回捅了这么大的篓子，就不信学校还能留你。还有李安琪，明天我就去告诉校长，让他再包庇你，你们2个一个都跑不了。学校主任污蔑我搞砸了招商投资，竟还扬言要把我赶出学校。晚上没吃饭吧？我从金银饭庄给你带了点吃的。李安琪看着我拎着的饭菜，肯定又是不少钱，眉毛瞬间又拧了起来。你又去挥霍了是不是？你一个服务员能赚多少钱？天天还这么大手大脚的，以后能有什么出息？我见李安琪又生气了，赶忙解释。你误会了，是李经理看我最近表现好，特意把这些饭菜送给我了，当是奖励，都是新做的，保证又新鲜又干净。听我说完，李安琪的表情才缓和了不少，冷哼一声，坐在了餐桌前。今天的事你消消气。想起今天许振华说的那些话，李安琪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你说说你，要是你成绩好的话，许振华还能借题发挥吗？枉我当初费了那么大劲才把你弄进学校。当初我的成绩是不够进学校的，都是李安琪忙前忙后，学校才开了后门。李安琪这么做也只是为了以后让我能有个好出路，可是没想到眼看都要毕业了，成绩仍是没有一点的起色。见我一直不作声，李安琪的火气更旺了。你自己说，以你现在的情况，哪家公司能要你？难不成你要当一辈子服务员吗？你放心，我以后肯定努力找个好公司，绝不给你丢人。你就只会说。李安琪白了我一眼，没一会，李安琪又想起了许振华的那副嘴脸。过2天学校的招聘会，你给我好好表现，别让我永远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唉，
我现在确实有钱了，但是也改变不了在李安琪心里的印象。就算现在跟李安琪说自己是个有钱人，估计李安琪也不会相信吧。第二天一早，许振华又来了班级门口。赵阳，你给我出来！许玲玲在一旁笑得很是得意。昨天晚上许振华就把我得罪了投资商的事告诉了他。这回看赵阳还能怎么办？搅黄了学校的投资，别说是李安琪来了，就算是神仙来了，校长也不会放过他。许振华进到校长办公室，瞧见了校长，马上变成了一副卑躬屈膝的姿态。校长，我把赵阳带来了，李安琪一会就过来。在来找我之前，许振华已经给李安琪发了信息，让他也到校长办公室来。黄校长扫了眼我，不由皱了下眉头，才同许振华继续说话。谁让你叫李老师过来的？听着校长口气不太好，许振华心里一惊。赵阳把投资给搅黄了，校长心里肯定高兴不起来，生气也是合理的。没准校长是想先解决完这个炮火，再训李安琪。校长，那我现在马上就通知李安琪，先不用过来。见校长同意，许振华马上给李安琪去了电话，让他不用过来了。收起电话，许振华规整地站在一旁。校长，就是他把周公子给气跑了，这次的投资对于学校那么重要，竟然都毁在了这个小子的手里。我当时都已经提醒过他了，可他还是一点礼数都没有，得罪了周强。许振华添油加醋地说着昨天发生的事，让你欺负我侄女，昨天竟然还敢跟我顶嘴，这回在校长面前，看这小子还敢不敢再嚣张。你说是他得罪了周强，所以投资的事作罢了。黄校长低沉着声音，屋里的温度仿佛都低了许多。校长，这事也怪我，当时我在旁边没能拦住他，口无遮拦，但是我真的尽力了。当初赵阳的成绩就不够进学校的，也是看他家穷，这才特别了他。许振华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不知道还以为他在我身上花费了多少心血。他的班主任李安琪是我的下属，李安琪没能教育好他，放纵赵阳不管，让他不知道天高地厚，惹出了事，跟我这个主任也有关系。许振华说完站在一旁，心里得意的厉害，投资的是被他推得一乾二净。就不信这次校长能放过赵阳和李安琪，这回看李安琪怎么护着赵阳，只要把赵阳赶出学校，也算是给琳琳出了口恶气。你说的没错。黄校长低沉的开口，许振华赶忙跑到校长的身边，一脸谄媚，都是校长教导的好。你当我是夸你吗？许振华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听见黄校长用手用力的一砸半桌，砰的一声，吓得许振华一个哆嗦。一旁的许振华不知道校长为什么突然发了这么大脾气，可又不敢开口问。不会是因为赵阳的事迁怒到我了吧？早知道刚刚就不应该说怪他的那句话。赵阳还是学生，没接触过社会，你把拉投资失败这么大的责任都压在一个学生的身上，许振华你的脸呢？黄校长怒视着许振华，许振华一听顿时有些慌了。不是，校长，你听我解释。还解释什么？投资的事你不用再管了。昨天周强离开了饭店后，越想越后怕，现在赵阳已经知道了是他要投资学校，要是最后他没投，他会再惹怒了赵阳。想着直接给黄校长去了电话。电话里，周强告诉校长，他十分看好学校一个叫赵阳的学生，学校能培养出像赵阳如此优秀的学生，说明学校的实力肯定不容小觑，所以打算投资。周强算是把我从里到外夸了个彻底。周强根本不敢奢求我能记得他什么好，只求我别找他的麻烦就成。但是这些话听在黄校长的耳朵里，却成了另一番意思。周强摆明了是因为我的缘故，才确定了这次投资。这个叫赵阳的学生竟然能被周强这种纨绔子弟如此欣赏看好，难不成赵阳真有什么不一般的才能？近几年的江大，无论是室内优秀教师资格评比，还是优异学生就业率，都排在了清华大学和临江师范的后面。黄校长没少因为这些事犯愁，这才开始拉起了投资，想要提升一下学校的硬件，争取让学校再上个档次。如果这个赵阳真的是个人才，没准可以树立成学校优秀学生的标杆。他要是以后能有个不得了的出路，对学校的招生率可是大有好处的。早上黄校长本是想看一下这个赵阳到底是何方神圣，但是没想到刚到办公室就遇见了要来告状的许振华，告的还是赵阳，让黄校长不由眉头一皱。校长，都是赵阳，是他得罪了投资人，真的跟我没关系啊。校长为人师表，竟然把责任都推到了学生的身上，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许振华觉得脑子嗡嗡作响，校长怎么会这么维护赵阳？这是跟李安琪也有关系。你还想扯到别人？许振华，你看看你，哪还有一点主任该有的样子？回你自己办公室给我好好反省去。黄校长不再给许振华辩解的机会，直接把许振华轰了出去。这场戏我也有些没看明白，自己和校长从来没有过什么接触，今天这是怎么了？许振华离开后，校长打量了一下我，说道：身为学生，就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用想那么多，千万别让我失望。知道了，校长。赵阳，你怎么还有脸回教室？学校投资这么大的事都被你搅黄了，你还敢回来？班里其他同学听见投资2个字都来了精神。什么投资？玲玲怎么了？许玲玲见同学都凑过来了，精神头一下子就上来了。
咱们学校最近在拉投资，听说投资要到位了的话，咱们的学校的档次一下子就上去了，没准要比金大海厉害呢。许玲玲说完，又不屑地瞥了眼一旁的我。不过现在泡汤了，赵阳得罪了投资人，什么都没了，再找个投资人，指不定得等到什么时候呢。有些人啊，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会吧，我们怎么没听见消息呢？赵阳就是个普通学生，怎么可能得罪到投资商？他们不可能有交集啊。玲玲，你是不是听错了啊？许玲玲见同学们不信，立马扯开了嗓子。我叔叔是咱学校的徐主任，他亲口跟我说的，还能有假？张勇在一旁也马上开口：是真的，我可以作证。教室里的同学一听许玲玲的叔叔是许振华，又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玲玲，你叔叔是许振华，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啊？难怪许主任都没怎么挑过咱们班的毛病，肯定都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好羡慕你啊，琳琳，家里那么有钱，在学校还有许主任疼你，你这命也太好了吧？许玲玲在一旁听着，心里得意的要命。一个没钱没势的穷光蛋，还敢惹我？其实这也没什么的，就是可惜了，学校本来能一下子提个档次，但是现在因为某些人都成泡影了。听完许玲玲的话，不少的同学都相信了，纷纷指责我。赵阳，你惹人家投资商干什么啊？这回好了，因为你自己害了我们所有人。你自己成绩不好，不学习，也不能影响我们有个好的学习环境呀。你知不知道学校的等级会影响我们找工作的？赵阳，要是我们以后没找到好公司，你负得起责吗？让你再跟我嚣张！谁说投资的是黄了？许玲玲见我还在辩解，一声冷笑：你死鸭子嘴硬没关系，到底怎么回事你自己心里清楚。你别以为你现在能回教室上课就没事了，估计学校领导现在正研究要开除你呢。许玲玲，你是不是有意想证？赵阳，你也就能乐呵这么一会了。我叔叔说了，你这是对学校影响特别大，把你开除了，不让你赔偿就已经算轻的了。在许玲玲眼里，我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但是许玲玲在教室等了半天，也没等到关于我的处罚通知。看着我还能美滋滋地坐在教室里，许玲玲憋了一肚子的火气。到了上课时间，许玲玲见李安琪走进教室，就站了起来。老师，你又有什么事？老师，赵阳搞砸了学校的投资，闯了这么大的祸，他怎么还能坐在班级里？赵阳搞砸了投资？是啊，老师，赵阳这回影响的可是整个学校，你不能再这么纵容他了。许玲玲坚信，搅黄了学校的投资绝对是大事，哪怕李安琪再偏心，这回也不可能护得住我。李安琪听许玲玲说完，眉头皱得更紧了。许玲玲，你在胡说什么？老师，我没有胡说，是赵阳不懂礼数，得罪了投资商。许玲玲见李安琪不信，干脆将许振华告诉她的事都讲了一遍。我怎么没听说？老师，是真的。够了，许玲玲，我有没有说过，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不要妄下结论？可是，闭嘴！以后不要乱传这种道听途说来的谣言。学生应该把学习放在第一位，你不知道吗？上课！李安琪一声怒吼，谁也不敢再说话。许玲玲只好又坐回了座位上。叔叔可是教导主任，对学校的大小事情都了如指掌，消息不可能出错。赵阳竟然闯了这么大的祸也没事，学校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仁慈了？今天晚上咱们出去吃吧，我定了。我晚上有事，我之前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是不是？不要手里有点钱就出去挥霍。还没等我把话说完，李安琪直接拒绝了，随后转身离开。本来打算带李安琪去米兰达的西餐厅尝尝，顺便聊聊最近的这些事，所以提前订好了位置，但是现在只能自己去了。阿姨等久了吧？程昱托人从国外给李安琪的舅舅带了几套西装，用着送西装的名义把舅妈约了出来，其实是想从舅妈的嘴里套话，希望能快点讨到李安琪的欢心。没事，我也刚到。小玉，你说你又送西服又请吃饭的，真是太客气了。阿姨，是您客气了，我已经订好了位置，咱进去吧。小易，这家餐厅本来消费就高，你现在又订了这么好的位置，肯定要不少钱吧？阿姨喜欢就好，一点也不贵。其实程昱也没想到，他只是订了个普通的位置，竟然会这么奢华。虽然价格要比其他饭店稍高一些，但是和这些配套的设施一比，还是合适太多了。阿姨，安琪最近好像很忙啊。程昱连着给李安琪发了几次信息，但是一次都没能得到过李安琪的回应。舅妈听着一愣，随后赶忙替李安琪解释，他最近一心都扑在了他那个教育机构上面，是有点忙。教育机构？我家的公司最近正想投资个教育机构呢，正好是我负责的。是吗？小玉，你看在阿姨的面子上，可要帮帮安琪啊。李安琪的舅妈正愁找不到什么借口，把俩人撮合到一块呢，给李安琪打了几回电话，都被拒绝了。这回好了，也不用再想别的办法了。那是一定的，
最近公司的事差不多都是我在负责，投资安琪的机构应该不是问题。你爸现在已经开始让你帮忙管理公司了吗？是啊，我爸希望我能尽快接手公司。舅妈一听程昱马上就要接手整个程氏集团，眼睛都亮了。现在不少的富二代就知道天天出去灯红酒绿，哪有几个能像你这么优秀还踏实肯干的啊？阿姨，您过奖了。舅妈越看程昱越喜欢。这要是安琪真的能跟了他，以后还有什么好愁的？只可惜被赵阳那个穷鬼给耽误了。好好的一朵鲜花硬插在了牛粪上，真是气人。你看你这么优秀，再看我们家的那个穷亲戚，老大不小的了，一点出息都没有。就是那个叫赵阳的，上次你见过？哈，可不就是穷的叮当响，还不知道上进。上次有点钱就不知道怎么样好了。提起我来，李安琪舅妈气得直咬牙。上次的宴会，最后可是一点面子都没给她留。这时候我也到了餐厅，出示了自己订桌的信息后，就被服务员带进了餐厅。我订的是 VIP 1号桌，但是刚走近一些，却发现那里已经坐了2个人。服务员也懵了，1号桌怎么来了2伙客人？赶忙过去询问。先生，请问您是这桌的客人吗？是啊，怎么了？赵阳。程昱跟服务员说话的时候，舅妈一抬头瞧见了站在不远处的我。怎么到哪都能看见他，真是晦气。舅妈很是嫌弃地瞪了眼我。这种地方他怎么能进得来？难道他在这也找了兼职？这时我也看见了舅妈和程昱，慢悠悠地走了过去。舅妈好。你别叫我舅妈。舅妈一脸的不屑。怎么金银饭庄给你开的工资不够花了，又来这打工了？也是，就你那个挥霍法，再不打工都得饿死。你没看见程公子也在吗？连个招呼都不会打，真是没教养。还不等我开口，程昱鄙夷的一笑。没事，阿姨，我不会和个学生计较的。好在人家小玉不跟你一般见识，真是个没出息的东西。舅妈一脸的尖酸刻薄。你们这也算是个高档餐厅，怎么什么人都往里招？有他这种服务生在，也不怕影响了你们餐厅的生意？服务生，这位先生不是。舅妈见我连这的服务员都不是，嗓门又尖了起来。孙子，你连个服务生都没面试上，还不赶快滚，真是丢人现眼。女士，您真的误会了，这位先生是这张桌的客人，你们的位置可能搞错了。服务员在一旁等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插嘴的机会。他是来吃饭的。程昱听着一怔，他不是个穷小子吗？哪能吃得起这的东西？而且还说我们坐了他的位置，简直是天方夜谭。舅妈则是不屑一笑，这是他的位置，你们肯定是搞错了。你看看他那个德行，怎么可能来得起这？没准他是弄个什么假的订桌信息，就是来混吃混喝的。赵阳啊赵阳，你穷就算了，还用这么不要脸的方式来蹭饭店，没想到这回撞在枪口上了吧？舅妈干脆笑出了声。赵阳肯定是想混进来感受一下什么叫高端，但是没想到准备个假的座位号都没准备明白。你们再好好查一下，我们的确订的是1号桌。程昱说着拿出了手机上订桌信息，递给了服务员，不屑地瞥了眼我。赵阳，真没想到你为了能进来吃饭，连这种办法都能想得出来。我就看在阿姨的面上，让服务员给你加个边凳，一块吃吧，反正1顿饭而已，也用不了多少钱。要是一会因为这事被饭店给赶出去，可就犯不上了。服务生仔细看着程昱手机上的信息，上面确实写的是1号桌，可是赵阳的也没错啊。你还赖在这不走等什么呢？难不成你真好意思让人家程公子请你吃饭？先生，真是你们弄错了。你看你这是普通的1号桌，应该在大厅门口那边。您现在坐的是 VIP 1号桌，的确是赵先生订的。服务员查了半天，终于查出了问题。2条信息猛地一看，几乎一模一样，唯独只差了落款的 VIP 标识。舅妈听了眉头紧皱，直接喊了起来。怎么可能？你们一定是搞错了。你看他那个德行，连吃个路边摊都不一定能有钱付账，更何况是这的 VIP 位置。此时的程昱这才明白，为什么他订了普通的位置，却有这么好的配置，上的餐饭也比之前订的好了许多。原来真的是他们做错了位置。但是这个位置真正的主人怎么可能是他？订位子的时候，程昱就看见了 VIP 座位的价钱要比普通位子贵了4、5倍。他倒也不是舍不得钱，而是因为请的只是舅妈，又不是李安琪，没必要选那么贵的，所以才选了普通的位子。给您2位领路的工作人员是新来的，所以弄错了，实在不好意思。一旁的服务员查清楚了后，赶忙和李安琪舅妈解释着。那边才是你们2位的位置，我这就带您2位过去。不可能，肯定是你们搞错了，他怎么可能有钱订这么好的位置？如果坐的是别人的位置，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顶多训2句服务员，再回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上也就算了。但是现在既然坐的是我预定的位置，让他怎么能不生气？更重要的是面子上挂不住。女士，真的是你们做错了地方。什么我们做错了？你们再好好查查。最后舅妈直接喊了起来。赵阳一个没出息的穷光蛋，竟然能坐这么好的位置，凭什么我只能去坐普通桌？
程昱站在旁边，脸色也很不好看。舅妈这么一吼，引得不少的客人都看了过来，场面很是尴尬。要真是弄错了的话，那就把我们的位置也升级成 VIP。程昱冷声说道：“赵阳都定了这么好的位置，我怎么可能会做的还不如他一个穷鬼？”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的 VIP 席位都被预定出去了，要不您二位还是先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把赵先生的位置先空出来。什么？先生，您看这样，您先回自己的位置，我跟经理协商一下，给您打个折扣，当是给您的赔礼。毕竟我们还有这么多其他的顾客在，影响到其他人就不好了。这本来就是你们的失误，怎么现在我们有钱还花不出去了？舅妈尖着嗓门说完，又白了眼一旁的我。看什么看？坐得起位置，你也吃不起饭，能订到 VIP 桌又能怎么样？骨子里不还是个穷光蛋吗？也就能装这么一回。可是人家小玉不一样啊，人家是确确实实的富二代，哪能是你比得起的？太太，您这不是为难我们吗？我站在一旁则是笑了一声。不用了，既然他们这么喜欢这个位子，就给他们坐。他们吃的这些东西也算我账上吧。服务员也是愣住了，看不明白我这是什么操作。我自己一个人吃也没什么意思。舅妈，既然你喜欢坐这，就给你坐了。别说我这个做晚辈的不懂礼数，这些东西就当是我孝敬您老的了。说完，我将一沓现金拍在了桌上，转身离开了饭店，只留下舅妈和程昱两个人，铁青着脸的站在。同学聚会上起冲突，混混头子竟扬言要300万赔偿。赵阳，今天晚上同学聚会，你去不去？不去。许玲玲也没想到我会拒绝的这么坚决。赵阳，这没准是咱们班最后一次聚会了，大家都去，怎么就你特殊？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们这帮同学啊？张勇在一旁阴阳怪气的说着，其他同学一听也开始纷纷的附和起来。是啊，赵阳，大家都去，就差你一个不好。马上就要毕业了，吃顿饭有什么的呀？我听着张勇在旁边起哄，不由眉头一皱。这么想让我去，一定没什么好事。你们好好玩吧，我还是不去了。张勇见我还是不上道，继续开口道：“赵阳，你不会是因为上次的事还在记恨连连吧？咱们可都是这么多年的同学了，你至于吗？”旁边的同学一听，这才明白我为什么不肯去，原来是因为记仇了。上次不是也没什么事吗？而且都过去多长时间了，你不会这么小肚鸡肠吧？对呀，赵阳，咱们都是同学，你别这么斤斤计较了。许玲玲瞥了眼我，这样吧，赵阳，我给你道个歉，上次的事是个误会，是我对不起你，这回可以了吧？好了，这回人家都道完歉了，你能去了吧？赵阳，你别那么小心眼了，都是同学，你至不至于啊，有点度量不行吗？我心里一阵冷笑，当初这帮人污蔑我的时候，怎么没见有人提过多年的同学情谊呢？但是话都已经说成这样了，我也只好叹了口气，应了下来。晚上到了聚餐的酒店，同学刚坐满，只见许玲玲站起了身子。同学们，我表哥刚从国外回来，晚上也想找我吃饭，我就让他过来了，多加个人没问题吧？只是多个人而已，一帮同学自然不会多说什么。没一会，一个穿着不俗的男生推门进到了包厢之中，许玲玲连忙起身，这就是我表哥。他不会是吴家地产的吴昊天吴公子吧？什么吴家地产的公子？不会吧？许玲玲见有人认出了他表哥，更是一脸的得意。没错，吴家地产就是我表哥家的。一听许玲玲承认了，屋里顿时又热闹了几分。连连，吴公子竟然是你表哥啊！玲玲竟然有这么厉害的表哥，怎么之前都没听你说过啊？吴昊天挺了挺胸膛，很是客气的同屋里的人打起了招呼。你们好。随后又扫了眼屋里的环境，这个包间有些小，咱们换个大包吧。你们是玲玲同学，就是我的朋友，这顿饭我请了。同学们一听吴昊天要请客，更是欣喜。真不愧是吴家地产的公子，随便一出手都这么阔绰。吴昊天则是淡然一笑，客气了，也用不了多少钱。没一会的功夫，所有人都换到了大包，我坐在了角落里的位置。吴昊天刚好瞥见了我，皱了下眉头。这就是玲玲说的之前欺负她的那个赵阳，也不过如此吧？这位同学怎么不说话啊？吴公子，你不用搭理他，他就那样。既然都出来了，就好好玩，一起喝杯酒吧。吴昊天说着，将酒杯端了起来。不好意思，我不会喝酒。我抬头直接拒绝了吴昊天。今天我特意避开了其他同学，开车来的饭店，只是为了方便晚上回家。但要是喝了酒，晚上还怎么开车回去？可又不好说自己有车的事，只能先找个借口搪塞过去。赵阳，你什么意思啊？吴公子敬你酒你都不喝，你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张勇在一旁瞧见了这一幕。我倒是没什么的，但是你这样不就扫了大家的兴致吗？吴昊天虽是笑着把话说完，但是口气却有些发冷。这个赵阳算是什么东西，竟然敢不把我放在眼里？我皱紧了眉头，只好端起了装着白开水的杯子，有些尴尬的笑道：“实在抱歉，我真的不会喝酒，那我就以水代酒，给大家赔罪吧。”我一杯白开水刚进肚，就见吴昊天当的一声将手里的杯子摔在了桌子上。这小子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赵阳，你也太不知道好歹了。吴公子只是让你喝杯酒，又不是要你命。张勇指着我，又是一顿臭骂。吴昊天则是摆了摆手，不屑地瞥了眼我。不喝就算了，
吃完饭后，大家正准备要走，只见张勇起身去了厕所，等了半天，张勇才神色慌张的跑了回来。你怎么去这么久？出什么事了？许玲玲瞧出了张勇有些不对劲。我上完厕所碰见2个瘪三找茬，明明是他们先撞的我，嘴里还骂骂咧咧的，我没忍住就还了2句嘴。张勇越说声音越小。然后呢？然后他们就说让我等着，不能有事吧？是他们先不讲理的。张勇说完，小心翼翼的看向了吴昊天，只见吴昊天不以为意的笑了笑。没事啊，这个饭店老板是我朋友，只要我在，他们谁都不敢在这闹事，放心吧。听吴昊天都这么说了，张勇算是松了口气。就在这个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了不少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砰的一声，包房的门被人一脚踹开。谁叫张勇？给老子滚出来！话音刚落，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带着一帮混混走进包厢里，气势汹汹的看着屋里的这些人。龙哥，就是那小子。只见一个小混混捂着侧脸从后面窜了出来，抬手指向了人群中的张勇。男人眯着眼睛，慢悠悠的走到张勇面前。就是你动我的人了。是我怎么了？张勇抬着头就站了出来。如果只是张勇自己，他肯定是不敢承认的。但是现在他身后有吴昊天，还有什么好怕的？就不信这帮人还敢动吴昊天。我就揍他怎么了？你知道谁在这吗？就敢来这撒野！仗着吴昊天这棵大树，张勇又高了个音调。老子管你谁在这，把他给我抓过来！龙哥可不管那些，让人冲过来就把张勇给按在了地上。住手！吴昊天挺着胸膛走了过来，龙哥皱了下眉头。你算哪根葱？信不信老子连你一块走？吴昊天则是一声冷笑。我是吴昊天，我们吴家地产是这家酒店的最大股东。趁着现在我还没叫人过来，劝你们还是赶紧滚吧。龙哥一怔，吴家地产在市里还算是有些名气，他自然是听说过的。本来他以为只是一帮普通的学生，但没想到这里面竟然还藏着个有些背景的人。赶紧带着你的人从我的眼前消失，否则你们的下场可就不好说了。哼！龙哥皱眉看着吴昊天，吴家确实不太好解决。还不赶快滚，等什么呢？我们吴公子是你们惹得起的吗？见龙哥不说话，张勇以为吴昊天的话管用了，顿时挣脱了几个混混，站在了吴昊天的身后。我在角落看着这一幕，这张勇还真是把狗仗人势诠释的淋漓尽致。龙哥想了一会，才又开口道：人我可以不动，但是他打了我的兄弟，总得给我们点说法吧。吴昊天听完一下子就听明白了，这是在跟他要钱呢。其实吴昊天本来也不想把事情闹太大，要是让他爸知道他刚回来就惹出了事，回去肯定是又免不了一顿臭骂。现在能用钱把事情解决了，也还不错。多少钱？吴昊天说着掏出了自己的钱价。张勇不过是揍了对面几拳，连伤都算不上，就算是他们狮子大开口，应该也贵不到哪去。而且他吴家大公子什么时候差过钱？龙哥看着吴昊天的钱价，眉毛一挑，300万。同学聚会起冲突，我挺身出手摆平。同学们没想到，平时他们眼中的穷小子，竟然认识社会大哥。300万。听见龙哥开的价，屋里的其他同学都是愣住了。被张勇打的那小子就脸上破了点皮，连医院都不用去。但是这帮人他们竟然直接要了这么多钱。吴昊天也是一怔，虽然300万对于他来说也不算是个多大的数，但是他回过这2天刚买了新车，手里有些紧张。他本以为对面也就要2、3万，哪成想会要这么多。其实吴昊天只要打2个电话，也还是能凑出300万的。可是吴昊天不甘心啊，这个张勇和吴昊天就见过这么一面，为了这么个人花掉300万也太不值了。而且这帮人摆明就是要讹他钱，以他的身份地位，被群小混混敲诈了，要是传出去了，以后在圈子里还怎么混？你这是敲诈！龙哥见吴昊天不打算给钱了，脸色又冷下来了许多。不给钱是吧？那就别怪我们下手狠了。龙哥直接一挥手，2个小弟照着张勇又是一顿拳打脚踢，张勇顿时没了刚刚的嚣张，只剩下声声哀嚎。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在我家的地盘闹事，我爸可是吴国峰，要是让他知道了，你们一个也跑不了。哼，先停！吴昊天见龙哥这是怕了他们吴家，顿时气焰又长了许多。算你们识相，现在给我道个歉，我还能考虑一下会不会放过你们。吴公子，你怕是误会了。哼！龙哥一声冷笑，我早就猜到了，无论怎么样，你爸应该是都不会放过我们的。与其这样，我们还不如痛快一下。你救他是不可能了，但是陪他一起挨揍还是可以的。龙哥说完就让人将吴昊天也按在地上。吴国峰的确是龙哥惹不起的人，可是现在事情已然这样了，无论放不放过吴昊天这帮人，吴家应该也不会就此了事。既然结局都是一样的，还不如先揍了再说。老子早就看你不顺眼了，仗着老子有点能力就嚣张的不行。你们要干什么？我爸是不会放过你的。吴昊天没想到会变成这种局面，他本来是想吓唬一下龙哥而已，没想到对面的这帮人的想法跟他想的根本不一样。给我打！这帮人都不是吃素的，打了几下，地上的2个人就已经是惨叫连连。你们等着，我爸肯定不会饶了你们。龙哥听着吴昊天还在威胁他们，让手下开始加重力度，屋里的其他同学顿时都慌了手脚。本以为吴昊天在这就不会有事，但是他们哪能想到，这个龙哥对吴昊天都敢下手，更是没人敢站出来说话。这种情况能自保就算不错了。而我始终坐在角落里，本来看着张勇得到教训，心里是痛快的，毕竟张勇这种狗仗人势的人就是欠揍，只是没想到这帮人下手会这么狠。要是再打下去，估计这俩人也就只剩下半条命了。张勇再怎么说也是4年的同学。
住手！你他妈的又是哪冒出来的？我没有直接回话，而是稍稍俯身，在龙哥的耳边小声说道：“300万可以，我们出去说。”龙哥跟着我一起来到了酒店的走廊里，上下打量着我。连吴昊天那种公子哥都舍不得随随便便拿300万出来，但是眼前的这个小伙子竟然能拿得出来，他不会比吴家还要厉害的。想到这，龙哥心里一惊，他已经硬着头皮得罪了吴昊天，要是再得罪了个别的人物，那他可是真就没办法再混下去了，怕是连跑都跑不掉了。钱我出了，这事就这么算了吧。吴昊天的身份你也清楚了，要是真打出了什么好歹来，对于你来说会更麻烦，还不如现在见好就收。我说着拿出了手机，卡号给我，现在你把钱收下，以后也不会再有什么麻烦。龙哥一怔，赶忙将卡号报了出来。不过几十秒的功夫，300万到了龙哥的户头。看着手机上300万入账的信息，龙哥彻底愣在了原地。怎么300万嫌少？不少不少。龙哥哪还敢再多要，只怕一不留心把我也给得罪了。龙哥收起手机，正准备往屋里走，我直接把龙哥又给拦下了。这事就咱们俩人知道了就成，我做事不喜欢太高调。我说完，龙哥又懵了，他花了300万就这帮人，竟然还不让人说出去，这算怎么回事？但是随后龙哥便反应了过来，我知道了。住手吧，这次放他们一次。龙哥，就这么算了。几个小弟面面相觑，不明白龙哥怎么出去一趟就变了想法。算了，这兄弟之前帮过一次，他要是不站出来，我差点给忘了，这次就当是给他面子了。龙哥说着走到了我的身边，兄弟，以后要是有事给我打电话。说完，龙哥带着一众小弟离开，只留下屋里一帮同学个个震惊的厉害。赵阳竟然认识龙哥，还让龙哥停手了。赵阳，这次多亏了你啊！是呀，谢谢你了，赵阳，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啊！他们连吴公子都敢动，我还以为这次肯定要出事了呢。赵阳，你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屋里的同学算是都松了口气，没想到一直不起眼的我还会认识龙哥这种人，开始纷纷感谢的着我。吴昊天在一旁听懂，心里气得够呛。这个赵阳早就能解决了龙哥，但是非要等到现在才出手，不是摆明了就想要看我出丑吗？看来这小子也不是个善茬，难怪玲玲会在这个赵阳手里吃这么多次的亏。赵阳，你既然和龙哥认识，怎么不早说？我被打2下倒是没什么，你看看张勇都让他们打成什么样了，他可是你同学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吴昊天说完，扶起了一旁的张勇，把事情引去了另一个方向。是啊，赵阳，无论怎么说，张勇都是你同学，认识这么多年了，你怎么就这么看着他挨打？不就是因为之前咱们之间的那点小事吗？你至于下这么狠的心？许玲玲也喊了起来，张勇是她的男朋友，被打成这样，怎么会不心疼？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赵阳，同学之间能有多大的仇啊？既然你认识那帮人，你肯定知道他们下手没有轻重，就算是你想给张勇点教训，也不至于用这种办法下这么狠的手啊！吴昊天继续在旁边煽风点火的说着，他哪能让风头都被我一个人抢过去？其他的同学一听也反应过来了，认为吴昊天说的也有道理。赵阳，你怎么不早出来叫龙哥呢？你看看张勇被打的。对呀，赵阳，无论怎么样，张勇也是咱们同学啊。听着屋里的人七嘴八舌的说着，我心里一声冷笑。我分明是出于好心才站出来，还白白给了人家300万，怎么到这帮人的嘴里就变成自己小心眼了呢？当初是你们让我躲在角落里的，不救人是我不对，现在人救了也是我不对，我怎么做都是错的呗。参加个聚会还闹了一身埋怨，以后这种聚会也别再叫我了。说完，我转身离开了饭店。看着我离开，屋里的同学才渐渐感觉他们的话好像是说重了。也对啊，毕竟都是因为赵阳，人家才放过了吴公子和张勇。是啊，许玲玲，要不是张勇出去惹事，也不至于被打成这样。这帮同学虽然平常容易跟风走，但是也是能看清事实的，这事确实怨不得我。赵阳，老婆舅妈竟然当着我的面带其他男人挖我的墙角，看我如何破局。舅妈明天找咱们吃饭，明天晚上一起过去。还好不是自己惹到他了，不然肯定又是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舅妈会主动找我们吃饭，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安琪，朕了。舅妈话还没说完，笑容瞬间僵在了脸上。你怎么也来了？说完，舅妈有些尴尬的冲着身边的程昱笑了笑。本来舅妈是想让李安琪和程昱能多接触一下，这才把俩人都约了出来。哪成想我也跟来了。我看着坐在一旁的程昱，顿时也全明白了。我说李安琪的舅妈怎么可能会那么好心要请吃饭？闹了半天还是想要撮合李安琪和程昱啊，这也太不把我这个正牌的老公当回事了。舅妈没好气的将李安琪拉到一旁，你怎么把她也给带来了？舅妈，不是你叫我们来吃饭吗？怎么了？李安琪说完，和我一起并肩坐在了程昱的对面。舅妈又急又气，她好不容易凑了今天的饭局，不就是为了李安琪和程昱能有机会吗？真不知道这个外甥女是怎么想的，连这都看不明白。再看着一旁的我，舅妈更是不悦。你看看你那个德行，安琪走到哪你都跟着，你真是没出息，真不知道当初。舅妈说到这，才意识到说的有些多了，只怕程昱听出什么来，硬生生将后面的话又给咽了回去。程昱也没想到会多出来一个我，但是他也没在意。李小姐，咱们又见面了。程昱没有理会我，
直接冲着李安琪伸出了手。程公子，真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程昱话音刚落，一旁的我突然窜了出来，紧紧握住了程昱悬在半空的手掌。程昱眉头一皱，飞快的把手抽了回来。当着李安琪的面，他也不好发脾气，只好先忍下了。安琪，这道菜是店里的招牌，人家小玉特意给你点的，你赶快尝尝。是吗？那我可得好好尝一下。李安琪还没来得及回话，我直接拿起筷子，把李安琪盘子里的菜都塞进了自己的嘴里。是挺好吃的，还是程公子会点菜啊？李安琪坐在旁边狠狠瞪了眼我，天天就知道吃。程昱满是嫌弃的看着我，开始同李安琪说起了话。李小姐，我们公司明天要去你们学校招聘，到时候你要是有空的话。程昱话正说一半的时候，我立马又把话给抢了过去。是吗，程公子？那可太好了，到时候你有什么事直接跟我说就成。上次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要是能去你公司上班当然好了，到时候还得麻烦程公子了。你也不看自己是什么德行，哪配去人家公司？舅妈有些生气地瞪着我，示意我闭嘴，随后又笑着看向了李安琪。安琪啊，你上次不是说关于什么财会之类的问题不懂吗？小玉肯定懂，你让她给你讲讲。程公子懂得这么多呢，正好我也有挺多问题的，程公子你也给我讲讲呗。我哪能让舅妈得逞？只要对面的俩人开口，就一定把话插进去，根本不给程昱和李安琪说话的机会。舅妈狠狠地白了我一眼，你给我闭嘴！舅妈，不是你总说我不上进吗？程公子那么优秀，我今天也正好跟人家学习一下。舅妈看了眼一旁的程昱，暂时把火气压下去了一些，毕竟有些话不好当着程昱的面说。好不容易才把2个人都约了出来，要是因为这个废物给搅糊了，可就太不值了。想到这，舅妈直接站了起来。赵阳，你跟我出来一趟。我则是像没听见一样，继续吃着桌上的饭菜。舅妈什么事非得现在说呀？我还没吃完呢。跟我出来。舅妈见我仍是不动，直接拉起了我就往外走。到了门口，舅妈一脸的气急败坏。赵阳，你跟来捣什么乱？舅妈，什么叫我捣乱？你让我老婆跟别的男人出来吃饭，我这当老公的还不能过来看看了？舅妈的心思我怎么能不清楚？索性今天就把话都说明白了，省得舅妈以后再来找麻烦。你知道什么？人家程昱是要和安琪谈正经事的。什么正经事？我不是傻子，你不就是想要让程昱有机会接近安琪吗？对，我就是要给他们俩制造机会。你也不看你自己什么德行，配得上安琪吗？舅妈，你是个长辈，现在做出这种事来，太过分了吧？你个废物，自己没出息就算了，现在还想把安琪的事业也给毁了。人家程昱是什么身份？帮安琪还不轻松，再让安琪跟着你，还不得苦一辈子？舅妈的话让我一愣，什么事业？你连安琪现在正忙成立教育机构的事都不知道？随后舅妈不屑的一笑，掩饰，你个废物能知道什么？安琪现在急需投资，程昱一句话就能帮安琪，你倒好，非要来搅和。真不知道我们李家倒什么霉，碰见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听到这，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难怪李安琪最近这么忙，原来都是在忙这些事。舅妈正说的功夫，就看见李安琪和程昱也从餐厅里走了出来。你们怎么也出来了？舅妈，我这边突然有点事，得走了，饭就不吃了。舅妈听了一愣，饭才吃了一半，怎么就要走？再看向程昱，更是满脸的尴尬。李安琪正要走的时候，见我没动，不耐烦地喊着：“愣着干什么？还不走？”既然李安琪要离开，我自然不会再做逗留，当即就跟着李安琪一同离开。见状，舅妈便知道今晚这件事又要泡汤了，不由叹了口气，同时也对我产生了更深的厌恶感。程公子，真是不好意思啊，安琪这丫头的事业心太重了，这次肯定也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她才临时要走的，你千万不要介意。没事没事，大不了下次再约。程昱要维持自己的风度，表面很是宽容大度的说道，可事实上他内心早已是备苦不悦。约了李安琪3次都没能成功有所进展，而且每次都是被我在一旁坏事，简直就像烦人的苍蝇一样，怎么甩都甩不掉。不过越是如此，程昱就越是要把李安琪追到手不可。像他这种富二代，泡妞往往都是轻而易举，可像李安琪这样的女人，反而让他感觉很有挑战性，充满了征服的欲望。看来赵阳那小子是要好好针对他一下才行啊！一念至此，程昱就想到了几天后的校园招聘会，嘴角便掀起了奸诈的笑意。只要你落在我的手里，看我不折磨死你！我听说你最近在忙着成立教育机构的事，舅妈告诉你的，你回答我是不是就行了？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难道你还想靠我的关系进我的机构里去上班？告诉你，别做梦了，没有捷径可走。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准备简历，再过几天的招聘会上找个好工作，其他的不要多想。好吧，我知道了。虽然李安琪没有正面回应，但事实已经显而易见，而我也很清楚，以李安琪那独立的性格，是不会随随便便接受别人投资的。所以就算想要帮忙，也不能明着来，还得想个办法才行。正当我陷入思索之际，就看到了前方不远处的金银饭庄，脑海中顿时灵光一闪，在前面停车吧。你又要干嘛？
那啥，刚才饭庄经理发消息说今晚比较忙，让我过去加个班。李安琪这才看到前面的经营饭庄，便一脸嫌弃的说道：加班费才几个钱，这么晚了还要去上班，你也就这点出息了。还有，你最好赶紧把这个工作辞了，免得又给我丢人现眼。过几天应聘成功再说吧。你自己走过去吧，我可不想被别人看到我送一个服务员过来上班。赵先生，贵客呀，你要来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呢？我也好提前给你准备包间呢。我不是来吃饭的，而是有点私事想要找你帮忙。哦，赵先生，你有什么事尽管直说，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一定帮你解决。我想成立个投资公司，但由于一些特殊原因不能直接出面，所以想看你有没有什么门路。还没等我说完，李经理就点头说道：明白，我明白，你们那些豪门世家就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考验能力，对不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你要是能搞定的话，我还可以考虑让你担任总经理。哦，赵先生您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在这里当了这么多年的经理，人脉宽广，只要3天时间就能把一切办得妥妥当当的。哦，那就最好不过了。随后又和李经理商量了一下具体事项以及资金方面的问题。就这样过了2天后，李经理便打来了电话。赵先生，你要办的那件事，我这边已经办妥了，就差您来最后拍板了。这么快，看来你办事确实很有效率啊。哪里，赵先生您过奖了，帮您做事就是要有这种速度才行。您看什么时候有空过来看看。虽说李经理办事已经够快了，但我也不想让李安琪为了投资的事去四处奔波，忙碌不堪。早一天处理好，李安琪就能早一天安定下来。把地址发给我吧，我现在就过去。赵先生，这就是我按照您的要求计划帮你收购过来的公司了，你看怎样？之前商量的时候，我就和李经理说过，规模大小无所谓，重要的是得足够快，这样才能以最短的时间对李安琪的机构进行投资。所以直接收购无疑就是最快捷简单的解决方案了。这一栋都是？是的，要是您觉得还不够的话，再换其他也行。够了，公司有多大并不重要。看来这赵先生并不是那些只求外在豪华气派的浮夸富二代，还是相当务实的。没错，对于投资公司来说，业务能力才是重要的。虽说他们的经营状况一般，但胜在运作体系完整成熟。今天收购，明天就能立刻展开投资。这就更好了，我看中的就是这一点。那我这就去叫老板过来和您当面谈谈。去吧，我自己先逛逛。说完，李经理便走了进去，我则是自己在1楼大厅里待着。我随意的溜达了一圈，又打算去2楼看看。就在等电梯的时候，只见一个年轻貌美、身穿西装制服的女孩，正小心翼翼地抱着一大叠高高的文件夹走过来，一副摇摇欲坠的模样。哎呀！女孩忽然脚步不稳，身子一晃，怀中的文件即将倾倒下，引得她不禁尖叫出口。我连忙跑上前去，伸手帮她扶住，这才没有掉在地面上。女孩松了口气，说道：谢谢。不客气，我来帮你拿吧。你要上几楼？说着，主动从女孩手中接过那些文件夹。那就麻烦你了，2楼。巧了，我也去2楼。我以前从没见过你，你应该不是我们这里的员工吧？不是，我看你们都这么忙，生意很好吗？唉，一般般，也算不上太好。简单聊了几句，电梯就来到了2楼。可刚一走出去，就见一个肥头大耳的胖子气冲冲的走来。陈雪，你在干嘛呢？叫你拿点文件也慢吞吞的，是不是没吃饱？那女孩一惊，显然有些害怕这胖子，但还没等她开口解释，那胖子就注意到了抱着文件的我。这小子又是谁？拿个文件还要叫帮手？你这么娇贵还上什么班？王经理，你误会了，我们是在楼下遇到的，他出于好心帮了我一下。所以你随便遇到一个人就敢带进公司里面来，万一丢了东西或者有商业机密被泄露了，你担当得起这个责任吗？王经理，怎么你还想顶嘴狡辩？告诉你，这个月的奖金别想要了。陈雪一怔，想要说些什么，又不敢再开口，满肚子的委屈憋着说不出来，瞬间就红了眼眶。那王经理见状，气势更盛，还想哭？公司可不是给你撒娇的地方，再摆出这个样子，扣你1半工资。此话一出，吓得陈雪心头一颤。她本来就刚进公司没多久，工资不高，这要是再被扣掉，完全就没办法生活下去了。王经理没有半点怜悯，反而是这种利用权力打压下属的做法，让他感到很是得意洋洋。而事实上，他也是这间公司老板的小舅子，向来都是作福作威，仗势欺人。王经理又在那里训人了。哎，小雪真是可怜。都看什么看？你们也想被扣工资吗？快回去工作。这位经理，我觉得你做的有点过分了。你算哪根葱？我怎么管理我的手下？关你屁事！我只是想说句公道话而已，你没必要这样欺负人家一个小女孩吧？你是不是吃饱了没事干，来我这里多管闲事？我想怎么扣就怎么扣，你一个闲杂人等，没有资格废话。
还有，我限你在10秒之内滚出去，不然我可就叫保安上来了。这胖子简直不可理喻，真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人也能当上这里的经理。王经理见我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又大叫道：“你这臭小子还不走，让你滚出去！耳朵聋了吗？你这混蛋是怎么和赵先生说话的？”王经理瞥了一眼，他倒是去过几次金银饭庄，对李经理有点印象，只是不知道这家伙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赵先生，你没事吧？我摇了摇头。李经理又转而对王经理说道：“你刚才那是什么态度？还不快给赵先生道歉！”什么道歉？你他妈的是在和我开玩笑吧？不光是这小子，你也给我一起滚！在我的地盘上轮不到你说话。话音未落，旁边就有一个巴掌呼啸而来，狠狠地扇在了王经理的胖脸上。姐夫，来人正是这间公司的老板，此时正满脸怒意，恨不得把他这小舅子给掐死。别叫我姐夫，我没有你这么废物的小舅子。王经理一脸懵逼，完全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情况。姐夫，他们给我闭嘴！林哥，真是对不起啊，我这小舅子就是个混账，你千万不要介意。我是无所谓，最重要的是看赵先生的意思。老板这才看向旁边的我，心生意外，没想到李成背后的大金主居然是个穿着朴素的年轻人。您就是赵先生的，刚才实在抱歉，作为老板，我代表全体员工给您赔礼道歉了，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听到这话，众人才意识到了我的身份，无不大吃一惊，特别是那王经理和陈雪，皆是瞪目结舌，他们怎么都无法想象我竟然是一个连老板都要去巴结的大人物。想到这，王经理顿时浑身发凉，呆呆地看着我。我暂时没去理会他们，毕竟来这里是有正事的，便向李经理问道：“你们谈的怎么样了？”李经理有点尴尬地说道：“按照我之前的调查，他们这间公司是挺值得收购的。我和这老板也聊得不错，但就是不知道会有这种管理人员，是我疏忽大意了。不然我还是再帮您找另一家吧。”那老板闻言，心头一沉，屏息以待，等着听我的决定。很害怕这件事就这样泡汤了。不用那么麻烦，就这家吧。我并不指望靠这家公司赚钱，只是想弄个合理的方式，尽快给李安琪投资，让他不用那么奔波劳累，其他的都不重要。可这却让李经理和那老板都始料未及。按理而言，王经理那样得罪了我，这笔生意是绝不可能成功的。但我非但没有计较这件小事，而且还愿意收购，可见这等胸怀气概实在是非同一般。那老板见事情有所转机，心头大喜。赵先生，您真是大人有大量啊！要不我们现在去办公室聊一下，给您介绍我们的详细状况。我看了眼时间，想起学校那边马上就要举行招聘会了，便说道：“不用介绍了，你们的生意本来就一般般，我也没想你们能帮我挣多少钱。”我都还没给他说明清楚，为什么他会知道这些事情，还给出了一般般的评价？难道他只是看了几眼，就已经对这公司的经营了然于胸了？这恐怕是从小就受到顶级的商业教育，才能培养出来这么敏锐惊人的眼光吧。我还有事要先走一步，后面的事情就麻烦李经理你去处理了。不麻烦，赵先生你放心，我会办好的。对了，这个家伙该怎么处置？你自己看着办吧，要是忙不过来的话，就让陈雪帮你管公司吧。哪位是陈雪？陈雪至今还处于有点呆滞的状态中，此时才反应过来，小声地说道：“我从今往后，你就是这间公司的总经理了。”陈雪大感惊异，自己不过是抱着一堆文件遇到赵阳，然后就摇身一变成了总经理，这简直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而一旁的王经理也终于意识到大祸临头了。姐夫，他当经理，那我怎么办？哼，这都是你自作自受。现在公司不属于我了，我再也帮不了你，自己想办法去吧。姐夫，你可得帮我说几句好话。要是没有工资，我拿什么去还赌债和房贷？我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不会再管你了。李大哥，叫爸爸都没用。赵先生大多没有怪罪你，你就应该谢天谢地了。至于这份工作，你就别想要了，滚吧。赵阳，你死哪里去了？你难道忘记今天有招聘会了吗？没忘，我正在路上，马上就到。还在路上？招聘会已经开始了，你现在还没到，到底有没有把自己的前途放在心上？你是想一辈子给人端盘送菜吗？运气不好，遇到堵车了，我也没办法呀。你要是提前半个小时出门，会有这种事？我看你就是心不在焉，一天到晚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唉，还不是为了帮你弄投资吗？没等我回话，只听李安琪又严厉道：“我限你在15分钟以内出现在我面前，否则看我怎么收拾你。”唉，真是太不知进取了。哟，李老师，你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吗？怎么一个人在这里摇头叹气？程先生你好，程玉家的公司这次也有参加招聘会，所以李安琪会在这里见到他，并不感到意外，但也只是出于礼貌性的打了声招呼，语气甚至还有些冷淡。程玉听到这话，还是感到有些不悦的。你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呢。
那是我的私事，与你无关。我这不是受了你舅妈的托付，多来关心一下你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在烦恼投资的事情？不是。李安琪最近确实在忙着拉投资，而且还一直没有进展，让他很是焦虑。可如今却不是因为这件事，但程昱只当李安琪是在嘴硬，又继续说道：其实这对我来说真的只是件小事，只要几句话就能帮你弄到投资，不值得让你那么心烦。要不今晚我们俩找个地方吃饭，顺便再详细聊聊这件事。不用。李安琪冰冷而又果断地拒绝道。程昱脸色一僵，显得有些尴尬。这本是他约李安琪最大的一仗，却没想到起不到作用。那不如我们来谈谈招聘的事情吧。你有没有哪些优秀的学生可以推荐？要是你看中的学生，我们公司也会给予更好的待遇。李安琪看了看手机，又东张西望着，明显没有心思听程昱讲话。与此同时，我也终于赶到了学校，正在四处找寻李安琪在哪里，想着尽快前去报道，免得又要遭一顿骂。走没几步，就见几个女同学站在一处，七嘴八舌的低声议论着。那个就是程氏集团的公子哥程昱吧？对呀，他家里那么有钱，人又长得好看，简直就是名副其实的高富帅呢。我看他和李老师在那里聊天，两个人该不会是男女朋友关系吧？很有可能，他们两个郎才女貌，太般配了。好羡慕李老师啊，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认识这种富二代。我也看到了李安琪，便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这家伙过去打扰李老师干什么？真是太不解风情了。哎，同样都是男人，为什么赵阳和那陈公子的差距就那么大呢？呵呵，人家陈公子今天是来招聘人的，赵阳能不能找到工作都是个疑问，他们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没办法相提并论。另一边，程昱还在纠缠不休，可李安琪却有点不耐烦了。这时正好看到我，就直接抛开程昱，迈步走了过来。你怎么现在才到？上课迟到，招聘会也迟到，有没有点时间观念？我不是赶在15分钟来了吗？慢了半分钟，才30秒也要算？30秒就足够让你把简历多投给一家公司了。对了，你的简历呢？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手上空无一物，把最重要的简历给忘了。可也不等李安琪再发火，我拔腿就跑，边跑边叫道：我之前已经弄好了，现在就去找地方打印出来。李安琪被气得不轻，但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我跑开。那几个女学生见状，皆是哄堂大笑。原来李老师，你是在烦学生的事？程先生，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忙，没工夫陪你闲聊，再见。李安琪说完便扬长而去，不再搭理程昱。被晾在原地的程昱已然恼羞成怒，肯定是因为赵阳那家伙，要不是他惹得李安琪心烦意乱，说不得这次就能成功把李安琪给约出去吃饭了。你小子敢坏我好事，那我今天不但要让你应聘不成，还要毁了你的名声。哼！一会过后，我才拿着一叠打印好的简历，重新回到校园招聘会的举办地点。你这家伙还挺悠闲的嘛，和你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作为同学关心你一下而已。你再这样下去，恐怕是找不到工作的了。这时候，之前的那几个女同学也凑了上来。对啊，赵阳，我们都很关心你呢。要是你没找到工作，以后我们去餐厅吃饭的时候遇到你在当服务员，那就太尴尬了。那就不只是尴尬了，而是丢脸。所以你为了我们班级的集体荣誉着想，也要表现得积极一点，不然毕业1年后开同学会，我怕你都不敢来了。他们几个自以为是的替李安琪打抱不平，觉得是我打扰了李安琪和程昱相处的机会。此时表面说着关心，实则是在冷嘲热讽。我没和他们一般见识，直接向前走去。别挡路！嘿，还装高冷呢，我就看有没有人会要你。不如我们几个等招聘会结束再来找他问问，好打击他一下。哈哈，好，让他棒打鸳鸯，我们就来帮李老师教训他。这位小妹妹，我看你挺适合来我们公司的，要不要来试试？喂，别走嘛，再聊2句啊。我路过一处时，听到这带有几分猥琐的声音响起，原来那是见过几次面的周强，正在朝着一个快步远去的女学生说话。他这家伙一看就知道不是来正经招聘的，而是想要借着这次机会来泡女大学生的。男的不要，找别家去吧。周老板，你这样做可不太好吧？哎呀，我怎么做关你屁！是你？没错，是我是来应聘的。你还是要来应聘？他不是故意来找我麻烦的吧？难道上次投资了他们学校还不足够抵消之前得罪他的事？不过或许那点钱在这种超级富二代看来根本就不算什么吧。周强暗道不妙，当即笑着说道：真是不好意思，我们招够人了。那几个面试官闻言一愣，觉得这大少爷玩得越来越离谱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周强就朝那几个面试官大吼道：还愣着干什么？收东西走人！留在原地的我则是一脸懵逼，怎么也想不明白，那周强为什么要躲着自己？不就是当着他的面买了个房子吗？不至于吧？看来我还是不够低调啊。
周少，你怎么回事啊？胡经理，你们华盛集团也来这里招聘？是的，而且我们大老板很重视这件事，我作为人事部经理，也要亲自过来看一眼。一个小小校招也那么重视，难怪你们华盛能够成为我们市的龙头企业了。我看你刚才好像被一个学生仔给吓跑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来话长啊，那小子是什么人，还能够把你给吓到？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但他是那种随手就能掏出近千万的富二代，你就可想而知是什么级别的人了吧？那胡经理闻言一震，他认识的公子哥可不少，但真正随便就可以拿出近千万流动资金的，却没有几个。我看那小子很普通啊，不像是有钱人吧？怎么？难道你还不相信我的判断？那倒不是，公子哥看公子哥才是最准确的，我就是觉得有点奇怪而已。在富二代的圈子里，不少人都有一些古怪的癖好，有些人就喜欢装穷学生泡妞，可惜我长得比较成熟，不然我也想这样玩玩。这个我确实听说过一些，不过那小子是哪家的少爷？周强摇了摇头说道：我们本地的富二代，不说认识多少，起码很多我都见过一面，但却从没听说过他这号人物。我只知道他叫赵阳，应该是隔壁市的。姓赵还是隔壁市？难道他就是赵腾集团董事长传说中的那个私生子？赵腾集团是隔壁市的龙头企业，相当于华盛集团在本地的地位。而在传言之中，那董事长有个18、19岁的私生子，可是碍于种种原因，从来没有正式露面过。如今听到胡经理这么一说，周强也不禁说道：很有可能啊。胡经理想了下说道：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可得好好抓住这个好机会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周少，你有所不知，最近有个大项目，我们集团正打算和赵腾集团来个强联手，一举拿下。不过目前还在谈判期间，没有定数，因为那是赵腾集团比较拿手的项目，不知道愿不愿意分一杯羹出来。要是可以借助董事长私生子的关系促成合作的话，那我可就立下大功了。但我们也只是瞎猜而已，万一不是呢？就算不是，他也是个富二代，对不对？搞好关系总是不会吃亏的，而且这种事宁可弄错，不可放过啊！还是你够精明啊，怪不得你们大老板也那么信任你。胡经理满脸笑意，像是天上掉下金的，就等着自己去捡一般。总而言之，多谢周少你给我提供这个消息，我得抓紧去处理一下才行，免得被别的公司给招去了。去吧，你要是能和他搞好关系，对我来说也是件好事。说完，胡经理道别周强，乐呵呵的离开，心里盘算着该怎么做。咦，这不是小赵吗？你要应聘的话，来我这里看看啊。好吧，这是我的简历。站在对面的程昱装模作样的看着简历，陡然间放声大喊道：赵阳，你就是那个在校行为不端，好像曾经还偷过钱的赵阳？此话一出，四周众人，无论是学生还是其他公司的招聘人员，都齐齐看了过来。仅此一句话，我就成了在场众人的焦点。我可没有偷过钱，你不要血口喷人。程昱先是露出一抹不易被人察觉的奸笑，继而又厉声说道：这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我从别人口中打听过来的。那些人都是你的同学，对你的为人品性应该是最了解的了。为了搞臭我的名声，程昱在招聘的时候还是花费了一点心思去打听情况的，刚好就问到了上次班费的事情。虽然后面已经证明那钱不是我偷的，但其他班的同学并不了解全部真相，随口就是那么一说，而这也就被程昱给利用了起来，故意加大宣传，就算不能给我定下罪状，那也能影响到别人对我的第一印象。再加上我的学习成绩本来就不算突出，这样再想找到工作就简直是难如登天了。别人随便说点什么你就当真了？你们公司就是这样去看待别人的？假如你是一个好学生，别人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诬赖你？肯定是事出有因的吧。反正我们程氏集团是不会要你这种人的，滚吧。说着，程昱就当着众人的面把我的简历给丢在了地上，又继续向其他公司的人说道：还有，我好心劝告大家一声，不要招收这种不明不白的学生，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那些面试官闻言皆是纷纷点头，虽然不清楚事实，可也实在没必要招一个存在质疑的人进公司。与此同时，有些压根就不认识我的学生们，也由于程昱的这般操作，对着我指指点点，低声议论了起来。一时之间，我仿佛真的成了个小偷，受到众人的围观鄙夷，找不到工作不说，还要蒙受不白之冤。我再说一遍，我从来没有偷过1分钱。谁愿意相信你？谁会帮你作证？在场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帮我说话。有些知道真相的同学也看出来了，这是程昱故意在搞我，犯不着因此而得罪了人家一个富二代。然而就在这时候，只见一个30多岁的男人忽然走入场间，捡起了被程昱丢在地上的那张简历。我愿意相信他。这句话说的轻描淡写，可此时所有人都看到了那人胸前挂牌上写明的身份职位：华盛集团人事部经理胡亮。作为本地的龙头企业，华盛集团是这次招聘会最重量级的公司，而由这胡经理所说出来的话，也意味着同等的重量。由于胡亮的出现，使得全场陷入一片安静。当然，最关键的还是他那句话，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堂堂华盛集团的人事部经理会愿意相信我。胡经理，这件事与你无关，我劝你还是不要多管闲事。
我们来这里进行招聘，那么所有前来面试的学生都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员工，这怎么会没有关系呢？但他好像并没有去你们华盛应聘吧？现在是还没有，可不代表着等会没有机会。他就是一个小偷，难道你们连这样的人也要？看来华盛集团的招聘标准也不怎么样吗？重点就在这里了，你说他是小偷，可有证据？仅凭一些道听途说来的消息，你就要给一个学生定下偷窃的罪名，这样的判断未免太过草率了。胡亮对我没有太多的了解，可通过周强之口，他已得知我是个随手就能拿出近千万资金的超级富二代，怎么看得上一点小钱？我也没有说他一定偷过钱，可是既然有人说了，那就值得怀疑，值得警惕。这话倒也没错，但你错就错在不经过调查的情况下就大肆宣扬此事。你知不知道你随意的一句话会给一个学生带来多大的影响？你甚至可能会毁了一个人的前途，让他读书10多年来的努力全都化为灰烬。假如他的努力那么容易被毁掉，那就说明他做的还不够好。是啊，你是程氏集团的公子哥，一生下来就锦衣玉食，前途无忧，可以高高在上的说别人不够努力。但你不要忘了，没有那些在底层奋斗的员工，你们家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不好好尊重每一个应聘者，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紧接着胡亮又举起那张简历说道，还有，简历代表着一个学生对自己的人生学习经历的总结，有其尊严所在，你不应该把它丢在地上。说得好，真不愧是华盛集团的人啊，这才是一个好公司应有的待人态度。华盛能成为我们市的龙头企业，看来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胡亮的那一番话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其实也早就有人看不惯程昱的做法了，只是不敢说话。如今有胡亮这种人物挺身而出，那些人自然就跟着附和了起来。程昱看到众人的情绪倾向发生变化，又沉着脸说道，就算你说的再多，我们公司是不可能要他。以你这样的招聘态度，我想他也不会想要进你们公司了吧？胡亮说着便看向了我摇了摇头说道，是的，这种不懂得尊敬人的公司，我就算嘎掉也不会进的。那你有没有兴趣把简历投到我们公司来试试？虽然我不能保证一定会录用你，但起码可以给彼此一个机会。此话一出，众人又大吃一惊。华盛集团的实力和待遇不言而喻，要知道，那可是所有应聘者都梦寐以求想要进去的公司。尽管这不是要直接录用，但能够被胡亮多看一眼，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就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我当然愿意去试试。我没有犹豫，一方面是很感谢胡亮的仗义之言，另一方面是进了越好的公司，就越能给李安琪一个交代。总算没有白费功夫，那就到我们公司的招聘位去聊聊。看到这一幕，程昱的脸色阴沉到了极点。那个胡经理真是太讨厌了，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要不是他来捣乱，赵阳可能就只能去做服务员了。不过他为什么要帮赵阳？难道他们有什么关系？屁的关系，赵阳就一个穷小子，要是认识胡经理，早就直接去应聘了。我看那胡经理就是武侠小说看多了，喜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什么的。那照这么说来，就算赵阳给了简历，也不一定会被录取吧？是肯定不会被录取的，那胡经理只是想出风头而已。但华盛集团的要求还是很高的，以赵阳在学校的成绩和表现，根本就达不到标准。说的也是，我刚才也去看了一眼，华盛集团这次就只招10几个人，哪里能轮得到赵阳？别人能帮得了他一时，帮不了他一世。归根结底，他还是个没有什么前途的家伙。胡经理，刚才的事情真是多谢了，举手之劳而已，不用谢。但你为了帮我说话，终究还是得罪了那个家伙，这不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吧？我好歹也是华盛集团的经理，而且我们大老板十分信任我，所以你根本不用为我担心。那就好，但我还是很好奇，胡经理，你为什么要帮我？因为我以前的家境也不好，也是从一个穷学生爬起来的，曾经就被富二代欺负过，当时没有人帮我，我能够理解你的感受，而今天我看到了这种情况，就绝不能坐视不理。原来是这样，现在这社会，像胡经理你这样的人实在是不多了。不过事情一码归一码，我帮你不代表我们公司就会录用你，这一切还是要按照正规的程序来走。我明白，你去排队吧，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忙，好好表现，希望你有机会能加入我们公司。胡亮说完便转身离去了，随后就给手下的面试官发了条消息，让他们多留意一个叫赵阳的应聘者。一段时间过后，排队许久的我终于就来到了面试官的面前。那面试官接过简历一看，眉头微皱。纵观整个简历，这小子也没什么突出的地方，胡经理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的情况我已经大概了解了，回去等消息吧。好的，谢谢。不多时，胡亮找到了那个面试官，说道：“把那个赵阳的简历收好，放在待定的名单当中。”那面试官一脸疑惑地问道：“我看那小子很普通啊，完全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你懂什么？我这样做自然有我的道理，何况我只是让他待定，最后要不要这个人，根本轮不到我来决定。”李经理，你那边处理的怎样了？
一切都搞定了。那就好，我这里有个公司需要你去给一笔投资。没问题，赵先生您尽管交代，我一定帮你办好。而后我便把李安琪的一些情况告诉了李经理，让他以最快的时间去处理这件事。只要投资成功，那么想必李安琪的火爆脾气就会有所好转了吧？赵阳，你怎么在这里瞎逛？那么多公司，你都去问过了吗？大部分都问过了。你也会说大部分？以你的成绩，不全力以赴，怎么可能得到机会？好了，我知道了。知道还不快去？最好全部都去应聘一遍。要是找不到工作，你就等嘎吧。难道你还想谋杀亲夫？而就在我刚要逃离开来的时候，只听李安琪的手机响了起来。李安琪见是个陌生号码，不由秀眉微皱，但还是按下了接听键。你好，请问是李安琪小姐吗？是的。你最近是不是正打算创立一个教育机构，急需投资？没错，请问您又是哪位？我是东信投资公司的人，我们正想投资这方面的初创公司。你要是有兴趣聊聊的话，不如我们约个时间见面。可以。那我们今晚8点在金银饭庄见面，你看行吗？金银饭庄，没问题。那就晚上见面再聊吧。简单说了几句后，李安琪就挂掉了电话，看上去整个人都变得轻松了一点。站在一旁的我听到金银饭庄就知道那是李经理打过来的了，只是没想到那家伙的动作居然这么快。而看到李安琪这模样，我也是心生欣慰。然而还没等我高兴，只见李安琪的脸色又冷了下来。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招聘会马上就要结束了，还不快抓紧时间？赵阳，你今天应聘结果怎样啊？又不是立刻就能知道结果，你问我问谁去？原来不是马上就确定的啊，我都不用去应聘，还真不知道呢。连连，你一毕业就能去你表哥家的地产公司上班，当然就不用那么辛苦的去应聘了。那是当然的，不过你们也放心，以后等我在那里站稳脚跟了，也可以把你们带进去的。那就太好了，先多谢玲玲你的好意了。张勇的工作也不用愁了吧？我老爸早就帮我安排好工作了，哪里像某些人，可能找了一整天都没有人愿意要他，真是太可悲了。这就是差距啊！话也不能这么说，人家赵阳不是被华盛集团的胡经理叫过去了吗？有这一层关系，应该也是拿酒稳了吧？我本不想理会他们，但听到说起胡经理，便说道：“你们不要误会了，我和胡经理没有半点关系。我去那里应聘也是按照常规步骤进行的，不存在靠关系走捷径的事情。”那也就是说，虽然人家胡经理帮你说了话，但其实根本就没想招你进去，这岂不是让你白高兴了？这也太惨了吧！众人闻言都笑了起来。我摇了摇头，正打算迈步离去，那许玲玲又叫住了我。等一下，我表哥还要来找你呢。吴昊天，他找我干嘛？我哪知道，反正他让我叫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刚想说没空，就见一辆白色的奥迪 A8在不远处停了下来，紧接着就看到吴昊天从车上走出。你表哥开着车可真帅呢。对啊，我以前没发现奥迪也能那么好看。以他的身家财产，开这种车已经算很低调的了。那是，这车和你老爸的劳斯莱斯幻影比起来，还是差了好几个档次呢。每次提起这件事，许玲玲都满是得意，没有丝毫不适应，好像已经是事实了一样。我一阵无奈苦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是好。许玲玲瞪了我一眼，说道：“笑什么笑？我爸那车，你奋斗一辈子都买不起一个车轱辘。”几人正说着，吴昊天已然走到了前方，和许玲玲等人打声招呼，却故意冷落我。我轻咳了一声道：“你不是有事要找我吗？”吴昊天这才假装反应了过来，说道：“不好意思，你确实不太起眼，我都没注意到你的存在。我今天来找你是有正事的。”说着，吴昊天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薄薄的卡片，递了过来。我看了一眼，发现那不是名片，更像是某种特制的卡，但没有伸手去接，问道：“这是什么？”这是一场宴会的入场卡，为了答谢你上次帮我们解决了麻烦，特地来邀请你的参加的。什么宴会？就是很普通的聚会，有很多好吃的，反正不用你花钱，去免费大餐一顿，不也是件好事吗？我犹豫了一会，终究还是接了过来，倒不是稀罕那些东西，只是不想再被纠缠，尽快收下走人。这就对了嘛，那我们就明晚见吧，时间和地点都印在上面的。我还要看情况，明晚不一定有空，就这样吧，我先走了。表哥，你人可真好，就是那赵阳好像有点不领情的样。对啊，吴公子你太客气了，是那个赵阳不识相而已。无所谓，我心意到了，他接不接受那是他的事情。事实上，吴昊天根本就不认为上次自己是被救了，反倒还认为是我抢了他的风头，所以这所谓的感谢也并没有他所说的那么真诚。那场聚会实则是一个上层圈子的豪华宴会，一点都不普通。吴昊天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要让我这样的穷人在那里面自惭形秽，羞愧的无地自容。只要参加了那场宴会，你赵阳就会意识到你我之间的阶级差距是有多么巨大，我还需要你来救，真是可笑。他们正说着，忽然便见一辆劳斯莱斯幻影从旁边飞快地开了过去。玲玲，你看那是不是你老爸的车？许玲玲一愣，发现那还真是他上次开的那辆。
不过他之前故意没有拍车牌号码，别人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你老爸不是出差去了吗？对啊，那车开得有点快，我也没看清是不是呢，应该不是的。不管是不是，能够开得起这车的人都很了不起。别的不说，我要是能有幸进去坐一下，就值得开心好久了。许玲玲心里也是这样想的，她何尝不希望那真是她老爸的车？但可惜事实是残酷的，如果她老爸真能买得起劳斯莱斯，她又何必去吴昊天家的公司上班？许玲玲望着车子离去的方向，心想：不知道那里面坐的是什么人呢？真希望可以认识这种大富豪啊！赵先生，您看您一会您时间方便吗？公司还有些文件需要您的签字。好，我现在过去。赵先生您来了，快里面请。正好饭店又上了几个新品，您还没吃饭呢吧？咱可以边吃边聊。吃饭的是不急，李安琪来了吗？他还没到呢。好，给我安排个离你们谈事情的位置最近的包间，切记不要告诉他我在这。晚上8点，李安琪如约而至。李经理，这是我们公司的资料，您看一下。这笔投资已经算是李安琪最后的稻草了，他必须要牢牢地抓住，准备得十分充足。李经理接过文件，扫了眼上面的数字。李小姐，我看上面的需求金额是70万。李安琪忐忑地点了点头。是的，虽然他自己很有信心，准备的也十分全面，可毕竟这也只是个刚刚起步的公司，仍是被很多人都不看好，这也是他接连碰壁的重要原因。在来之前，李安琪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虽说他需要的金额是70万，但是万一对方不接受，他也可以降低钱数，有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很正常。哪怕最后只有50万的投资，也算是能解决李安琪的燃眉之急。李经理，您觉得怎么样？话音刚落，就见李经理摇了摇头。我知道我的公司才刚起步，其实李经理，您要是觉得70万有些多的话，稍微……不是，是太少了。什么？我们可以给你投200万，70万只够你暂时的周转罢了，太少了。这当然不是李经理自己决定的，而是我特意叮嘱过，要给予李安琪充足的资金。那年底分红还有股份问题，贵公司想要怎么处理？有什么要求？李经理可是个人精，见李安琪神色略显凝重，自然猜透他的心思，随即笑道：李小姐多虑了，股份我们不感兴趣，投资只是为了赚钱，分红还是按照您资料上写那样就可以了，无非是再加长些年份罢了。李小姐要是不放心，咱们可以在合同上体现出来。听完李经理的话，李安琪的心才算彻底的放下了。不用，真是太感谢您了，李经理。李小姐要是没有其他的问题，咱们先把合同签了，我明天就安排财务转账。好的，没问题。坐在隔壁的我听到这，心里也算松了口气。李安琪的投资问题终于解决了，估计以后的日子也会好过一些了吧。签好合同后，李安琪信心满满道：李经理，您放心，我们公司一定不会让您赔钱的。李小姐好像误会了，我只不过也是给人家打工的，并不是公司的老板。您不是老板？是我们老板看好李小姐的公司，这才安排我联系你的，包括追加投资，也是我们老板的意思。啊，是这样啊。那李经理，您看方不方便联系一下您的老板？我想当面感谢他一下。感谢就不用了，我们老板虽然只有20出头，就已经有了一番作为，但是他向来喜欢低调。你们老板居然这么年轻？是啊，别看我们老板年轻，但是眼光还有心胸，都是高于常人。对了，他和赵阳就很像，无论是年纪还是性格。像赵阳？李安琪听了，眉头一拧，他哪里能听出来李经理带的话外之音，只觉得是李经理高抬了我。赵阳要真能像这个老板一样年轻有为，我哪还至于天天跟在他屁股后面操心那么多的事情。可不是嘛，赵阳和我们老板年纪一般大，所以现在的社会也算是他们年轻人的天下了。李安琪听了，有些无奈的笑了笑。赵先生，事情都处理好了，您看您还满意吗？就先这样吧，明天别忘了给他打款，以后关于他的投资都由你来全权处理，他的要求都尽量满足。我都记下了，赵先生您放心就好。我拥有10亿零花钱，但是我甘愿做老婆背后的男人。老婆要开公司需要投资，我直接买下一家投资公司给其投资。那个，我回来了。今天招聘会的成果怎么样？还不错，简历我都发出去了，现在就在等结果呢。还不错。李安琪曹的就站了起来，从包里掏出了一小摞的简历，砰的一声摔在了茶几上。这就是你说的都发出去了？我被吓了一跳，这才想起来自己的确是投了不少的公司，但那可是印了足足1沓的简历呢，哪能都发出去？最后走的时候，剩下的简历早忘了被放到哪去了，哪能想到会在李安琪的手里。我投了10多家公司呢，但是不少的公司都提前撤掉展位了。10多家？你知道现在大学生就业有多困难吗？你要是准时到，会来不及投其他公司吗？要不是其他老师捡到你的简历给我送回来了，我还不知道你竟然还这么不知进取。谁手那么欠？你说什么？赵阳，我告诉你，真到毕业那天了，你没有工作，别指望我会给你1分钱。我又没问你要钱。赵阳，你说什么？再给我说一遍。不是，我是说我一定会找到工作的。今天好几家公司对我的印象还不错呢，还有华盛我也投简历了，我还有他们胡经理的名片呢。
说着我就翻出了胡经理的名片，给李安琪递了过去。接过名片，李安琪扫了一眼，确实是华盛公司。你别以为投了简历人家就一定会要你，马上就要毕业了，你给我长点心。知道了，没准我还能进华盛呢。就你少在那妄想了，给我务实一点。还有，招聘会结束你去哪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那个我去饭店打工了呀。李经理说后厨忙不过来，让我去帮会忙。学校招聘会这么大的事，你都能迟到，饭店那点破事反倒让你这么上心？难道你真想在饭店工作一辈子？不是，今天是临时。不是什么？赵阳，你真是越来越没出息，你就不能当个有用的男人？人家也20出头，年纪和你一样就成了公司老板，你再看看你，什么都没有就算了，还不知道努力上进，我怎么救？李安琪话到嘴边，并没有继续说下去，随后狠狠地瞪了眼我，就回了自己房间。我无奈地叹了口气，刚躺在沙发上，就收到了李经理发来的信息。赵先生，有场宴会，邀请咱们公司负责人出席，不知道您的时间方便吗？我哪会喜欢这种场合，正想给李经理回个信息，让他代替自己出席的时候，李经理的第2条信息又过来了，好像李安琪小姐的初创公司也在受邀的名单里面。不知道为什么，我隐隐的感觉这种宴会，如果李安琪参加的话，程昱估计也会去。帮我查一下程昱在受邀名单上吗？没一会，李经理就回了信，程家也在受邀名单之中。这个程昱既然真的也去，明天指不定又会怎么纠缠李安琪呢？地址给我发过来，明天一定要低调。宴会的时间是晚上7点，时间还早，先去附近的商场置办一身行头吧。这不是赵阳吗？还真是巧啊！我刚翻看了2套衣服，就听见一阵阴阳怪气的声音，回头一看，竟然是张勇和许玲玲2个人。我没搭理这俩人，继续翻看着衣服。先生，您看这套怎么样？店里的服务生拿着一套浅灰色的西装，走到了我的面前。虽也是正装，但是却混在了有些休闲的元素在里面，看着并没有那么死板。我看着还算满意，但是还没来得及开口让服务员找尺寸的时候，许玲玲在旁边一声嗤笑。买西装来了啊？难不成你今天晚上真要去我表哥那个宴会啊？宴会？我一怔，我早就将吴昊天邀请参见宴会的事忘在了脑后，被许玲玲这么一说才想起来，再回想自己要去的宴会和吴昊天给的位置好像是同一处。难不成是一场宴会？那可就真的有意思了。怎么不可以？可以啊，难怪下血本了，都来商场里买衣服了，就怕你8吃的人模狗样的，结果被人像狗一样给丢出来。毕竟穷酸味这个东西，可是什么衣服都挡不住的。是吗？那可不一定。本就觉得吴昊天邀请我没安好心，现在再听许玲玲这口气，答案不言而喻。不过我可不担心，一个吴昊天还不至于可以把我怎么样。那就祝你玩得开心了。说着，张勇瞥见了服务生要拿给我的西服，这套不错，给我拿套中码的。张勇和许玲玲来商场也是为了晚上参加宴会来买新衣服的。本来他们不够资格，但是能参加那种宴的几乎都是高端人士，对于他们俩这种刚毕业的小白，简直就是致命的吸引。这要是能进去体验一回，那还得了？所以许玲玲只好去央求了吴昊天，这才多给了2张门票。这套只剩下1套了，是这位先生先看中的。这套西装多少钱？折后4600。我建议你还是卖给我，因为他兜里可不一定有这么多钱啊！你别再白忙活了。张勇不屑地笑着，其实4600对于他来说也不便宜，他顶多算个小康家庭，虽然买得起，但还是有些心疼。不过对于赵阳来说，可就不是心不心疼的问题了，估计他连掏钱的资格都没有吧。你别这么说，人家赵阳这不是还打工吗？一套西服应该还是买得起的吧。但是赵阳，我劝你还是放弃这套西装吧，就你这服务员的气质，再好的衣服穿在你身上也是浪费了。哦对，我怎么把你在饭店打工的事给忘了呢？张勇一拍脑门，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要不这位先生，您再看看别的，我们店里真的有规定，需要优先服务先到的客户。服务员在一旁有些犯难地说着。没事，这套西服给他吧，这价钱我确实不太满意，因为价钱有些太低了。自己向来低调，但是也架不住许玲玲和张勇接二连三的整事，与其这样，不如就高调一把。不过自己的高调，在张勇和许玲玲的眼里，就是在穷装逼。还太低了，赵阳你没事吧？当2天服务员给自己当傻了？一旁的服务员也没想到我会这么说。虽然之前张勇和许玲玲说话尖酸刻薄的口气，谁听了都不舒服，但是生气也不能说这种气话吧？装逼圆不上，岂不是更丢人？赵阳，那你想买多贵的西服来让我们开开眼？有5万以上的吗？听我说完，张勇和许玲玲笑的声音更大了。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最贵的西服只有12000的。怎么12000的你嫌便宜？ 12000很贵吗？
也是，跟4600比起来，可能是贵那么一点。听完我这么一说，许玲玲顿时憋红了脸。12000而已，我们怎么可能觉得贵？那你还要买4600的？要是我，肯定要好的。我不屑地撇了撇嘴，俨然一副不相信许玲玲他们买得起的样子。那你倒是买啊，吹牛批谁不会啊？你也承认你自己是在吹牛逼了呗？原来不过就是说说而已，我还以为你们俩能有多大的能耐呢。服务员，最贵的那个给我包起来吧，我要了，他们买不起。许玲玲被我这么一说，顿时火气上头，哪还管得了张勇钱包里剩了多少钱？给我也来一套，不就是12000吗？张勇在旁边一愣，马上扯了下许玲玲的衣袖，4600他都有些心疼了，哪还能买12000的呀？哪成想直接被许玲玲一把甩开。还愣着干什么呢？给我包起来啊！店员一愣，赶忙将最贵的西服给许玲玲包好了，拿了过来。小姐，请到柜台结账。张勇，结账去。许玲玲趾高气扬地看着我。一会等他们结完账，看看赵阳用什么买。一个穷屌丝竟然敢跟我叫嚣，还真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琳琳，张勇拧着眉毛，一脸忐忑地看着许玲玲。怎么了？结账去啊！许玲玲等来半天也没见张勇掏钱，有些不耐烦了。我卡里钱不够，要不咱别买了吧？张勇很是小声地在许玲玲耳边说道。许玲玲顿时一怔，随后狠狠地瞪着张勇。真是个没用的东西，竟然连12000都拿不出来。但是事情已经这样了，要是现在说不买，岂不是真的让赵阳看笑话了？许玲玲皱着眉，从包里掏出了张卡，趁人不注意塞给了张勇，小声道：“密码是我生日，记得还我。”张勇这才跟店员去结了账。许玲玲家里条件算是比张勇家稍微好点，但是卡里也不过2万块左右，一下子划出去一大半，心里还是揪了一下，想着等一会一定要让赵阳出尽洋相。赵阳，你不说你也要买吗？人家店员可是都等你半天了，你不会现在才说自己没钱吧？那你不是耍人家玩吗？是啊，赵阳，刚才不还要买5万的衣服吗？怎么现在便宜了，反倒拿不出钱了？你可都是跟店员说过了，得说话算话啊。刚刚张勇卡里钱不够，所以消停了一些，但是现在在许玲玲的帮助下，1万的西服都已经到手了，顿时又来了精神头。你们都买了，我还买什么？你买不起就说买不起，少扯那些没用的借口。先生小姐，这套西服我们店里只有1套，所以……许玲玲和张勇听了均是一怔。什么？这套西服只有1套？哈哈哈！你把西服试一下，一会再陪我去买衣服。那个，请问一下，这个款式我不太喜欢，能换刚刚那套灰色的吗？可以啊，但是这款西服原价36000，折后12000，属于特价品，要换其他款式，差价本店不予退还。一听不退差价，张勇和许玲玲的心里都是咯噔一下。就算他们再喜欢那套灰色的，但是也舍不得白白浪费了7000多块钱啊。先生，请出示您的邀请函。李经理也没说过邀请函的事啊。我叫赵阳，名单上应该有我的名，邀请函现在不在我的身上，能先让我进去吗？抱歉先生，我们这里没有名单。赵阳听后也不再为难保安，而是开始四处找着李经理的身影，说不定邀请函是在他的身上，但是找了半天也没看见李经理。难不成他已经进去了？赵阳又给李经理去了电话，但却始终无法接通。就在赵阳打电话的吴昊天也到了。哟，原来是赵公子到了。吴昊天虽是用着尊称，但口气却是满满的不屑，一声赵公子，摆明就是在嘲讽赵阳。怎么回事？还不让赵公子进去？这位先生没有邀请函。吴昊天听了狡黠的一笑，他当初只告诉了赵阳具体位置，并没有给他邀请函，就是想让他尝尝吃闭门羹是什么滋味。原来是这样啊，赵公子，我知道你想来这感受一下上流社会的氛围，但是你没参加过这种宴会，不懂，没有帖子是进不去的。谁说我没有邀请函？只不过我没带在身上罢了。哈哈哈，那好，邀请函呢？没带在身上，难不成是落在家里？用不用我送你回去取啊？吴昊天又是一阵大笑，他哪知道赵阳究竟是为什么会来？他只以为赵阳是因为受了他的邀请，他没给赵阳邀请函。像赵阳这种穷鬼，上哪能弄到去？正说话的功夫，李安琪也到了。你怎么在这？吴昊天看着李安琪直愣神，但发现这种大美女竟然绕过了他，直接同赵阳说话，难不成俩人认识？顿时有些不解。我陪李经理参加宴会，但是他还没到。赵公子，你还真是谎话张嘴就来啊！这次的宴会主人是委托我来组织的宴会，我可不记得邀请过什么李经理。吴昊天一脸的得意，虽然他不是主人，但这次宴会的确是他操办的，他只是大致看了些受邀公司的名单。赵阳公司的名头并不是李经理，吴昊天自然不知道李经理也会来，只当赵阳是在随便扯谎而已。李经理，李安琪皱着眉头扫了一圈，并没有看到李经理。他为什么会带你来？李老师，赵阳撒谎。说话的是许玲玲，她和张勇早就到了，准备等吴昊天收拾完赵阳以后再出来踩一脚，但是没想到会碰见李安琪。是啊，李老师，根本没有什么李经理，是那天林表哥来找我们说宴会的事，但是被赵阳听到了，他肯定是想来见见世面，所以打算混进去的。被张勇、许玲玲俩人这么一喊，
许多人都看了过来。原来真有人会来蹭宴会啊！我只听说过，还没见过的。也是，像咱们这种聚会，聊的都是大事，肯定有不少没背景的年轻人想混进来看看。但是这风险也太大了，像他这样被人揭穿了，也太丢人了吧？赵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想要参加宴会，就应该凭借自己的能力，硬往里闯，算是怎么回事？真是李经理让我陪他来的。赵阳有些无奈地解释道。李老师是真的，我们今天下午买衣服的时候还碰见赵阳了，他现在好高骛远的厉害，不但想混进宴会，还在商场里装自己是大款，要买12000的西服呢。许玲玲说着，就从手包里拿出了手机。老师，不信你看。下午，许玲玲本以为赵阳一定会在商场里出丑，就想着用手机把那一幕录下来，哪成想中间会出岔子，所以只录到了一半。不过现在看来还是有用的。李安琪看着视频里的赵阳，大言不惭的竟然要买5万块的西服，脸色顿时冷得厉害。他不过就当了几天服务员，就能猖狂到这种程度，没出息就算了，竟然还这么不知天高地厚。赵阳，你就这么想来参加这个宴会？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都说是李经理带我来的，那个视频根本不是像他说的那样，我真是……够了！李安琪眉眼间尽是愤怒。视频还能作假？你敢说上面的人不是你？那话的确是我说的，但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能让人在外面胡说八道？一个宴会而已，竟然能让你痴迷到这种程度，真是丢人！李安琪越说越激动。我怎么会跟你？会有你这种学生？你听我解释。好，既然你这么想参加，这是我的门票，给你。你要是还有脸进去，就留下来吧。说完，李安琪快步离开了宴会的大门口，直接开车走了。赵阳见李安琪要走，连忙追过去，可没追2步，李安琪的车就没了影子。李老师都被你气走了，你还有脸待在这？原来他是你的老师啊！有你这种学生还真是丢人。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还想参加这种宴会，真是白日梦做多了。吴昊天讽刺完赵阳，几人正打算进入宴会的时候，就看见一个中年西装男快步走了过来。此人正是这场宴会的主人，市里最出名的金融公司的老板宋有成。宋总，您怎么出来了？吴家的公司最近正打算寻求和宋有成合作，所以吴昊天这阵子才一直围在宋有成的身边，鞍前马后。我听见里面的宾客说外面出了点事端，就想出来看看，怕影响到我宴请的贵客。没啥事，宋总，就是有个想蹭宴会的，我已经安排保安轰他走了。你们先进去吧。宋有成并没有太搭理吴昊天的意思，而是走去了门口。许玲玲看得有些发懵，表哥怎么会这么客气对那个男人？表哥那是谁啊？你怎么这种态度啊？那就是今天宴会的主人宋有成。我警告你们俩，进去少说话，别给我惹麻烦。一听吴昊天这么说，许玲玲顿时一怔。宋有成可是个大人物，没少听父亲提起过，只不过他们家就是小本买卖，根本接触不到这种人物。没想到他今天竟然见到真人了，心里一阵窃喜。宋有成快步走到宴会门口的时候，刚刚看热闹的人都已经散去了，只剩下赵阳还在等着李经理。怎么回事？刚刚这里在吵什么？宋总，这位先生说他在名单上，但是没有邀请函，正在等人把帖子送过来。没有邀请函？宋有成这才看向赵阳。你是哪家公司的？赵阳一怔，他的投资公司叫什么来着？当初办这个公司完全是为了李安琪，他根本就没太管公司的事。至于公司名称也没记住，只好实话实说。公司名字我没记住，我叫赵阳，我确实是被邀请来的。保安在旁边听了，差点笑出声来。能来参加这个聚会的，不是公司老板，也得是个富二代。要是赵阳真是受邀来的，又怎么会记不住自己家公司的名字？这个谎话说的真是太没水平了。但宋有成听了，却没有像保安那样有任何嘲讽的表情，而是一顿：“你是赵阳？赵公子，您怎么在外面呢？”就在宋有成和赵阳说话的功夫，李经理到了。他在来的路上，车子突然出了问题，手机还没电了，所以这个点才到。您是赵公子？宋有成顿时面露喜色，李经理这才瞧见宋有成也在外面。赵公子，这位是这场宴会的主人，宋有成先生，也是由他直接邀请咱们的。宋有成是搞金融的，虽然在市里名声响亮，但公司却出现了问题，急需要大笔的投资进行缓解。但市内能达到给宋有成公司投资水准的富商可是没几个。宋有成没了办法，只好向自己搞投资的朋友打听一下邻市有没有资产雄厚的富商。巧的是，宋有成的这位朋友就是赵阳收购的这家公司的前老板，也是这位前老板告诉了宋有成，市里来了个不一般的年轻人，说不定能帮上宋有成的忙。这个人指的就是赵阳。所以宋有成这才举办了这场宴会，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能先和赵阳打好关系。赵公子，实在抱歉，您里面请，我这就去查清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给您一个交代。起初他还以为赵阳会是个和他年纪相仿的中年，但是没想到赵阳竟然这么年轻。要是和赵阳能打好关系，宋有成顿时觉得自己公司的事有希望了。这场宴会明明只是为了和赵阳打好关系，可要是因为邀请函的事再得罪了赵阳，那宋有成可就亏大了。我现在能进去了吗？赵阳淡然地说道，但是口气却有些发冷。他并不是个计较的人，也没有怪罪宋有成的意思，只是今天这事让李安琪对他的误会又加深了一层。
他着实高兴不起来。赵阳一直站在门口没走，也并不是因为多想参加这个聚会，而是咽不下这口气。请进，请进。你怎么进来了？我当然是走进来的了。怎么样，吴公子，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我是问你，谁让你进来的？邀请函呢？不是保安才查邀请函吗？难道你是保安？哼，我堂堂吴家公子，怎么可能会做保安的工作？我是宋总这场宴会的委托人，自然有权查你的邀请函。我没有邀请函。那请你出去，这是高端的宴会，不是让你蹭吃蹭喝的地方。吴昊天和赵阳说话间，火药味十足，更是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啊，这不是刚刚在门口那小子吧？他还真混进来了，也不嫌丢人。他就是刚刚你们说的那个没邀请函硬要蹭宴会的人啊！刚混进来就被人发现了，要是我早就找个洞钻进去了。吴公子，你可没有资格让我出去。哼，好大的口气！我可是受了宋先生的委派，这场宴会全由我负责。你竟然说我有没有这个资格，真是笑话！之前就听说宋总看中吴家公子，看来是真的。是啊，听说宋老板十分看重这次的宴会，他能把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交给吴公子，肯定是十分看好他的。能被宋老板看中的人，那还得了？你是负责宴会的，哼。那又怎么样？我说你没资格就是没资格，而且你能不能继续在这个宴会上待下去还不一定呢。哈哈哈，这简直是我近1年来听的最有意思的笑话了。难不成你还说你能把我给赶出去？这可不好说。赵阳，你以为这里是哪？敢在这装逼，你还真是不想活了。宋老板平常最讨厌的就是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了。要是一会宋老板进来，估计就不是把他给赶出这么简单了。李经理刚刚被一帮人围着，不知道他在投资公司的事是怎么传出去的。不少的人都在向他询问为什么转行的事，应酬了半天，才发现赵阳那边好像出了问题，随即快步走了过去。怎么了这是？这不是李经理吗？你也在啊？赵阳之前在门口一直嚷着是李经理带他来的，不会就是这个李经理吧？李经理，您来的正好，这有个来蹭宴会的，非说是你带他来的，还说邀请函在你那，是真的吗？邀请函我这里确实没有。见李成立戳穿了赵阳的谎话，吴昊天又得意了起来。赵阳啊赵阳，你非要把人彻底丢光了才死心吗？你可别告诉我不是这个李经理啊！吴昊天话音刚落，就见李成立再次缓缓开口。但是确实是我带他来的，怎么了，吴大公子，你有意见？什么？不可能！李经理，你可是有身份的人，怎么会跟这种人搅在一起？吴公子，赵阳是我的朋友，他什么身份，应该还轮不到你来定论吧？我吴昊天微不足道，但是你就不怕得罪了宋总吗？吵什么呢？吴昊天瞧见了宋有成，赶忙跑了过去。宋总，实在抱歉，由于我的疏忽，被一个闹事的闯到了宴会之中，但是我在处理的过程中被李经理给拦住了。我只是个小角色，人微言轻，但是惊扰了您的宴会可是大事啊！吴昊天说完，瞥向了赵阳和李成立的方向。这回看这两个人还能怎么办？得罪了宋有成可是大事，看他们还能不能再猖狂下去。闹事！宋有成听了吴昊天的话后，一脸的不悦。吴昊天嘴角一挑，很是得意。就是那小子，非说自己是受邀进来的，他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还想沾您的光。宋有成顺着吴昊天指过去的一看，那个他口中闹事的人竟然是赵阳，顿时脸色一僵。吴昊天以为宋有成这副表情一定是动怒了，心情瞬间大好，开始盘算着一会是给赵阳扔出去，还是打出去。宋总您别生气，我这就赶他走。你知道这个宴会有多重要吗？当初要不是你老子央求我，让我带着你见见世面，我会用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宋有成刚刚去查赵阳邀请函的事，原来就是因为吴昊天办事不力，宋有成交代的是忘了个大半，根本就没把宋有成的原话传到下面人的耳朵里，所以门卫的人根本不知道赵阳是不需要用邀请函的。宋有成这才回来想要找吴昊天算账，但是没想到这个吴昊天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现在竟然直接得罪了赵阳。宋总，您这是什么意思？宋总，您的宴会被这种人给搅和了，不怕影响了大家的兴致吗？这哪有你说话的份？保安，把吴昊天轰出去！宋家和吴家的合作就此作罢，以后不得让吴昊天再出现在宋氏集团。宋总，您真是……屋里的人个个面面相觑，许玲玲和张勇也是被吓了够呛，他们是跟着吴昊天起来的，现在他们该是走是留都不知道了。这怎么回事？不是说吴家和宋家的合作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吗？谁知道了，肯定是吴昊天那小子办事没办明白，让宋总不开心了呗。估计宋总收拾完吴昊天，又得收拾这个来蹭宴会的穷小子了。今天还真是有热闹看了。就在屋里一帮人窃窃私语的时候，只见宋有成走向了赵阳，许玲玲和张勇顿时又露出了一副看好戏的嘴脸。
一会等赵阳也被人给扔出去以后，明天会到学校，同样是可以嘲笑他的资本，光是想想就觉得无比开心。就在许玲玲和张勇正准备得意的时候，令他们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宋有成走到赵阳的身边，并没有呵斥，也没有让人轰走他，而是毕恭毕敬的在赵阳面前深鞠了一躬。实在抱歉，赵先生，打扰到您的兴致了。屋里的其他人也是纷纷睁大眼睛，生怕是自己看错了一样。大名鼎鼎的宋有成竟然会用这种态度来面对一个年轻人，纷纷猜测赵阳的真实身份。而赵阳看到这一幕，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虽然他不清楚宋有成是怎么知道他身份，但是他向来喜欢低调，被宋有成这么一弄，好像很难再低调起来了。李成立看出了赵阳表情的不对，连忙走到了宋有成的旁边，俯身小声说道：“赵公子向来最讨厌高调。”宋有成这才恍然大悟，连忙解释道：“小舅舅，您近来可好？这是我远房亲戚，别看岁数小，但是辈分高。”莫名多了这么一个中年外甥，连赵阳都有些苦笑不得。那个，我最近不错，你忙去吧。赵先生，刚刚实在是抱歉，我也是一时情急。没事，宋先生的用意我明白。至于合作的事，李经理已经跟我说了个大概，但是我今天实在是没有心情说这些，咱们改日再聊吧。那好吧，我送您出去。看着赵阳上车离去，宋有成长叹了口气，都是吴昊天那个废物惹的祸。他怎么也在这？怪不得在宴会上没看见他的影子，估计是知道李安琪没去参加宴会，他也就没去，而是直接来了李安琪的公司。有事？没事，路过看见你公司的灯亮着，猜到你应该是还没走，就想过来看看。我还有事，先走了。安琪，听说你投资到位了，我是真的替你开心，想请你吃个饭庆祝一下。不用，我还有事要忙。赵阳，你怎么在这？听是赵阳，程昱心里飙起了脏话。怎么走到哪儿都能碰见这个穷屌丝？哪天应该给这小子点教训，让他离李安琪远点。但是程昱一回头，瞧见我却愣住了，这还是那个穷小子吗？一身正装，气宇轩昂的架势，仿佛比他这个富二代更有派头的感觉。不，一定是幻觉。他从根上就是个穷屌丝，穷酸味可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改变的。就算他有个像样的皮囊了，他还是个没出息的穷鬼，和我根本没法比。饿了，家里没吃的，出来找个地方吃点饭。我像没瞧见程昱一般，径直走到了李安琪的身边。你也没吃吧？一起。李安琪看见我，又想起了刚刚在宴会门口的那一幕，顿时火气又上来了。天天你除了吃就不知道别的吗？程昱见李安琪对待我是如此态度，心中一阵窃喜。这样，你不是都在经营饭庄当服务员了吗？怎么能晚上不供饭吗？我没理会程昱，继续同李安琪说着话。一起去吗？李安琪冷冷瞥了眼我，直接开门上了车。去什么去？还不上车？我只好乖乖上了李安琪的车，随后俩人驾车离去。那个，你晚上也没吃吧？我去煮点面条。你除了吃还知道什么？你怎么就这么没出息，非要去参加什么宴会，一定要把人丢个彻底才算完吗？你听我解释，那个宴会解释什么？难不成你要说那个宴会很重要？你想进去是为了给自己谋个好出路？赵阳，这就是你所谓的会有出息，出息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不是靠这些不要脸的方法。无论我说什么，李安琪也不会相信的，索性站在一旁不再出声。李安琪见到我这副样子，火气更重了。现在怎么没话说了？你要是再这样下去，一辈子就完了。人家在20多岁的时候就能事业有成，再看看你，难不成你真要当个社会底层的渣子吗？我被这么一说，心里也有了不小的火气。你让我说什么？说我处处不如别人吗？我再说一遍，我今天是受邀过去的，不是蹭去的。你竟然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了？你怎么就这么没出息？有的人20出头就能管理整个投资公司，而你呢，却是被人从宴会上给赶出去。你自己看不到差距吗？我怎么会有你这么没用的男人？我没用，那个投资公司的老板就有用了。是，人家年纪轻轻就知道努力上进。再看看你，我真不应该拿他和你比较，因为根本就没有可比性，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瘫坐在沙发上，心里又是委屈又是不甘。李安琪不会是精神出轨了吧？否则怎么会对我1万个瞧不上？难不成是我自己把自己给绿了？这叫什么事啊？不行，得想办法确认一下李安琪到底是怎么想的。想了一宿，我决定用投资公司老板的身份接近李安琪，套他的话。见面是肯定不可能的了，只能通过网络接触，看来得去买个新手机了。先生，新款遥遥领先手机，您要了解一下吗？这个手机拿给我看一下。先生真是好眼光，这是我们最新款国产手机。售货员很是仔细的给我讲述着这款手机。听了售货员的解释，我对这款手机十分满意。
行，我就要这个，给我包起来。就在付了钱，等着售货员给我拿手机的时候，突然一声娇嫩的声音从旁边传了过来：“虎哥，你快点啊！这款手机可是新款的呢，要是买不到，我可要生气了。”不就是个手机吗？只要宝贝喜欢，手机店都给你买下来。只见一个脖子上戴着大金链子的男人，搂着个身着清凉的美艳女子，走向了柜台。吴小姐您来了，这次是又相中哪款手机了？售货员一边帮我包着手机，一边同这个美艳的女子说着话。就是最新那款，对，就是你手里包的这个。女人笑着就从售货员的手里将手机抢了过来。你这是知道我要来，提前都把手机给我包好了啊？没事，不用包了，我直接拿着用了。吴小姐，您误会了，这手机是这位先生买的。售货员说着，小心翼翼地指了指站在一旁的我。那你再重新给他拿一个不就完了吗？女人并没有要放手的意思。售货员有些不好意思地看向我。这个吴姓小姐身后的男人叫陈大勇，是这一片的管事的。别看这是个大型商场，但是也得靠陈大勇罩着，就算是经理来了，也得对他客客气气，不敢得罪。更何况是这一个小小售货员了。没事，再给我拿一个吧。售货员见我同意了，连忙弯腰去了柜台下，想要再拿一个。这时候女人才注意到我，开始上下打量了起来。这个女人一眼就瞧出了我所穿西装的价格，再加上我身上这该死的魅力，俨然猜到我是个富二代。而她傍上的这个男人倒是有钱有势，但是样子跟个汤猪的没什么两样。要是他能再找个又多金又帅气的金矿，那才叫完美。这女人趁着陈大勇不注意，连着对我抛了2个媚眼，但是我却始终没搭理她。顿时女人皱紧了眉头，只见女人一脸妩媚的靠在了陈大勇的胸口处。勇哥，我渴了，你去给我买个果汁吧，我就想喝楼上那家鲜榨的。成，我这就安排人去给你买。不嘛，别人买的不如你买的好喝。大热天的，陈大勇哪愿意跑这一趟？但是瞧着怀里的美人，更是做不到拒绝。行吧，你在这等我，但是晚上我得要奖励啊。等着陈大勇走远以后，女人一步一摇的走到了身边。先生，我衣服后面的带子开了，你能帮个忙吗？没空。这都不上钩。女人随即又露出了微笑，便带着2个凶器直接靠了上来。先生，你不会是爬刚的那个男人吧？我这傲人的资本再配上男人最怕的激将法，就不信这回他还不上钩。不过显然这个女人是低估了我。找到了吗？我还得回去给我老婆做饭呢。我仍是目不斜视，仿佛将女人刚刚说的话当成空气一般。哟，原来是家里有老婆啊！但是家花没有野花香这话你应该听过吧？这是我的电话，要是想要尝尝外面的味道，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说完，女人从包里掏出了张名片，放在了我的手里。我连看都没看，顺手就将名片扔在了一旁的垃圾桶里，仍是没搭理女人一眼，接连被无视。女人有些不悦：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吗？不好意思，我不想跟你说话。咦，真是给脸不要脸，真以为有点钱就能把所有人都不放在眼里了。随即将嘴贴在了我的耳边：你听没听过宁得罪小人，别得罪女人这句话？我在商场准备买手机，不料被女子插队抢走，并且她还见色起意，勾引不成，最后竟扬言要报复我。就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听见女人在一旁开始痛哭流涕。陈大勇端着饮料，见女人哭得梨花带雨，顿时心疼的厉害。宝贝咋了？这是我就离开一会儿，谁欺负你了？女人仍是哭泣着，但是眼睛却不时地瞟向了我的方向。没事。陈大勇这才看向了一旁的我，顿时怒气冲冠。你特么是不是活腻歪了？这位兄弟，是你女人自己莫名其妙的哭了，跟我可没关系。不信你问柜台小姐。售货员知道事情的真相，刚要开口，就看见了那女人一记凶狠的目光。这可是陈大勇最宠爱的一个女人，平常陈大勇的女人3、5天就会换一个，可是这个足足在他身边待了半年之久，可见手段非凡。万一自己要是说了实话，陈大勇不信怎么办？再把这女人给得罪了，他别说工作不保了，估计能不能在这一片待下去都是难事。售货员权衡利弊，才缓缓开口。那个，刚刚这位先生好像要帮吴小姐弄什么衣服带子，但是吴小姐拒绝了，我也不知道这位先生又说了什么，就把吴小姐给弄哭了。这售货员摆明就是睁眼说瞎话嘛！明明是我拒绝了那个女人，怎么现在又变成我要求的了？老子的女人你也敢动？我看你真是活腻歪了。勇哥，算了吧，刚刚我都跟他说了，我是你的女人，但是他说你也不是他的对手，还说要打得你满地找牙，咱们还是走吧。女人带着哭腔，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他是个受害者。此时此刻，我才明白什么叫最毒妇人心。勾引不成，开始玩阴的了，而且看这架势，无论我在说什么，也都是徒劳。你特么还真是不要命了，老子倒要看看最后是谁满地找牙。陈大勇握紧了拳头，说着就要再砸我的脸上。就在我都以为自己挨揍无疑的时候，只觉得胸口处的力度猛然的一松，只见陈大勇应声倒地。我一抬头，就看见一个膀大腰圆的男人站在了旁边，缓缓的收回了拳头。卧槽，谁特么不想活了？敢打老子！陈大勇半天才从地上爬起来，一脸的狰狞，但是瞧进来的人后，顿时神色大变。
振哥，您怎么来了？只见陈大勇直起身子后，很是卑微地站在了振哥旁边。这个振哥是来帮我的？不对啊，我也不认识这个人啊。振哥，您抽根烟，是不是我在商场里收拾人碍着您的呀？我这就把人带出去。对，瞎了你的狗眼，谁都敢动。赵先生，您没事吧？陈大勇在旁边听了，顿时后背冒了一层的冷汗。他虽然是这一片的老大，但也只是能在一个区域里混得开。而这个振哥曾经可是整个市里的龙头老大，哪怕这个振哥已经从商走了正路，但是手下的兄弟还在他们这行仍是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哪是他陈大勇能得罪得起？起初他只以为是胡振现在走正路，看不惯他在大庭广众做这样的事，但是却没想到胡振是过来出头的，他连胡振都得罪不起，更别说是等级更高的人。陈大勇这才意识到自己是真的闯了大祸，我眉头一拧，开始打量起了振哥，莫名的有些眼熟，这才想起来昨天参加宴会的时候，似乎见过这个振哥，是宋有成的人。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难不成是宋有成派人在跟踪我？我记得你怎么也来逛商场？我来买些东西，但是没想到会碰见这帮混蛋有眼无珠，差点伤了你。宋有成现在急需投资，胡振自然知道，瞧见了我遇到问题，这才挺身而出，知道他是宋有成的人，而他又帮了忙，说不定投资的事还会有些转机。没事，反正我也没挨揍。那您看怎么处理？振哥，我错了，您饶了我吧。陈大勇猛地就跪在了胡振的面前，一旁的女人可不认识胡振，但是看在陈大勇这样的态度，也能知道胡振应该不是好惹。女人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是受保护的，这还是个监控死角，再厉害的男人也抵不过我的一张巧嘴，总不能他们想当街打女人吧？勇哥，你这是干什么？振哥是个明事理的人，你是为我出头，谁让他猥亵我了？吴小姐说着就要将陈大勇给拉起来，一脸的委屈。胡振这才瞥见还有个女人。宋总的投资可都是过亿的，赵先生连1亿都能拿出来投资用，足以证明财力的丰厚程度。这样的一个有钱人，什么样的女人会找不到？怎么可能当街调戏一个相貌连5线女明星都不如的女人？虽然胡振不知道我是怎么得罪这个女人的，但是胡振清楚，这女人一定是在撒谎。振哥，我真不知道这是您的朋友，我只是不想女朋友受委屈而已。赵先生是什么人物，会瞧得上他？我劝你还是问清楚怎么回事再说吧，以免自己怎么嘎的都不知道。陈大勇这才反应过来，一个能被胡振如此对待的男人，来头一定不小，手里说不定更是一大把的女人，怎么会当街这样呢？想到这，陈大勇顿时一脸的怒气。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干什么啊？我受了委屈，你没能耐帮我就算了，还打我。我特么让你说实话，没听见吗？陈大勇脸色挺青，平常吴小娜耍耍小性子就算了，但是今天他竟然不知天高地厚，惹了不该惹的。陈大勇哪还能惯着他？吴小娜连着被打了2巴掌，半边脸瞬间都肿了起来。再看向陈大勇，一脸的怒火，丝毫不见往日的怜香惜玉。陈大勇见吴小娜不说话，转头又看向了一旁的售货员。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实话，不然会是什么下场？你应该清楚。陈大勇又是一声怒吼，售货员这才哆哆嗦嗦的把刚才的事情都说了出来。陈大勇听完勃然大怒：“你这个臭婆娘，老子养了你这么久，你竟然还到外面勾搭！”勇哥，我错了，你原谅我吧，我再也不敢了。此时吴小娜哪还敢恃宠而骄，事情都被戳破了，她自然知道下场会是什么样了，连哭带喊。但是陈大勇可是没有放过他的意思，打了个电话，只见2个大汉冲进商场，把人就给拖了出去。一般这种女人的后果只有2个，不是嘎于非命，就是成为最下作的女人。这2个结果，无论哪个对于那个女人来说都挺惨，但是我也没有开口制止，毕竟是那个女人自己做的，而且他们有他们的规矩，我并不想掺和太多。还不过来给赵先生赔罪？赵先生，是我瞎了眼了，是我错了，您放我一马吧。我瞥了眼陈大勇，随后转身看向了售货员。我手机呢？先生，这呢，您拿好。赵先生，我还有事，剩下的你处理吧。赵先生放了你，不是怕你，更不是给我面子，而是他喜欢低调，只要他多言一句话，我会毫不犹豫的要了你的命。振哥，虽然赵先生有意放你，但是他也说了让我看着办，我不好猜人家的心思，就只能按照规矩办了。1小时前还是不可一世的陈大勇，此时成了丧家之举，倒在胡同里，任由各种棍棒落在身上，连声都不敢声。赵先生，宋有成又联系我了，说想和你见一面，应该还是投资的事，您看应该怎么处理？你微信有李安琪的好友吗？有啊，怎么了？不是在说投资的事吗？怎么又聊到威胁上了？我一会加你，这是我工作的微信，并不是赵阳的微信，明白吗？明白。但是赵先生，那宋总的事，告诉宋有成，后天晚上8点。没一会，李安琪的微信名片推送过来了。我在好友验证一栏编辑了投资公司负责人几个字后，就点击了发送，但是半天也没见到李安琪的回复。
李安琪可能还是不相信加他的这个人的身份吧，或者是李安琪根本就不想添加陌生人的微信，也许之前就是自己想多了，李安琪根本就没有那些心思啊。而此时的李安琪正在公司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时间看手机。虽然公司的投资拿到了，但是现在的客户始终是面向小众的。虽然暂时看来维持的还不错，但是也不能始终停留在维持的阶段上，不然人家的投资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收益？为了打开市场，李安琪费了不小的力气，才拿到了宋有成宴会的邀请函，就是为了能和宋家的公司有所认识。但是一切都被我搞砸了。李安琪认定了，就算那天他选择了留下，我被人轰出去也是早晚的事，同样谈不来合作。所以李安琪才不停地在公司加班，想要凭借自身的能力打开市场。李安琪一直在公司忙到了天黑，直到胃饿得有些发疼，才休息了一会，打算拿起手机订些吃的。但是刚点开手机，李安琪就看见了微信上的好友验证，微信名称是金主，备注写着投资公司的老板。不会是给我投资的那个老板吧？之前想要请他吃饭都被拒绝了，怎么又会突然加我？还是说根本不是一个人，没准又是聊闲扯淡的人？为了验证真伪，李安琪将界面截图发送给了李成立。请问这是？这是我们老板，你的微信是我给他的。见李成立这么回答，李安琪才算放心。可是这个老板为什么突然加我了？难道是投资方面又有了什么变动？请问是投资的事有什么问题吗？没事，就是想看看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要是遇到的问题可以跟我说。虽说一方面是想试探一下李安琪的真实心意，另一方面也是想用这个身份多帮帮李安琪。不用了，您的投资就已经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听说你结婚了，家庭关系不是很和睦？这一次李安琪回复的时间有些长，我不由紧张起来，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李安琪才重新回复消息。其实那些都是谣传，就是最近确实有些累了。那你考虑过没？离婚？对面的李安琪似乎也被这个问题给问住，一时间彼此都沉默了下来。能问您个问题吗？如果在双方身份地位都相差极大的情况下，如何才能让合作商选择自己？选择自己？李安琪这是想……就例如你这样的。抱歉，可能我说的话没太明白。其实我想问的是，关于和类似你这样身份地位的合作商的关系，最近遇到点事情。看来刚才是自己想多了。合作商？难道李安琪问的是和宋氏集团的事？李安琪见金主一直没有回信，才觉得自己是逾越了。随即李安琪马上又发了条信息过来：打扰到您了，实在抱歉，我就是随便问的，您忙就好。坚持很重要，不坚持到底，怎么才能让合作商见到自己的实力呢？第二天早上，李安琪看在呼呼大睡的我，顿时来了火气，直接一脚踢在了沙发上，沙发猛地一晃，地震了！安琪快跑！地震了！刚跑2步，这才看见李安琪已经穿戴整齐的就站在沙发旁，而且根本就没有地震。怎么了？这么怕死就出去给我找工作去，省得你天天在家睡觉，被石头砸死了都不知道。你还要睡，还不赶快给我滚出去找工作！咱们这是去哪？送你去面试，我朋友是浩辰企业人事部的，急招实习生，求到我这了，你去给我好好表现，别给我丢人。知道了。要不是人家公司急着要人，你连个面试的机会都没有，你自己长点心。你找谁呀？你是赵阳，跟我进来吧。你的简历我看过了，我们销售部门还需要1个人，你跑业务没问题吧？我不是只是来面试而已吗？这么快就被录取了？但是这样也好，李安琪天天催促着我出去找工作，要是留在这上班了，说不定李安琪就会放过我了啊！没问题，你出去找王刚，他会带着你出去跑业务的。王哥，咱们去哪跑业务啊？是哪方面的产品啊？一会你就知道了。王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哼，什么意思？是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意思。你还真以为我是带你出来跑业务的？客户需要对付的猎物，主动送上门的，这还是头一回啊！说完，就见王刚一拍手，3、4个壮汉一同涌进了胡同之中。我这才明白，这个浩辰根本不是个什么正经公司，而是个专门靠帮人对付仇家的公司。你们要收拾我，得让我知道仇家吧？客户信息我们可不方便透露，我们有我们的规矩，动作快点，一会还有别的活呢。就这么个弱鸡，王哥你还让咱们几个来，这也太大材小用了。是呀，我收拾他1个人就够了。别废话了，抓紧把他解决了，省得赶不上下一趟买卖。等会，吴公子，您怎么亲自来了？这不合规矩啊！我要亲眼看着这小子是怎么被打成狗的。放心，我不会和你们老大说的。吴昊天坚定的一笑，从兜里掏出了1沓现金，塞给了王刚。王刚掂量着这沓钱，分量还成，随即笑道：客户的要求，我们自然会尽全力满足。你们几个听见了吗？放心，我们几个肯定尽全力，就怕这小子一拳都受不住啊！
赵阳，你要是现在给我跪下磕3个响头，我说不定还会考虑让他们下手轻点。那天吴昊天被宋有成赶出去后，颜面尽失不说，吴家和宋家的合作也就此作罢。吴昊天的父亲知道后勃然大怒，狠狠地教训了儿子一顿。吴昊天脸上的伤就是这么来的。我眉头一拧，深知自己可不是这帮人的对手。再看吴昊天一脸的得意，难不成今天真是栽在这了？就在我想着的时候，瞧见了吴昊天给王刚的那一大小费，顿时来了法子。王哥，我不懂你们道上的规矩，但是我想你应该不会和钱过不去吧？你这是什么意思？吴昊天给你多少钱，我多给你2倍，帮我收拾他。你个穷屌丝，还学人家用钱了事，这可是我听过最大的笑话了。王哥，你不会真的和钱过不去吧？王刚这才仔细地瞧着我。吴昊天说过，这小子就是个垃圾穷鬼，收拾他很简单。可现在看来，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啊。虽看不出他穿戴的牌子，但只看材质，价格也不便宜。难不成实际上他跟吴昊天一样，也是个富二代？王刚，你不会真以为他能拿得出双倍的价钱吧？就算你不顾规矩办事，但到最后1分钱都拿不到，吃亏的可是你。他就是个穷屌丝，在学校连饭都吃不起了，还能拿出10万块。赵阳，你别以为捡了2件像样的衣服来，就真当自己是有钱人了。穷鬼就是穷鬼，还想翻身？别做梦了。王刚，我可是先给钱了的，你们不会这么不顾规矩做事吧？吴公子误会了，我怎么可能会不讲信用呢？就算他出再多的钱，我们也不会动摇的。我说我要用500万买你们的公司，不够我可以再加。哎呦，500万啊！王刚，你还不赶快给你们老大去个电话，这可是个大事。不用废话了，动手吧。我建议你还是打个电话吧，你看你手下还有这么多人，要是他们把这闲话传到你老大的耳朵里，再添油加醋一下，就怕你会有不必要的麻烦。王刚听了心里一沉，他的位置确实是被不少人盯着，而且他们这行最忌讳的就是越级。想了想，还是走到一旁拨起了电话。没一会，王刚就挂断了电话。带他回去。吴公子，今天您的单子我怕得延迟了。没事没事，我不着急，下午再办也来得及，我可以去你们公司等着。听说你要买我的公司？我点了点头，开始重新打量起了这间办公室，也不知道500万买这么个东西值不值。算了，就当是花钱保平安了。就在我刚看了一圈的时候，突然听见当的一声，泡面男竟然直接抽出了一把匕首，直接扎在了办公桌上。只见泡面男缓缓开口：“我警告你，如果你要是耍我玩的，这孬下巴可就是扎在你的身上了。”公司里都是玻璃隔断，吴昊天在外面将办公室里的情况看得是一清二楚。这回赵阳可有苦头吃了，看来断手断脚是一定的了。没准现在赵阳都已经在屋里尿裤子了。我虽是面上没什么变化，但是后脊梁骨还是一层的冷汗。突然亮刀，谁都得被吓一跳。不过好在我并不是说着玩的。卡号，我现在就给你转账。说着我就拿出了手机。泡面男见我这么痛快，也是一愣。起初他同样认为我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正好他最近被一堆事闹得头疼，本来想着借我诓他这事，好好发泄一下，但是没想到我竟然真的要转账。我要是一会收不到钱，你会有什么后果？你心里应该有数吧？泡面男冷着脸掏出了银行卡，扔在了我面前。打在这个卡里。我拿起卡片，刚要输入，突然停下了手指。现在才说反悔，完了吧？说完，泡面男一把抓住了我的衣领。谁说我反悔了？我是要买你的公司，咱不得办些手续什么的吗？泡面男这才反应过来，但是他哪懂那些，只好将王刚给叫了进来。吴昊天在外面见里面又没了动静，不由有些着急，但是看见王刚被叫进去了，顿时心安了许多。他们老大一定是叫王刚处置赵阳的。王刚同样是个粗人，这些跟文件有关的东西，他也是个门外汉。无奈之下，我给李成立去了电话。来一趟安城大厦的浩辰企业，我把这买了，需要你来办手续。安城大厦，半个小时能到吗？不用，赵先生，我10分钟就到。我警告你，要是想叫帮手来，你的下场只会更惨。我都说了是来办手续的，不然我先给你转1半的定金。说完，我拿起卡直接转了250万过去。3秒后，泡面男收到了转账的消息。我操！怎么了，大哥？你给我回来！事先过来了。这位兄弟，你现在这做……现在这个男人250万都拿到手了，当然相信我是有实力买下这家公司的，对我的态度自然也要好上许多。王刚更没想到我竟然真的会拿出这么多钱来，一脸的错愕。半个小时前还是要被收拾的对象，现在竟然成了新老板。在外面的吴昊天并没有等到我的惨叫，而是等来了李成立。你不会是来救赵阳的吧？吴公子也在。我劝你还是少管闲事，以免惹祸上身。赵阳那小子可不是你能救得了的。李成立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听吴昊天这么一说，心也顿时提到了嗓子眼，马上给我打了电话。不多时，王刚从办公室出来，将李成立带了进去。上次在宴会上，李成立同样没给我面子，这回竟然还自己送上门了，正好2个人一起解决了。赵先生，您这是把手续弄好。
说着，我将一沓文件扔给了李成立。李成立翻了半天文件，才算是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公司，心里更是一阵惊讶。看来赵先生是想要全面发展起来，但是没想到赵先生不是打点，而是要培养自己的人呢。李成立是个办事麻利的人，没一会就把手续都弄好了。最后我签字，将剩余的钱都转了过去。这回我再让你做点什么，应该不算是不合规矩了吧？不算，咱到时候把那5万块钱给他退回去就成。李成立看的是一头雾水，可也不敢直接询问，只好默默地站在一旁看着王刚出去。吴昊天见王刚出来了，赶忙跑了过去。他哪条腿断了？我怎么没听见他叫啊？你们这个隔音效果不错啊。吴昊天笑的嘴都要咧到耳朵根后面了，可笑没过3秒，只见王刚抬腿就是一脚，直接踹在了吴昊天的肚子上。王刚，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们老板的意思。你们这是不合规矩，不就是10万块钱吗？我给你15万，帮我教训他。15万，就算你给我50万，我也不敢动我们老板一下。什么老板？难道赵阳真的把这个公司买下来了？这怎么可能？那可是500万啊！你们一定是被他骗了。赵阳，你给我滚出来！我们老板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王哥说着，连着又是几拳打在了吴昊天的脸上。吴公子，这场好戏你还满意吗？李成立，你竟然会把钱借给这么个东西，你疯了！吴公子，你误会了，这钱跟我没关系。他们是骗子，一定是他们2人狼狈为奸，你们千万不要上当。我是吴昊天，你们要是帮了我这回，我爸肯定会报答你们的。你还是让你老子给你准备轮椅吧。老板，你要哪条腿？赵阳，你敢，我爸不会放过你的。口气还这么大，给我打！刚哥，我错了。你惹的是我们老板。赵阳，我错了。算了，我还有事，剩下的是你们处理。吴昊天被王刚的人抬下楼，直接扔在了大街上。最后还是他用仅剩的意志给自己叫了救护车。待人都走了以后，浩辰企业里，泡面男心情大好。老大，没想到真有个傻子愿意买咱们公司。他那也是怕挨揍，不过这样也好，像他那样的人更不敢和咱们对着干。这小子竟然胆小到这种程度，还没打呢，就舍得拿出500万来。是啊，对了，大哥，这是用不用跟上面说一下？被王刚这么一提醒，泡面男这才意识到这事还没报备呢，随即马上给上头的人去了电话。大哥，公司卖出去了，一共500万。没想到你还不算没用，我在银城会馆，把钱给我送过来。好，我这就给您送过去。说完，男人挂断了电话，王刚则是在一旁一脸的迷惑。大哥，老大不是只要求卖出去300万就行吗？你怎么还把实数说出去了？你懂什么？赶紧给我备车去！老大，您这是怎么了？谁干的？我这就带兄弟找他去。少他娘的放屁了！钱呢？哥，这呢？还真有人愿意接你那个烂摊子。你小子也挺能忽悠，竟然卖出去了500万，真他妈黑！老大正话反说，嘴上虽然损着泡面男，但是实际上心里却早就乐开了花。那个破地方，他当初定价定了300万就已经是多要了，现在竟然还多了200万，能不开心吗？是那傻子自己脑子不好使，我都没费劲。这是你办的不错，皇冠那一片也划给你了，好好表现，可别给老子丢人，听见没有？谢谢老大。皇冠是个夜店，虽比不上银城这种高端会所，但是也算得上是中等偏上的消费场所了。这可是个真的肥肉，泡面男怎么会不激动欣喜？那小子资料呢？给我看一眼。在这呢。泡面男来之前，将手续上的大部分资料都用手机拍了下来，说着就将手机拿给了老大。老大您放心，这就是个钱多人傻的二愣子，不用放在心上，而且还是个怂货，玩他易如反掌。爷，你小子命还挺好，这种极品都能让你碰上。陈大勇笑着接过手机，但是在看见泡面男手机上的资料之后，笑容瞬间僵在了嘴角，随后逐渐消失。买公司的人叫赵阳。泡面男可没发现老大表情的变化，仍是一副沾沾自喜的模样。没错，就是他，后面还有他的照片呢。老大，你看他长得那个样子，肯定没啥大能耐，不用担心。老大，您怎么了？难道这小子是你仇家？仇家个屁！谁的钱你都敢收？你不要命了？老大，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个废物，老子要被你害惨了！不是，老大到底怎么了？赶紧把这500万给人家送回去，赵阳不是咱们能惹得起的。为啥老大？你是不是认错人了？那小子就是有点钱，我估计他就是个普通的富二代，怕他干什么？哼！你个蠢货！你见过哪个普通人会随便拿出来500万？你真以为人家怕你？被陈大勇这么一说，泡面男才反应过来。但是老大，这钱是他主动给我的。要不说你蠢呢？你知道他认识谁吗？他可是胡震的朋友。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平白无故买你的破公司？什么都不问清楚，你就敢收这笔钱？
什么？振哥的朋友？泡面男傻了，胡振对于他来说可是个天大的人物，混他们这行的，谁听了胡振的名字不得抖三抖？他竟然收了胡振朋友的钱，而且还想要从人家身上捞一把，这不就是找轧吗？那他为什么？那他们那么多为什么？赶紧给老子负荆请罪去！等会我跟你一块去。赵先生，宋有成这次要的投资有些大，资料我都已经给您准备好了。我翻开资料，大致的扫了一眼，投资所需1亿2千万。1个亿啊！宋有成的公司是市内首屈一指的大企业，在向外扩充的时候遇到了些问题，所以所需资金金额巨大。没事，1个亿不算多。李成立在旁边听了一愣，好在他的职业素养高超，握紧了方向盘。这要是换个人听见这话，估计直接就一脚刹车了。1个亿竟然还不算多，那多少才是多呀？和宋有成约在了宋氏企业旗下的一家高端的私人会所，看来生意还算不错。到的时候，门口一个停车位都没有，无奈之下，李成立只好绕到稍远些的地方去停车。我先下车，在门口等着李成立回来。刚走到会馆门口，就从里面晃晃悠悠的走出了一个小年轻。钱少，您慢点啊！您要是出点事，我们怎么回去跟老板交代啊？这个钱少听了身后人的话，非但没有停下的意思，反倒越走越快，真是一群废物，跑得这么慢。但是钱少还没跑2步，迎面就撞上我。我操，你瞎呀！钱少，您怎么样？伤着没？你从哪冒出来的？还不赶快给我们钱少道歉！道歉？开什么玩笑？我没搭理眼前的这帮人，想要直接绕走，却不想这帮人不依不饶，竟直接一把拉住了我。让你走了吗？你知道你撞的是谁吗？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这是钱家大少爷，你最好现在给我们钱少磕头认错，说不定钱少大度还能放你一马。我也不打算找你们的麻烦，劝你们还是赶快离开。钱家不过是个中型企业，刚刚过渡成大型企业的公司，名声倒是响亮，但实际上在市里根本没怎么站稳脚跟，与宋有成那种资历雄厚的大型企业一比，不过也只是个跳梁小丑的角色。哈哈哈！你想找我麻烦？你不会不认识我吧？哪来的土包子？我还真不认识。你个傻！我手下这帮人可都不是吃素的，你现在跪下喊我2句爸爸，说不定我能考虑让我手下轻点。这小子惹到钱少了，真是命衰啊！听说前天会馆里的一个小子不小心把酒洒在钱少鞋上了，直接让钱家保安给揍医院去了，光是肋骨就断了3个。那这小子还不赶快跟钱少认错？我看他是不想活了。钱少是这的常客，再加上他家现在风头正盛，哪里是普通人敢惹的？这样吧，你给我跪下，喊我2句爸爸，说不定我能放你全家一条活路。你他妈别是个疯子吧？老子用你发，你算个屁呀！原来是个傻子，怪不得敢在钱少面前这样。这小子是真嫌自己活得久了，咱让开点，别一会把血溅在咱们身上。哎，我劝你还是赶快给钱少跪下吧，少给自己找事了。你可以试试啊！让宋有成出来接我。李成立听出了我口气发冷，马上给宋有成去了电话，然后快步走去了会馆门口。钱少听见电话里提到了宋有成，又是一脸的讥笑。我看你真是疯了，连宋先生都敢拿来吹牛屁。这小子脑子绝对有问题，得罪了钱少不够，还想要得罪宋总。兄弟，你是新来的吧？这里可是宋先生的地盘，虽然他几乎都不过来，但是这里可都是他的人啊！你这话要是传到宋先生的耳朵里，我怕你是真的要混不下去了。我本来是要放过你的，但你真是太让我讨厌了。老子也不跟你废话了，就看看一会宋先生会不会出现来救你吧。给他留口气就行，反正老子有的是钱赔他。就在钱少的一帮手下要动手的时候，会馆门口突然传来了一阵骚动，只见宋有成从会馆里走了出来。那是宋先生吗？他可是很少在这种地方露面的。还好今天没走，不然今天可就亏大了。一会我要回去打听一下，宋先生在哪个包厢去敬杯酒。怎么回事？宋先生，是这位先生撞到了钱少，还拒不道歉，他们才理论起来的。我听了一阵冷笑，我当然明白保安为什么会这么说，但是没想到都没用钱少开口，保安就已经先开始舔了起来。这就是所谓的上流圈，连个保安都能把狗眼看人诠释得淋漓尽致。钱少瞧见了宋有成后，酒意顿时清醒了不少。他也没想到今天宋有成会出现在这，不然他哪敢在宋有成的地盘闹事。又瞧了眼我，顿时灵机一动。宋先生，这小子撞了我不算什么，但是他竟然打着你的名号在这招摇撞骗，我正准备帮你教训他一下。赵先生，您怎么样？哟呵，没想到你个暴发户还学人家顾下人。宋先生，您放心，我这就帮您把这俩人给解决了。这就是你找赵先生谈合作的地方。
还真是个好地方啊！你怎么跟宋先生说话呢？来人啊，给我把这俩人扔出去，别耽误了宋先生的正事。此时的钱少像是将自己当成了宋有成的心腹一般，在众人面前指挥着，而宋有成瞬间眉头皱了一团，示意了一下身边的胡振。只见胡振几秒钟就将钱少的一帮人打翻在地。宋先生，您这是……振哥，错了，这帮是我的人，那俩才是该收拾的。宋先生，你……钱少话还没说完，就看见宋有成快步走到了我的身边。这小舅舅，真是抱歉，这个人我会帮你收拾掉的。宋有成竟然叫这小子小舅舅，那我惹的岂不是宋有成的亲戚？钱家在市里的势力比你大，钱家只是刚刚起步，还不足以威胁到宋家。我听后这才点了点头，随后俯身在宋有成的耳边小声说道：“那就把他吞了。既然你要投资，也得让我看到你的实力啊！”钱少根本听不清我跟宋有成说了什么，但是一种极其不好预感在心里蔓延开来。宋先生，是我瞎了眼，您饶了我吧。舅爷，是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这个宋有成有些为难，其实钱家能有起步的机会，就是因为宋有成的扶持。钱家人听话，钱少的父亲头脑还算灵活，宋有成这才选中了钱家。可现在正是钱家势头正旺的时候，要是现在让宋有成亲手毁了自己培养起来的公司，怎么会不能心疼？怎么你做不到？按理说，钱家在宋有成的眼里应该不算什么才是，在1个亿面前，宋有成应该会想不犹豫答应才对啊。可他现在犹豫了，难不成是这个钱家给宋有成带来什么利益？不然宋有成不会这种反应。不，只是你放心，我给你的回报绝对要比钱家带给你的要多。哦，难道是赵阳知道了我扶持钱家的事？想到这，宋有成心头顿时一紧。他既然已经知道了我和钱家的关系，现在钱少直接惹到了他，会不会把这笔账算在我的头上？所以才会提出吞了钱家的事，说是要给我更多的回报，其实是在给我提个醒。我明白了，您等我消息就好。那好，我等你消息，可别让我失望。宋先生，您放过我吧，看在我爸的面子上。给我闭嘴！听钱少提起了他父亲，宋有成顿时怒气横生。没想到钱旭这个老东西竟然把这事跟他儿子说了。好在今天赵阳没戳破，不然没2天也会被其他人知道。到时候我的棋盘还没摆好，就让人给掀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臭小子，差点连累到我的投资。要不是今天赵阳给了机会，恐怕……胡振，把他扔胡同里，嘴巴堵上，收拾完了直接扔回钱家。宋先生，我错了。赵先生，宋有成已经把钱家给解决了。告诉宋有成我会给他家投资，但是有个附加条件，我只投和初创教育有合作的公司。我知道了，但是赵先生用这么多钱换毁掉一个正在兴起的公司，会不会有些……我给过他机会了，是姓钱的自己不懂得珍惜。如果我惹了他，我会付出代价。相反也是一样，而且本来我也要给宋有成多加投资的，只不过是又多了个钱家的由头而已。那给宋有成追加多少投资呢？再给1个亿吧。还有，你记得提醒宋有成，不要向李安琪吐露我的姓名。您放心吧，我知道了。回到家的时候，李安琪正在打弱电话。什么？你们同意合作了？太好了，帮我感谢宋总。这个宋有成的动作还挺快，果然还是1个亿管用啊。怎么了？什么事这么开心？公司的事，说了你也不懂。对了，你今天上班怎么样？还不错，今天就是带我熟悉了下业务。那就好，你好好工作，别给我丢人，知道吗？起来。怎么了？我今天穿的这个鞋不方便，你开车送我去签合同，正好送完我，你直接开车上班去。李安琪竟然允许我开他的车，看来宋氏集团这份合同让他很开心啊。快点收拾啊，约的是7点，要是我迟到了，有你好看的。宋有成这个老东西怎么会约了这么早签合同，害得我连个觉都睡不消停。宋先生您好，我是李安琪。李安琪心里有些忐忑，虽说昨天宋氏已经同意签合同了，但是李安琪要只是个极为简单的合作，根本用不到宋有成出面。难不成是宋有成不放心我们初创只是个新起的小公司，抹黑了他们宋氏的名声，才会亲自出面，打算了解一下他们公司的实力？但是无论怎么样，李安琪都已经做了完全的准备。不过宋有成根本没有给李安琪展现实力的机会，而是直接把合同摆在了李安琪的面前。这是合同，李小姐您看一下，要是没问题就可以签字了。这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李小姐？没事没事。李安琪赶忙拿起合同仔细看了起来，看了几页后，李安琪有些发懵。他起初的提案只是要个最普通的合作，可宋有成拿出的这份合同上却写明了和他的初创公司各种深入合作，不仅仅只是挂名那么简单，还涉及到了推广、营销，并且收益是28分。宋有成竟然只拿2，让李安琪拿8，这可是市里任何公司都没有得到的殊荣啊！并且标注了是长期合作，时效竟然是3年1个周期。宋总，
贵公司是不是还有什么附加合同？我一起看吧。李小姐误会了，并没有什么附加合同，只有这一份。还是说李小姐还有什么不满的地方，完全可以提出来，我们也一定会尽量满足的。没有，这份合同很完美了。李小姐，要是没什么其他问题，咱们签合同吧。宋有成说完，将合同又推到了李安琪的面前。只有李安琪签了合同，他才能对赵阳那边交代啊。毕竟李安琪的这个签字可是值2个多亿呢，他心里怎么会不着急？可是又不敢操之过急。如果真的像宋有成说的那样，李安琪当然会马上拿笔签字。只是他曾找宋氏那么多次，都是无功而返，可突然变成了这样，让李安琪心里莫名的有些不敢接受。宋有成见李安琪迟迟不签字，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李小姐，你是还有什么问题吗？没事，您能稍等我一下吗？呵，不急。让宋有成这么等着，李安琪心都要跳到嗓子眼了。无奈之下，李安琪给李成立发了信息，想要向他讨些经验。虽是有些唐突，可是李安琪真是不知道该问谁了。李成立迟迟没有回信，李安琪又不敢连着追问。正着急的时候，手机突然一震，李安琪还以为是李成立回信了，可点开一看，竟然是金主。我说过，只要再坚持一下，会有回报的。大胆一些不是坏事。有了金主给的定心丸，李安琪直接拿起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十分感谢宋总的信任。不好意思，宋总，我能问一下，贵公司是因为什么看中我的这个小公司？李小姐，你应该对自己的公司有信心，不应该妄自菲薄才对。宋总，您还是别高抬我了，我的公司情况我心里有数。贵公司是不是还有什么要求没有说？李小姐果真聪慧，有些事我也不好明说，总之我也是受人所托。李安琪听了，不禁眉头一紧。受人所托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有人在暗自帮我？但是我也不认识什么人是能在宋有成面前说上话的人呀。宋总，请问是谁找您帮的我呀？不好意思，李小姐，这些我就不方便透露了。要是没什么事，先让秘书送你下楼吧，一会我还有个会要开。离开了宋氏集团的大楼，李安琪回了自己的公司，看着和宋有成签订的合同，开始陷入了沉思。到底是谁在帮我？我认识的人多数都是学校的老师，根本没几个商界的人。难道是舅舅，或者是程昱？不过很快，这个想法就被李安琪给否定了。因为无论是他舅舅还是程昱，虽说都算是小有实力，但是也不至于能在宋有成面前说上话，而且更没有能力能让宋有成会让出这么大的利润。李安琪开始翻着手机，想要在自己的通讯录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不由翻到了金主的头像。李安琪的眉头一拧，真要说他认识什么稍微厉害点的人物，可能就只有这个金主。虽说他也不了解金主的真正实力，但是能让李成立如此敬佩，肯定也是有些来头的。想了想，李安琪还是给金主发送了信息：是您帮我联系宋总了吗？而我此时正在家里睡大觉呢，根本没瞧见手机震动。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这才看见李安琪给他发的信息。他怎么会知道是自己帮了他？不对，应该说他怎么知道会是这个投资公司的老板帮了他？为什么这么问？宋总那么大的公司，怎么会瞧得上我这种小买卖？我就猜着是不是有人暗中帮我，可我实在不认识什么厉害的人物。想来想去，能和宋总说上话的人，好像只有您。想着，李安琪又补发了一条：是您吗？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李安琪看着金主的信息，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心里已经认定了帮他的这个人就是金主。因为在他看来，金主根本没有撒谎的必要。只是为什么金主为什么会对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这么好？那个，我晚上出去跑业务了，就没来得及去接你。跑业务，第一天上班，感觉怎么样？还行，就是有点累，但是业务应该都这样，没事。哦，那你今天都跑是哪几个？我今天去了中心商业城呢，还有火车站和……够了，赵阳，我没想到你现在竟然还学会了撒谎。你不仅没出息，现在竟然还谎话连篇。我朋友说你根本就没去上班，你怎么会变成这种人？你怎么知道？你就那么喜欢当服务员，现在连正经工作都懒得去了。不是，你听我解释。我急忙说道，可话说了一半却又停住，因为根本不知道该如何跟李安琪解释。是说那个公司有些问题，还是说把公司给买了？无论是哪个都说不出口，而且就算说了，估计李安琪也不会相信，只会认为我仍是在撒谎。解释啊，你不是要解释吗？那家公司不适合我。不适合你，赵阳啊赵阳，你知道自己是什么水平吗？竟然还敢挑公司！大学4年，难道你就只学会了好高骛远吗？我不是好高骛远，我有别的去处。上次招聘会上的华盛录取我了，通知书过几天会送过来。就在我睡着的时候，华盛给我发送了录取通知的短信。本来是不想去的，但是现在看来是必须去不可了，不然李安琪这关根本过不去。华盛，赵阳，你还真是撒谎成性！我警告你，明天乖乖给我滚回单位上班去，我会跟你一起去。赵阳，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机会。我不会去，你也没必要去。你要是敢不去，就给我滚出去，永远都不要再回来。那好，我现在就走。第二天一早，我还是回了家，因为有些担心李安琪真的会去浩辰。
不过李安琪显然还在气头上。晚上家庭聚会，城湖饭店，别给我迟到了。安琪，你怎么又让他来了？赵阳可是李安琪的合法丈夫，怎么不能让他来啊？李安琪还没来得及开口，二姨强行说道，随后一脸的不屑。难不成你是觉得赵阳没出息，丢了你的人？舅妈向来喜欢借着李安琪的名义说事，所以在所有人眼中，他们就是一家人。妈，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就算赵阳再怎么没出息，也是安琪姐的老公啊，说不定咱们看着丢人，但是却是人家的宝呢。说话的是二姨的女儿，李安琪的妹妹陈青。陈青从小就被拿来和李安琪比较，明明她事业和能力都不输给李安琪。但是家里人似乎总是能只看到李安琪的发光点，什么事都是最先想到李安琪，这让陈青在心里积怨已久。舅妈平常虽然牙尖嘴利，说话从没占过下风，但是无奈陈青一家人掐住了她的死穴，赵阳就是她的死穴。赵阳又没出息又穷，这是谁都知道的事，舅妈自然也是1万个瞧不上他。如果陈青一家人不在这，舅妈早就把他给损得体无完肤了。可是现在这么多人在这看着，舅妈无论骂赵阳什么，就相当于骂他们自己家。舅妈心里憋气的厉害，要不是因为赵阳，她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丢人现眼的东西，还不赶快找凳子坐下？我没有回话，坐到了李安琪的旁边。安琪姐，教师评级的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我可是过来人，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可以直接问我。像你们这种校级的优秀教师好评，不像我那种市级别的，得是真正优秀的人才能拿到。今年我不考了。是不考了，还是觉得自己考不上啊？安琪姐，你这么想可不对，不努力怎么知道行不行呢？李安琪看了眼陈青，没再回话，但是陈青可没打算就这么放过李安琪。安琪姐，你今年不会是连评级的资格都没拿到吧？校级的可是很好评的，当初我可是直接就过了的。青青，你也太厉害了，你应该是咱们市里最年轻的优秀教师了吧？听说市级的优秀教师，各大学校加起来也没有几个，你们学校肯定都是拿你当宝一样了。听着一帮亲戚的夸赞，陈青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舒坦。没那么夸张了，但是确实有不少的投资商天天到学校找我，说是要出钱帮我办什么教育机构。当亲，这点你可要跟你妹妹好好学习了，不然一辈子只当个老师，可没什么出路。是啊，安琪，这优秀教师和教师虽然只差了2个字，但是待遇还是名声，可都是差了一大截呢。一听亲戚终于不是在一味的夸赞李安琪了，陈青心里又是一阵暗爽。安琪姐，我听说你最近好像开了个教育公司，但是你连个职称都没有，能招到人吗？要不然我去帮帮你。一旁的亲戚听见李安琪自己开公司，关心道：安琪，你这是要自己创业啊？你一个女人家，这也太辛苦了吧？没事的，安琪姐，这男人啊，要是不知道上进，可就跟废物没什么区别。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受得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陆鸿飞。大家好，这是我的名片。陆鸿飞起身将名片一一发了下去，可是发到我这却戛然而止。这么个没用的废物，可不配拿我的名片。之前就听陈青说过赵阳这号人物，还真是名不虚传。鸿飞科技的总经理，这个公司我知道，这可是市里最近最火的投资理财公司啊。我也知道，没想到鸿飞不仅一表人才，还这么有能力。之前我就动过理财的心思，可就是没熟人。鸿飞，你帮我讲讲吧。我也是。亲戚们七嘴八舌地说着，陈青在一旁听着，心里别提多舒坦了。这个理财公司都是由鸿飞一手创立的，不少的大老板可都是鸿飞的客户，我也跟着沾了不少的光。上个月我就放了5000块钱进去，这个月就翻了1倍。是吗？那鸿飞你赶快跟我们说说啊。我包里有资料，一会拿给你们看看。咱们都是自家人，有什么需要的随时问我就成。这位是？这是安琪姐的老公赵阳。抱歉，刚刚没注意到你坐在那太不起眼了。赵阳现在是在哪工作啊？要不是鸿飞今天发名片，我都没想起来。你和安琪姐结婚这么久了，我们还从来没收到过你的名片呢。他一个穷学生哪来的名片？不对啊，他应该大4了吧？现在还没找到实习单位啊。鸿飞跟你差不多大，现在都已经是老板了。赵阳，你这样可不行啊。安琪姐，你也是，你这事业不顺，老公再没工作，以后日子可要怎么过啊？他在找工作了。安琪姐，赵阳什么样水不知道啊？你也别嘴硬了。这样吧，要不让鸿飞在他们公司给赵阳安排个活，你看怎么样？这个时候还敢装清高，都说李安琪优秀，真是可笑。现在事业不行，还找个废物老公，优秀个屁！鸿飞应该没问题吧？当然没问题了，一个男人总要女人养着算什么事？赵阳啊，你以后跟着我吧。怎么说咱们都是亲戚，我肯定不能让你饿着。不用了，我找到工作了。一个破服务员还算工作？什么？赵阳你在当服务员？二姨这一嗓子，使得李安琪的亲戚们也都纷纷侧目。咱们家怎么也是书香门第，赵阳怎么能去当服务员呢？这也太丢人了。
是啊，安琪，你不是自己也有公司吗？怎么不给赵阳找个活啊？是不是你们公司光景也不太好啦？也是，公司可不是那么好开的。安琪一个小姑娘，再厉害又能怎么样？回家连个帮衬的都没有。看着亲戚们个个鄙夷的眼神，二姨的表情更是得意了。嫂子啊，安琪要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你完全可以跟我们说啊，也用不着让赵阳出去当服务员啊，咱都是自己家人，你还有什么好觉得丢人的？安琪什么困难都没有，赵阳自己想去当服务员，跟安琪有什么关系？嫂子，你这话可就不对了，怎么能和安琪没关系呢？赵阳可是她老公啊。是啊，舅妈，我妈这话糙理不糙，要不这样，舅妈你跟安琪商量一下，不然就让赵阳跟着鸿飞吧。赵阳他，我不是服务员，我已经被华盛录取了。我过亿身家，却在家庭聚会上再次遇到亲戚的挖苦。当我说出被华盛集团录取的时候，亲戚们都纷纷嘲笑。赵阳啊，你没事吧？吹牛吹得这么不着边，华盛会录取你？华盛是个什么地方？谁不清楚？招人的标准可是不低，就赵阳这样的，估计到里面应聘个保洁保安，估计人家都不一定会要。赵阳啊，你好面子大家能理解，但是你也不至于撒这种谎啊。是啊，赵阳，就算你是个服务员，大家也没有笑话你的意思，说那么多也是让你找个正经的工作，可不是让你胡说八道的。这家伙是不是疯了？连这种一下子就能被人戳穿的谎话都敢说，这不是等着被人嘲笑吗？李安琪在一旁也是一脸的失望。我没撒谎，华盛确实录取我了。好好好，赵阳，那你跟我们说说，录取你的是哪个职务啊？市场部经理。就你还经理？华盛别是招不到人了吧？刚刚我本来想让赵阳过过嘴瘾就算了，但是没想到他还越吹越过分了。赵阳现在说实话还来得及，大家不会笑话你的。我说的就是实话，怎么你是看我进华盛眼红了？眼红你真是笑话。华盛可是有不少领导也都是鸿飞的客户，只要鸿飞一个电话就能知道你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不用打电话了，因为华盛的市场部经理就是我的客户，好像跟赵阳没什么关系。我劝你还是打个电话问问，毕竟华盛这种大公司的人事决策又怎么会轻易让外人知道？我很是平静地说着，但是陆鸿飞表情却没那么好了。赵阳这不就是在笑话我的公司小吗？虽然我的公司确实不如华盛，但是也轮不到赵阳这个废物笑话吧？我再怎么样也是个公司老板，而赵阳只是一个吃软饭的穷鬼，有什么资格用这种态度说话？好，赵阳是你自己要打自己的脸，可别怪我不给你面子了。说着，陆鸿飞就掏出了手机打了过去。鸿飞，你小子今天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我这不是有事想要问你吗？听说你们公司市场部经理换人了。我这么优秀的人才怎么可能被换掉？哦，陆鸿飞顿时如同小人得志一般，满是笑容，又鄙夷看向了我。看看这回谎话被揭穿了，他还能怎么说？陆鸿飞正准备挂断电话，好好嘲笑一番的时候，那边再次开口：没见过像华盛这么不识货的。听到这，陆鸿飞一愣，什么意思啊？你不在华盛干了？是啊，半个月前我就离职了，说是要找人顶替我的位置，然后让我去当组长，那我哪能干啊？索性就辞职了。上次你让我帮忙介绍一下其他领导，现在我是无能为力了。爸，好的。屋里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尴尬。赵阳，你还真是走了狗屎运了，说不定你这是在哪打听到了华盛的市场部经理现在空缺，所以才编了这种鬼话。其他人听了陈青的话，也反应过来，这肯定就是巧合而已。赵阳哪有什么能力去当华盛的市场部经理？这种事有什么撒谎的？不过是华盛的一个经理而已。赵阳，你还真是不要脸，连这种话都说得出口。有些人觉得华盛厉害，想进都进不去，但是我可不这么认为。我说着看了眼陆鸿飞，从刚刚电话就可以听出了，陆鸿飞是想认识华盛高层，可却求助无门。现在看来，这小子也不过如此。赵阳，你不过是个满嘴谎话的无业游民，怎么好意思说出这些来？我都替你感觉到丢人啊！你真应该跟鸿飞多学学，有能力人还不骄傲，就是现在事业刚起步，赚的少点。青青，虽然我现在每年才能赚个100多万，但是你放心，我会努力给你最好的生活。嘿嘿，是不多，你确实该努力了。舅妈在旁边看着，气得牙根直发痒。赵阳，你是不是非要让我们一家人都下不了台才肯罢休吗？李安琪也没想到我今天会这样，心里更是攒了一股火。你还不闭嘴！听着李安琪的训斥，我不禁眉头一皱。你好歹是我老婆，就不能信我一次吗？李安琪听着一愣，因为这还是他第一次见我如此震惊的表情。赵阳，你一个月能赚多少啊？刚刚还说华盛让你去当经理，你不会说你是被高薪聘过去的吧？怎么不行吗？哈哈哈！赵阳，你这是吹牛没完了！你一直说华盛录取你了，那通知书呢？你总该有了吧？拿出来给我们大家看看啊！其他亲戚也同样认为我是在胡说八道。是啊，赵阳，光说没用，你倒是拿出来看看啊！听说华盛的录取通知是专门找人设计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赵阳，你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安琪姐，你还真是找了个好老公。嘿嘿，
什么事靠说就够了？你们家是不是也不用赚钱啊？吹牛就够吃饱饭了。通知书呢？赵阳，你不会说是忘带了吧？通知书还没到。什么？赵阳，你何苦撒这个谎啊？都是一家人，何苦要这个面子？最后丢人的不还是你和安琪姐吗？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今年算是彻底翻身，把李安琪给踩在脚底下了。李安琪没想到你有这么丢人的一天。李安琪本来是想催促让我赶快把实话说了，但是由于刚刚我对她说的那句话，不知道为什么李安琪把话又给咽了回去。她决定相信一次，让我自己去处理。请问有什么事跟我说就好。女士您好，我是华盛人事部的，找一下赵阳先生。陈青一听是华盛人事部的人来找我，顿时眉头一紧。难不成他真的被华盛给录取了？怎么可能？华盛是什么地方会要赵阳这种废材？说不准是赵阳用华盛的名义在外面招摇撞骗，人家这才找上门了。那个就是赵阳，他的事可跟我们都没有关系。赵经理，这是您的聘用书，劳烦了你，还得亲自跑一趟。赵经理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他竟然没撒谎。我看出了李安琪的疑惑，对李安琪小声说道：“李经理帮我走的后门。”李安琪听到我说是走后门才找到的工作，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怎么现在找到了工作，李安琪还是这副样子？这女人也太难伺候了。说吧，赵阳给了你多少钱，让你陪他演这出戏？这位小姐，您这是什么意思？我和赵经理是第一次见面，怎么会给我钱呢？哼，别演了，你这戏太过了。华盛怎么可能会让赵阳这种人去当什么经理？我告诉你，我男朋友可是认识华盛的人，你要是再不说实话，真让华盛人事部告你个冒名诈骗的罪，到时候你赚的那点钱还不够你赔的呢。陆鸿飞在一旁听了，顿时眉头紧蹙。陈青太过激动，根本没瞧见信封上华盛的钢印，但是他从徐刚掏出聘书的时候就瞧见了。更重要的是，徐刚也是他的客户之一。这位小姐，你说话是要负责任的，我的确是华盛人事部的。陆鸿飞瞧出了徐刚的不悦，紧忙用力地扯了下陈青。你扯我干什么？这时候你还给他留面子干嘛？我们在座的谁不知道赵阳是什么德行？华盛会要他随便拿个破信封就说是华盛的聘书，真当我都是傻子吗？陈青说着，一把抢过聘书，三两下就把信封给撕开了。撕开的一瞬，陈青心里一震，因为聘书的手感非常好，根本不是一般的纸张。不过这也没影响到陈青自己判断。哟，月薪才2万块啊！华盛的人事部经理就值这点钱吗？赵阳，你要造假都不知道去打听一下真实情况吗？陈青翻开聘书，一脸的耻笑，看完一甩手，竟直接将聘书扯成了2半。你刚刚看错了，赵经理的月薪虽然是2万，但是他是2万美金。徐刚狠狠地瞪了眼陈青，随后将已经2半的聘书捡起。开什么玩笑？这是你女朋友？徐先生，您听我说。不用了，看来下半年我得换家投资理财公司了。鸿飞，你怎么了？他不过就是赵阳找来演戏的，干嘛对他那么客气？你给我闭嘴！鸿飞，你竟然凶我！那你给我退到一边去。徐先生，我这就给您道歉，您可千万不要。聘书是给赵经理的，真要是道歉的话，你也找错人了。赵经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不可能，赵阳怎么可能是经理？鸿飞，你肯定也是被他骗了。这位小姐，你不用着急，你随意撕毁我们公司的聘书，也是要担责任的。什么责任？不过就是个假的聘书而已，大不了我找个打印社赔你们几份。当然是法律责任。这个聘书上都是烫金的花纹，更是由知名设计师亲自设计的。虽说印一份要不了多少钱，但是这也是代表着我们公司的门面。这位小姐，你撕了我们公司的门面，就是不把我们公司放在眼里，我们公司理应要求赔偿。说完，徐刚掏出了手机。张律师吗？请以公司的名义给陈青女士下一封律师信，送到……什么律师信？你凭什么告我？这些话您还是一会跟律师说吧。您放心，我们公司不过只会向您讨回些名誉赔偿罢了，顶多也就是30-50万。这么多，这位先生，我女儿不懂事。我们领导在这儿，我可不敢擅作决定。二姨也听明白了徐刚的意思，但是让他在赵阳面前低头，还是有些不情愿。为难就算了，按照公司流程走吧。知道了，那赵经理，我就先走了。一会律师函会亲自送到陈小姐手里的。咱们也走吧。妈，怎么办啊？能怎么办？只能求那个窝囊废了。这小子竟然关机了。上集说到，华盛人事部徐刚亲自送来聘书，岂料陈青误以为是我请的托，并且当众撕毁聘书，最后陈青被彻底打脸，也将面临巨额赔偿。
赵阳，没想到你还认识华盛的人。舅妈见我不搭理她，顿时又是一副尖酸相。你认识华盛人为什么不早说？当初安琪那么需要投资的时候，你怎么不叫你华盛的朋友帮忙？我投资的事都解决了，而且这也不是赵阳能帮上忙的。对了，我还没问你呢，是不是程昱出面帮你的？一提到程昱，舅妈顿时眉眼间又有了喜悦之色。像程昱这种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随便帮你拉个投资还不是小事一桩。安琪，你到时候可要好好谢谢人家啊！当初李安琪被投资折磨得疲惫不堪，舅妈可是都看在眼里的，怎么会突然就解决？凭着李安琪这种商界小白，上哪能弄到这么多投资去？除了程昱，舅妈是真的想不到谁还能在这个时候帮李安琪了。舅妈，你误会了，这事跟程昱没有关系。安琪，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不是程昱帮你的，还能是谁帮你？难不成还是坐在你旁边的那个废物？舅妈说完，瞥了眼正坐在副驾驶上摆弄手机的我，满脸的鄙夷。安琪嫁的人怎么就不是程昱呢？如果安琪的老公是程昱，再有这种饭局，我就只有耀武扬威的份，又怎么还会像现在这样，需要时刻担心自己会不会丢脸？不能再让安琪被赵阳继续给耽误下去了，我得想个什么法子，赶紧把赵阳从安琪的身边踢开，好给人家程昱让地方。李安琪见舅妈已经认定了就是程昱帮忙，也懒得跟他争辩太多。不过李成立突然带着投资来找他这事，在李安琪的心里的确一直都是个谜。他这公司刚刚起步，又怎么会收到李成立和金主的重视？怎么就不能是我了？没准是我深藏不露呢。李安琪不禁眉头一正，会是赵阳吗？他也确实是在李成立面前能说上几句话的。是谁都不可能是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还深藏不露，也不知道要点脸。你别以为在金银饭庄当个服务员就了不起了，照样还是没出息的东西。舅妈说话虽然尖酸，但是还是稍稍点醒了一下李安琪。赵阳只是个服务员，虽然李成立看好他，但是也不可能就因为赵阳一句话而决定投资，而且赵阳更是没有那个能力，能左右得了金主的决定。难不成真是程昱？应该也不可能是他，因为要是他的话，他早就跑过来用这理由把我给找出去了，怎么可能这么消停？我先走了，记得好好感谢人家程昱啊。你打算怎么感谢程昱？谢他做什么？你舅妈不是说是他帮忙的吗？你不打算谢谢他吗？你还说是你呢，我也要谢谢你吗？不用客气了。你明天去华盛上班。是啊，毕竟聘书都下来了。我劝你找个机会把工作辞了，或者调到普通的岗位上，不然以你的能力，也在华盛待不了几天。说不定我会在华盛待得不错呢。到时候你被华盛扫地出门的时候，别怪我没提醒过你。在吗？在，有事。那个，我想问一下，当初贵公司为什么会选择投资我的公司？是程昱拜托的您吗？这个蠢女人是怎么回事？舅妈说什么她就信什么。程昱算个什么东西？怎么可能会毫无目的的帮她？程昱一个不学无术的公子哥，有什么资格能跟我说上话？看到金主的回答后，李安琪心里不由得揪了一下。金主不会是生气了吧？我没有别的意思，您别误会，我就是感觉能得到您的帮助是很不容易的事。李安琪等了半天，也没等到金主的回信，只能无奈作罢。你醒了，早餐放餐桌上了。你就穿这身上班去啊？上次参加聚会的那个西服太浮夸了，我还没来得及去买别的正装，这身也没事吧？随便你，反正到时候丢人的又不是我。华盛给的通知是9点到公司报到，但是我出门太早了，7点多就已经到了公司楼下，但也不能在外面等着，只好快步走进了楼内。取快递还没到点呢，你先去别的地方吧，我们这9点才上班呢。不好意思啊，你误会了，我是来上班的，就是到的有点早。新来的吧？是啊，今天刚来报道的。我说怎么看你这么面生？公司可有规定，得穿正装上班。趁现在还有时间，你赶紧回去换一身吧。今天公司可是有大合作要谈，可别因为你一个人影响了整个公司。没想到一个保安竟然还有这种领导的架势。没事，不就是一身衣服吗？不至于，不至于。随便你吧，这是哪里来的土包子？连在华盛上班要穿正装的事都不知道吗？那边是打卡区，你用自己的工作证画一下就能进去上班了。那个，不好意思啊，我还没有工作证，能让我先进去吗？没有工作证，估计你的工作证还没发呢。但是公司有规定，没有工作证就是不能入内。那我去外面等着吧。等会，你先回来，帮我把仓库里的花盆都搬出来。为什么？哪有那么多为什么？不是告诉你了吗？公司今天有重要的合作要谈，那些鲜花是要装饰公司用的。我是问，凭什么要我去搬？你不就是个实习生吗？刚到华盛的实习生哪个不是先从底层做起？现在不搬一会你也得搬。感情这保安把我当成初到公司的软柿子了，想随便拿掉我。可惜啊，你看错人了，谁告诉你我是实习生了？
你不是实习生，难不成你还是领导不成啊？怎么不可以吗？可以，你要是领导，那我就是老板了。现在你们这帮小年轻啊，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不想干活，连这种谎话都敢说，赶紧把话给我搬出来。我和你们人事部的徐组长可是好朋友，不然到时候我让他在你的最终审核上画歌场，你连华盛都留不下。保安说着一脸的傲然，他口里的徐组长就是徐刚，俩人算是老乡，所以用徐刚的名义唬人的事，保安没少干，而且百试百灵。徐组长，我能不能留下？又不是他说的算的。你给我站住！我让你进去了吗？你现在还不是我们公司的正式员工，出去到外面等着，到时候让你们直属领导来领你进去。一个新来的实习生连班还没上就敢这么猖狂，等一回到了上班的点，他进不去公司，真要是给直属领导打了电话，这帮领导哥哥都忙得厉害，更是没时间去查他为什么进不来，只会认为他刚来就找事，以后的日子还能好过就怪了。保安正和我起争执的时候，大厅里陆续又来了几个人，离上班的时间还有些距离，这个点到的自然不会是那些正式员工，而是一帮实习生，都是为了能够留在华盛，这才积极的表现，希望能给领导留下个好印象。王哥，这是怎么了？不是说今天搬花吗？仓库钥匙呢？是啊，王哥，钥匙呢？这声王哥是叫保安的，因为这帮人都信了保安的话，认为他和徐刚是好友，说不定在最后转正的时候能在徐刚的面前说上话，所以才都会一口一个王哥的叫着。今天不搬了，你们都出去等着吧，到时候上班了，让你们领导来领你们一起进去。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啊？别啊，王哥，我们这才来几天，也不能因为这点小事给领导打电话。你们可别怪我，是这新来的实习生不懂规矩，非要硬闯，我得一视同仁了。你们都到外面等着吧。几个实习生这才看到一旁的我，你有毛病吧？王哥让你干什么你就干呗，非得要影响别人吗？是了，你懂不懂规矩啊？真不懂华盛怎么会让你这种人进来实习啊？你赶快去给王哥道个歉，你自己不想留下，别牵连我们。我劝你还是马上让我进去，不然怎么样？他不过就是个小实习生，难不成还能左右得了别人？不然你会哭得很惨。王哥，你看这事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你就让我们先进去干活呗，到时候领导真要问起来，我可是向着你这边的。是啊，王哥，还有我们都是向着你这边的。这几人是打算和保安统一战线，枪口对准我呀。保安听了，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但是正准备放这几人进去的时候，徐刚拎着公文包也到了公司。徐组长，今天这么早啊？今天有领导入职，所以我想早点来准备一下。那行，徐组长您忙吧，我这边正要处理个要硬闯公司的小子。徐刚听了保安的话，这才意识到旁边还站着个人。硬闯，老王，你这得好好处理，不然一会新领导来了，还认为公司什么人都能放进来呢。放心吧。保安狡黠的一笑，听到没？还不赶快出去！你确定不让我进去？徐刚听见了声音，觉得有些耳熟，再仔细看去，才发现竟然是我。徐刚正要快步走过去的时候，只听见保安扯开了嗓子：“确定的不能再确定了，还不赶快给我滚出去站着！”徐刚听了保安的话，顿时出了一身冷汗，马上开口训斥：“闭嘴！听见没？还不滚出去！我是让你闭嘴！”徐刚音调又调了一个高度，狠狠地瞪了眼保安后，这才走到了赵阳身边。赵先生，实在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这么早就到了。保安看到这情况，顿时有些蒙圈。这是什么情况？他不就是个小实习生吗？徐刚怎会是这种态度？不是，徐组长，你给我闭嘴！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这是公司新到的市场部经理赵经理。赵经理，我错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徐组长，看来这个公司今天我是进不去了。要不是厂部经理这个职务，你跟公司说一下，换个人吧。别啊，赵经理，您听我解释，这个保安我马上开除，您千万别生气，这可是公司用了不少心思才弄来的阔少，真要是因为早上这点破事把人给赶走了，别说升职了，估计我的位置都保不住。保安一听自己要被开除了，哪还能站得住？徐组长，我真知道错了，您放过我这一回吧。赵经理，我以后肯定不敢了。王大军，你给我闭嘴！你以前借着我的名义胡说八道，我看在咱们是老乡的份上，也看在你没在公司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但是你现在竟然连领导都不放在眼里了，公司没必要再留你这样的人。不是，徐组长，我真的知道错了。来人啊，把这家伙赶出去！赵经理，您看这回您消气没有？没事了，咱进去吧。赵经理，这就是您的办公室，您看看还满意吗？要是需要再添置什么，您跟我说就成。挺好的，
你不是人事部的吗？一直留在我这，是想要让我帮些什么吗？还是有什么别的事？徐刚没想到我会把话说得这么直白，顿时有些尴尬，想了一下才缓缓开口。赵经理果然不是一般人，说话也这么痛快。其实我没什么事，就是想以后万一……话说到一半，徐刚顿住了，开始打量着我。徐刚在华盛干了也算有年头了，自认为能力不比别人差，但是却一直留在了组长的位置。当初同他一起进公司的那些人，不是成了副的经理，就是主任，都比他这个组长职位要高。时间久了，徐刚心里自然不舒服，同领导谈了几次，领导给的回话都是让徐刚再等等。可这一等，2年又过去了，徐刚自然就动了离职的心思，不然继续留在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个好出路。可是人往高处走，真要是离开了华盛，他就只能去宋氏集团了。但是偏偏宋氏集团里他一个熟人都没有，真要是辞职贸然去了，谁知道最后会不会落个鸡飞蛋打？思考了一下，徐刚还是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赵经理，我没别的意思，你叫徐刚是吧？我来这是有我自己的目的，暂时肯定是做不到保全你，至于以后的事，只能以后再说。无论到时候怎么样，希望你也别太失望。哦，赵经理，您的意思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一定会努力，不会让您失望的。一上午过去，我并没有感到多辛苦，因为现在只是熟悉公司的过程，所以还没有正式午饭时间，我便直接去了食堂餐厅。只不过我在电梯里一直想的都是该怎么能在李安琪不生气的情况下离开华盛，竟然忘记了按电梯。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直接坐到了10楼。看在电梯的箭头还是向上的标识，我只好从电梯里下来，等着电梯下行的时候再进。赵阳，你怎么在这？你都能在这，我怎么就不行了？你能跟我比吗？我可是华盛的客户，倒是你，胡总不会真的录取你了吧？胡总还真是心善，什么臭鱼烂虾都收留。录不录取，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不再理会程昱，正准备进入电梯，却被程昱一把拉住。你有病啊，松开！我下意识的一甩手，根本没用多大的力气，但是程昱却直接摔在地上，弄出了不小的声响，惊动了其他人。10楼层的业务部秘书赶忙跑过来扶起程昱。怎么了，程先生？这就是你们的员工，话没说2句就动手，这就是你们华盛的规矩。要是出来的是华盛领导层的人物，程昱自然不敢用这种口气说话，但是出来的不过只是个小秘书而已，在他的面前，程昱自然又有了高人一等的架势。动手，程先生，您没事吧？小秘书赶忙检查着程昱，虽然程昱家的公司与华盛只不过是很小的合作，也算不上什么太重的客户，但是程昱毕竟是个富二代公子，在华盛集团面前微不足道，可在这个小秘书面前还是个厉害角色，也不是他一个普通的秘书敢得罪的。你是哪个部门的？市场部的。程先生是咱们客户，你不知道吗？竟然还敢动手，还不赶快给程公子道歉？我没动手，凭什么道歉？这就是你的态度？刘秘书，你们领导呢？还有市场部的领导，麻烦都让他们来一趟。虽然我们程家比不上华盛也大，但是一个小员工都能对我这种态度，是不是欺人太甚了？小秘书顿时慌了，真要是把这些领导叫来，他肯定受牵连。你还不赶快给程先生认错？见我还没有服软的态度，小秘书直接将我拉了过来。我警告你，不想干了是你的事，别牵连我，赶紧给我道歉。是他自己喜欢摔在地上，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回事？小刘呢？说话的功夫，10楼的业务部经理出来了，瞧见几人也快步走了过来。程先生，咱们合作不是都谈完了吗？你这次还有什么别的事吗？王经理，华盛还真是大公司，就连个普通的员工都能随便动手打人，这要是传出去，估计你们华盛的脸上也不好看吧？小刘怎么回事？经理都是那小子，市场部的。秘书连忙撒清关系，抬手指向了我。是他不懂礼数，还要跟程公子动手。你们部门今天刚来了领导，你就敢在这惹事，是不是不想干了？程昱听了，顿时脸上浮现一抹得意之色。赵阳个蝼蚁，还敢跟我斗？我可没揍他，是他自己摔出去的。见王经理来就不敢承认了？动手的时候怎么没见你怕？我不过就是问个路，你上来就动手，要不是看在王经理的面子上，不想给你们华盛添麻烦，我早就报警了。这个程昱还真是瞎话张嘴就来啊！我动手那不是有监控吗？咱可以调监控，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闭嘴，还嫌事情不够大吗？去把你们领导叫来。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我领导是谁。你这是什么态度？我现在通知你，你被解雇了。小刘，你把徐刚给我叫上来，我倒要看看这么狂妄的人，他是怎么找到公司来的。怎么了，老王？这么大的火气，是不是徐刚惹到你了？赵经理也在啊，今天第1天上班还习惯吗？老胡，你管他叫什么？老王，这是咱们公司新来的市场部经理赵阳，赵经理，你怎么也在这啊？哟，程公子也在啊，今天公司的10楼倒是热闹啊。程昱没想到会把胡亮也给招来，更没想到我竟然会是这的市场部经理。华盛是招不到人了吗？赵阳有个狗屁能力，能当上这的经理？胡经理，我一直都以为华盛招人严谨，但是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啊。程公子，你这是什么意思？老胡，赵经理和程先生有些不愉快。王经理将刚刚发生的事情
情叙述了一遍，当然讲述的自然是程昱口中的真相。刚刚赵阳对自己的态度，王经理可是一直记在心里。更重要的是，当初原本的市场部经理被开除后，王经理一直以为公司会把市场部也给他，毕竟业务部和市场部有着紧密的联系。他在公司这么多年兢兢业业，这是他应得的。就在王经理都已经准备好扩建办公室的时候，上面突然来了要外聘赵阳的消息，这让王经理很不舒服。现在再看赵阳，年纪不大，并且态度张狂，这种人凭什么当市场部经理？你们亲眼看见了。还用看见吗？这是程先生亲口说的，人家也没必要污蔑赵经理呀。原来是程公子说的，那就难怪了。上次在学校，程昱就一直在针对赵阳，胡亮可是都看在眼里的。没想到今天在华盛，程昱竟然敢故事重施。赵经理，要不咱们调监控吧？我相信赵经理不是会随便动手的人。老胡，你没事吧？胡经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难不成是我污蔑赵阳吗？胡亮竟然也要去调监控，难道他就真不怕把事情闹出去吗？而且听说今天华盛有个重要的合作要谈，这么一闹，他就不怕影响了公司的合作？有什么不可能？又不是没发生过。好，这就是你们华盛对待合作商的态度。如果程公子不想合作了，我也不拦着。赵经理，咱们现在就去监控室吧。老胡，你这是什么意思？老王，我劝你看好合作商再合作，以免因小失大。胡经理这话我算是明白了，看来我今天是吃定哑巴亏了。王经理，我先走了。胡经理，赵经理，要是这次的合作失败了，我会如实向上面报告的。赵经理，咱们走吧。赵经理，这事你不用放在心上，跟程家的合作公司本来也不看重。就在这时，我和胡亮的手机同时震了起来。是公司中高层领导开会的通知。这是什么意思啊？今天公司有重要合作要谈，所有中高层领导必须到场，但是咱也不用说话，光是听着就行。具体合作都是高层谈，咱们赶快过去吧。这不就是去凑数的？我能不去吗？不行。到了会议室，大部分中层领导都到了，整齐地坐在了一排，只剩下了一个空位。我将位置让给了胡亮，而自己坐到了对面。赵经理，那边是客户的位置，你不会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吧？啊，抱歉，但是那边有塑料椅子，赵经理不会嫌弃这种椅子，配不上你的身份吧？真没想到这家伙这么记仇。经过刚刚王经理那一番话，其他的领导也注意了过来。这就是那个新来的经理，这不就是个毛头小子吗？真不知道他是谁家的亲戚，用这么个人当经理，他是公司要出事啊！你看他连个正装都没穿，这不摆明不把公司放在眼里吗？真不知道老板是怎么想的。老王，我们是真替你不服气啊！算了吧，毕竟这是上头的决定。人都到齐了吧？1个小时后，客户到。现在咱们先简单开一下总结会议，各个部门先简单总结一下各部门上个月的工作情况。老板，业务部最近业绩稳定上升，但是和程家的合作却不太理想。那就放弃吧。程家不算是个有前景的公司，但是程家公子说咱们公司有什么话直接说，一会客户就到了。程家公子说要和咱们公司走法律途径，说是咱们公司的人动手打人。王经理添油加醋的将程昱和赵阳的事添油加醋的说了遍。一个程家竟然都敢跟我的公司走法律途径了，还真是不把华盛放在眼里。王经理听着杨正军口气微怒，心里一阵得意，可随后又反应过来，事情好像不太对呀，老板矛头怎么对向了程家？杨总，您的意思是让他走？华盛还能怕他个程家？传出去还不让人笑话了？杨正军是老板，自然知道赵阳的身份，怎么可能会因为个程昱而得罪赵阳？可又不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挑明赵阳的身份，索性将话锋都转到了程家的头上。况且本来华盛也不把程家放在眼里。王经理一怔，可随后一想，程家确实算不得个大公司，真要是忍让了，让业界的其他公司知道了，只会惹人笑柄。所以老板如此态度也是情有可原的。最后总结的是市场部，我还没适应自己的身份，一时没反应过来是在叫我赵经理。什么？赵经理，当你总结工作了。我操，总结工作？胡亮不是说不用说话的吗？怎么还总结工作呢？胡亮这时也捏了一把汗，他把这事给忘了，所以没来得及提醒我。赵经理今天刚上任，下个月再说吧，客户马上就到了，省得耽误时间。宋先生正在出差，所以由我全权代表来参加这次的合作洽谈。来人不是别人，而是宋有成身边的胡震。胡震带着人入座后，就开始和杨正军洽谈合作的事，根本没注意坐在角落里的我。半天过去，会议室开始放起了幻灯片，屋里顿时一片昏暗。我也是直接打起了瞌睡。幻灯片结束，会议室刚刚明亮了起来，一声呼噜从角落里传了过来，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杨总，你们公司的中高层领导在这种时候都能睡着，看来是并不在意和我们宋氏的合作啊。我耷拉着脑袋，胡震根本没瞧清是谁。杨正军顿时脸色一青，心里更是欲哭无泪。赵阳他不能得罪，但是宋氏他同样得罪不起。此时旁边的同事用手肘推了2下，才把我叫醒。你刚才睡着打呼了？我顿时一愣，就在我猛然抬头等着老板训斥的时候，却撞上了胡震的眼神。这回轮到胡震愣住了。赵阳怎么会在这？赵阳怎么会在华盛当经理？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我刚刚好像变相的训斥赵公子了，这要引起赵公子的不满，后果不堪设想。我得赶快想个办法补救一下。但是宋总说过，赵公子喜欢低调，我又不好当面道歉，不然赵公子的身份不就暴露了吗？此时的胡震急得满头是汗，会议室里顿时陷入了一片安静。胡震是在琢磨该怎么跟赵阳道歉，但是华盛这帮人心可都是提到了嗓子眼，都认为胡震这是真在想改怎么和宋有成说明情况，拒绝这次的合作。赵阳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那个不好意思啊，我中午没吃饭。没想到竟然不用我出手，赵阳就已经在公司待不下去了，竟然在会议上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老板要是再不开除他，简直天理难容啊！看来我扩建办公室的计划又能提上日程了。胡震一听赵阳没吃饭，顿时觉得机会来了。给城湖楼打电话，让他们送2个菜过来。这是什么操作？胡震这是要给赵阳订餐吗？不对啊，为什么呀？刚刚胡震不是还一脸的不悦吗？怎么现在又跟没事了一样，还让人从城湖楼送菜过来？赵阳在会议上又是打呼又是肚子叫的，客户竟然火气这么快就消了。我相信这位经理一定是熬夜加班处理咱们2家的合作，才会这么疲惫的，可以理解。杨总真是有个好员工啊，但是忙到连饭都不吃，传出去还以为咱们2家苛待下属呢。对，还是胡先生考虑的周到啊。杨正军见胡震主动给了台阶，马上应和道。但杨正军也不是个笨人，自然发现了胡震瞧见赵阳以后的变化，能让胡震如此对待的人，来头肯定不小。咱们继续吧。胡震这才重新坐好，但是会议正要重新开始的时候，胡震帮赵阳订的餐送到了。赵经理是吧？你吃吧，没事。不用了，他这会不会太明显了一点？就算刚刚那是能解释得通，但是现在可就有点过分了。胡震接受到赵阳的眼神后，顿时有些坐立难安。那个杨总，我身体不舒服，咱们会议能暂停一下吗？好的，没问题。胡先生，咱们去我办公室休息吧。见2位大佬级的人物都走了，赵阳自然打开了饭菜，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在会议桌上吃饭的赵阳可谓是华盛第一人。虽说会议已经暂停了，但赵阳的这个行为还是引起了一帮人的不满。真不懂公司怎么会用这种人。好在人家胡先生大度，不然我看他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岁数小就是不行啊，连这点人情世故都不懂。赵经理，没想到你还真敢在吃啊。不是没在开会吗？赵经理，我看你是真不了解老板的脾气，不过你也没什么机会了解了。等会议结束，就不信老板还能继续留下赵阳。公司为了准备和宋氏的合作，可是足足忙活大半年，老板对这件事更是十分重视。不过差点都因为赵阳毁于一旦，估计把赵阳开除就已经算是最轻的处理了。赵阳则是仍一心一意的吃着饭，他可没工夫再搭理王静。另一边，胡震随着杨正军来到办公室后，瘫坐在沙发上，心里只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杨总，那位赵经理入职多久了？赵经理今天刚入职的，但是赵经理的能力可是不容小觑。的确是。见胡震如此肯定赵阳，杨正军心里是乐开了花。其实他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证明赵阳就是那个私生子，毕竟这种事哪能是会让人轻易查到的。杨正军如此对待赵阳，无非就是想赌一把，现在看来他这是赌赢了。胡先生，您认识赵经理？算不上认识，但是我没想到赵经理会选择贵公司。胡震哪敢说认识赵阳，他的身份可不足以让赵阳这种人物认识。但是按理说赵阳没必要来华盛工作啊，他出现在这肯定是有什么原因的。胡震想了一下，给宋有成发了信息，说明了现在的情况。宋有成收到信息后顿时一怔，赵阳是华盛的经理，而且是今天刚入职的，偏偏今天是宋氏和华盛谈合作的日子，这未免也太巧了吧。看来赵阳已经是完全掌握了我们公司的动向，果然这2个亿不是白拿的。想来想去，宋有成给胡震回了信息，合作暂停，是否继续全听赵先生的意见，记住不能暴露赵先生的身份。胡震看着宋有成的回信，心里一阵苦涩。老板怎么把这个难题交代给我了？既不能让别人知道了赵阳的身份，还要让赵阳定夺合作的事，这也太难做了吧？总不能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问赵阳吧？那个能不能帮我问一下赵经理吃了多少？我也有些饿了啊。胡先生，我现在马上让人给您送份饭菜。算了，不用了，会议暂停。
胡先生，您是对方案哪里不满意吗？这是宋总的意思，我先去趟洗手间，等我回来再说。杨正军见胡振去厕所，也只好满心的忐忑的等着胡振。接着又在公司领导群里说了会议暂停的情况，让所有人赶快一起想解决办法。杨正军的消息一发出去，这帮领导顿时炸窝了。在回复着杨正军的同时，纷纷在没有老板的小群里聊了起来。什么会议要暂停？咱们这么久的努力不是都白费了吗？这事还不是都怪那个赵阳，要不是他，合作怎么会变成这样？我就说嘛，宋氏的人可没那么好说话，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咱们加班那么久，竟然因为他一个人都毁了。等宋氏的人走了，咱们得跟老板说一下，这主人留在公司根本没用。可不是，一定要让老板开了他。王经理看着群里不断弹出来的消息，一脸的得意。赵阳作为新来的，自然没有公司这帮人的群，但是他的手机同时也震了起来，是李成立的信息。吴先生，请您去一趟卫生间，有事相商。胡真找我干什么？还要在卫生间见面？难道是宋有成找我有事？别是宋氏和李安琪公司的合作出了什么问题吧？老胡，你最好是有什么要紧的事，不然我跟你没完。道歉，赵先生，我找您是有急事，这也是没办法了。什么急事啊？是不是你们公司和初创的合作出了问题？初创？这是什么公司？没在市里听过啊。不是，是和华盛的合作问题。宋总的意思是想询问您的意见，要是您觉得宋氏不适合和华盛合作，这次的洽谈马上终止结束。华盛的合作？这是你们宋老板的事，来问我做什么？赵先生，您别误会，这次合作是宋氏公司规划已久的，而且也都是互助型合作。您现在是宋氏最大的投资商，宋总自然想要和您商量了。这都是你们公司自己的事，真不用问我。宋总要是觉得华盛可以就合作，要是觉得不行就拒绝，按照你们原本的原计划走就可以了。咱们出去吧，这里真是太逊了。你们的合作该怎么谈就怎么谈，不用管我。留在卫生间的胡振悬着的心始终都没放下，他是真的没琢磨明白赵阳话里的意思，只好给宋有成去了电话，将二人刚刚的对话悉数复述了一遍。电话那头的宋有成听完，脸色同样不好。合作照常进行吧。那赵先生呢？还用我再多解释一些吗？不用了，赵先生这是已经默许我们的合作，但是也提醒了咱们，宋氏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这是给咱们在警示呢。胡先生，方案您都看了解了，咱们这合作……杨正军一脸忐忑地看着胡振，而胡振却不自觉地看向了坐在角落的赵阳。杨正军察觉了胡振的眼神，不禁也朝着赵阳的方向看去，而赵阳也看见胡振的眼神飘了过来。刚刚不是在厕所都说明白了吗？怎么胡振还是这副表情？胡振见赵阳表情不悦，将刚要说出同意的话语硬是又憋了回去。宋有成对赵阳的重视程度，胡振再清楚不过了，所以胡振还是决定再谨慎一点。杨总，方案没什么问题，但是我还是需要回去和宋总商量一下，再给贵公司答复。胡振走后，留下了会议室里的领导一片哗然，见自己这么久的努力付之东流，将错都归咎在了赵阳的身上。要不是他不懂规矩，惹恼了胡振，这次的合作又怎么会出问题？赵经理，你搞砸我的合作无所谓，毕竟那是个小的商业互动，但是你现在竟然搞砸了公司这么重要的合作，你难道就一点也不自责吗？合作搞砸了？没有吧？胡先生不是说回去考虑吗？再说了，就算不合作了，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自责？赵经理，你这是什么话？你就这么不把公司放在眼里吗？是呀，赵经理，你不过就是个小经理，这么说话未免太狂了一些吧？空降的果然不一样啊，能耐没有，口气倒是大得很。他这种小屁孩能懂什么？反正杨总回来自然会给他好看的。算了吧，都少说两句。赵经理毕竟岁数小，才刚来不懂规矩也正常。老王，你说说你竟然还帮着那小子说话，我们这是替你不甘心了。你在公司辛苦这么多年，我们可都是看在眼里的。是啊，老王，我知道你不愿意因为这些事去找公司，但是我们也不能看着公司被这种毒虫给腐蚀了。这帮老家伙竟然说我是毒虫，我不就是不小心打了个瞌睡吗？至于这么上纲上线吗？况且也不是我要当这个经理的。不过这帮人毕竟是华盛公司的元老，赵阳虽然不想继续在华盛上班，但是也不想用寻衅滋事的方式，也就不打算跟这帮人计较。赵经理，杨总还没回来，你这是去哪呀？刚才不是挺硬气吗？都说年轻人火气方刚，也不过如此啊。会都散了，你们还聚在这干什么？手上是都没活了吗？杨总，我是在想合作失败的补救方法。补救办法？谁说合作失败了？宋氏不过是回去考虑一下。杨总，宋氏不是说这么重要的合作，宋氏想要考虑的周全一点，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都赶快给我回去工作去。那个杨总我，请坐吧，赵公子。赵公子不用紧张，我就是想问一下，今天一天在我们公司还习惯吗？有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没有，挺好的。就是杨总，您能不能别叫我赵公子，叫我赵阳就行。好的，好的，是我考虑不周了。没事没事，杨总您找我是有什么别的事吧？
没什么，就是赵工、赵阳啊，我想问问你觉得咱们公司与宋氏集团的合作能有多少希望？这我怎么知道？杨总您也太抬举我了。我这就相当于民意调查，每个领导层的人我都要问一下的，这不是怕宋氏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咱们好群策群力嘛。这样啊，其实我觉得要是合作方案准备充足，并且互惠互利的话，宋氏应该没什么理由拒绝，毕竟华盛也是个大公司。但是胡先生要回去考虑，这事说不定还会有什么变故吧。宋氏的老板是宋总，胡震肯定是回去再和宋总好好商量一下，我觉得问题不大。哦，那好，就接你吉言了。没什么事，杨总我就先回去了。合同签订了吗？没有，宋总。我准备签合同的时候，发现赵先生的脸色似乎不对，就将合作暂缓了，让华盛的等消息。您看接下来怎么处理？需要我再联系一下赵先生吗？宋有成一听赵阳脸色又不对了，不禁长叹了口气。都怪自己太过自信，要是一点私心都不杂，现在也就不会惹得赵阳不悦，自然也会省掉不少的麻烦事。看来还是好好在赵阳的手下做事吧。面对赵公子这样的人，要是哪天与他为敌了，估计只有死路一条。算了，你先回公司吧，一会我亲自跟赵先生解释。杨总，找我有事吗？我这还有点事，等赵阳来了，我再一块说。知道了，杨总。杨总，您找我？小赵来了，赶快坐，你也过来坐吧。小赵啊，这次找你们俩来，是想跟你们研究一下市场部和销售部双经理的事。公司决定将两个部门暂时合并，可以更好的应对接下来的合作。王经理一听，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竟然真的是这事，杨总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带领两个部门，将所有的合作都处理好的。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赵阳刚来公司需要适应，现在又成了两个部门的大经理，老王你可要好好辅助他。什么？赵阳是大经理，我辅助他？杨总，您开玩笑的吧？赵阳怎么能？怎么不能？这是公司的决定，你有什么问题？杨总，赵阳初来乍到，怎能胜任两个部门经理的职位啊？还是销售部和市场部的合并，况且他刚刚搞砸了咱们公司和宋氏集团的合作，这时候任命他这么重要的职位，我只怕其他员工心里不服啊。初来乍到怎么了？谁有能力我就用谁。还有，谁说赵阳搞砸了这次的合作？宋氏那边已经签订了合同书，而且这都是赵阳的功劳，他是公司的功臣，我自然要提拔他。原来昨天晚上杨正军刚要入睡，就接到了宋氏那边的电话，通知他同意合作，并且告诉了杨正军，他们宋氏希望赵阳作为这次合作的主负责人。虽说宋氏并没有直接表明赵阳的身份，但是在杨正军的心里，对赵阳早就有了自己的认知。当然，他也没有傻到要去戳破这个事，自然欣喜应下。什么？赵阳是功臣，宋氏同意合作是因为他？怎么可能？赵阳在会议上又吃东西，又睡着了打呼。宋氏勉强能同意合作，肯定也是因为华生的这次合作方案准备充足，和华生的自身实力跟这个刚来的臭小子能有个毛关系？难不成是杨正军刻意要提拔赵阳，包庇赵阳，或者说杨正军才是赵阳背后的那个大人物？不然赵阳凭什么空降，又凭什么来公司第二天就升职？要是他也算有能力的话，那其他的这些老员工不都是上届天才了？杨总和宋氏集团的合作主要就在销售和市场部两个部门上。赵阳刚来公司，万一要是出了纰漏，董事会那边应该也不好交代吧？所有的中层以上的领导调动都是由董事会批准生效的。王金龙，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还是说董事会所有的决定还需要提前通知你不成？好了，你出去吧，你是两个部门的副经理，人事部中午之前会下发通知的。知道了，杨总。小赵啊，这次和宋氏能够合作成功，还真是多亏了你啊。昨天是不是你跟宋总联系了啊？难道是跟昨天晚上和宋有成给我的那个电话有关？不是，杨总您可能误会了，昨天是……没事没事，你不用多说了，我都明白，你这是为公司出力，还不愿意出风头，我都懂的。杨总，您明白什么了？我当然是都明白了，你放心吧，和宋氏合作的项目都会交给你负责的。杨总，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这才来2天，哪能胜任这么重要的职位？要不您还是用王经理吧。什么误会？你就不用谦虚了。优秀的人再低调，也掩盖不住自己的光辉。而且董事会都批准了，任命马上通知，很快就会到你手上，改不了。至于其他的事，你不用担心，咱们公司可是很有专业素养的，不会随便议论的。见杨正军如此坚决的态度，赵阳也就不好再继续拒绝下去了。杨总，赵阳怎么了？我看他好像是有什么心事。没事，估计是在想合作的事。他现在是销售部和市场部两个大部门的经理了，手上还握着跟宋氏的合作，责任重大，肯定是要多方面考虑一下的。
原来是这样，杨总，您找我什么事？无论怎么说，赵阳都是新来的，你从你们人事部派个老人过去，帮他熟悉一下公司的这些人才，以免他还需要自己去了解。好的，杨总。另一边，王金龙回到办公室，脸色铁青。再一想到赵阳此刻在办公室欢呼雀跃的嘴脸，王金龙就气得双拳紧握。我必须想个办法挫一挫赵阳的锐气，但这事毕竟是杨正军认定的，很难更改，看来必须要越级招一下董事会的人才行了。金龙啊，咱有日子没见了吧？中午有没有空陪我喝点去？这不是张东吗？您看您说的，我就算再忙，陪您的时间还是有的。您挑地方，我买单。行啊，金龙，这么好的地方你是怎么找到的？这是我朋友开的，你随便点就成。你要是喜欢，我让他给你拿张卡。张建国一听这个随便点，更是精神十足。酒过3巡之后，张建国这才发现王金龙脸色似乎不太对，满面的愁容。金龙啊，你这是咋了？您是张东，就是公司那点烂事，不说也罢。公司的事没事，金龙，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就成，我帮你做主。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公司把大经理的位置给了个新来的小子，我倒没什么，我就怕这小子什么都不懂，影响了整个公司。什么？公司下达了这种任命通知，我怎么不知道？杨正军这小子是不想让公司好了吗？我也不知道杨总是怎么想的，我就是担心公司这次合作的可是宋氏这种大企业，要是惹的。什么？这么严重吗？张建国天天花天酒地，虽也知道宋氏的威名，但是关于商场上这些事可是一窍不通。一听王金龙这么说，顿时心里一惊。可不是嘛，要不然我也不能这么担心啊。这个杨正军是混好了，现在都不知道天高地厚了。等他晚上回家，我必须要好好问清楚，这么重要的合作竟然让个新人负责，真是疯了。还是你有远见，张董，我这上班的时间也到了，得回公司了。会员卡的事您不用担心，一会我去打招呼，但是送到你手上可能得需要些日子。这是我的卡，您先拿着用，这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您可以都试试。听了王金龙的话，张建国扫了一眼屋里的倒酒女郎，自然明白这话中深意。那我就再喝一回，还是你有心了。有了张建国的帮忙，王金龙心情大好的回到了公司，但是刚到他们部门，就听见了里面下属的窃窃私语。这个赵阳不会是昨天在会议上睡觉那个吧？他竟然都赢过咱们王经理了。就是他，不然还能有哪个市场部赵经理？难怪早上王经理脸色那么不好，被个新来的给顶下去了，谁能心情好？完了，这回市场部那帮人尾巴还不翘到天上去了，咱们王经理怎么可能输给那个小子呢？是啊，现在咱王经理肯定成他们中层领导的笑柄了，估计他下午不能来了，得去避避风头。你们这么闲吗？今天统统给我加班。爸，您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我要是再不回来，整个华盛就要让你给毁了。爸，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听说你要把公司跟宋氏的合作交到一个新人的手上，还要提拔他成大经理，公司你是不是不想要了？这是公司的事，就不用爸操心了。公司的事你别忘了，我也是董事会的一员，你不考虑公司未来的发展，我得考虑。你们这帮年轻人做事是真不靠谱。我再说一遍，这是公司的事。你这是什么话？我一心都是为了公司，为了你考虑。这回倒好，你竟然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你是不把我这个岳父放在眼里了？赵阳的任命是公司所有董事决定的，而且已经更改不了了。所有董事，我也是董事之一，我就不同意。有什么不能更改的，跟宋氏说明，换个更有能力的负责人，我就不信他们还能拒绝了。这事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觉得公司里谁才是更有能力的负责人？张建国一向不管公司的事，今天怎么突然对公司的事这么关心？杨正军不是傻子，这中间肯定是有人传话。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难不成我还没有资格管公司的事了吗？要不是我今天去了公司，都不知道你能做出这么愚蠢的决定。赵阳的能力是宋氏集团认可的，要是换人，宋氏会终止合作。一个新来的大学生能有什么能力？少拿宋氏压人说事，他们也不是华盛内部的人，能知道什么？这是又吵什么呢？没什么。什么没事？你倒是说说啊！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能有什么能耐受到宋氏的重用？什么大学生？你们到底在吵什么？你这个丈夫竟然要让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去负责和宋氏集团的合作，这不是要毁了公司是什么？
什么？这中间肯定是有什么误会。什么误会？现在公司都知道了，他还说改变不了，这小子还是空降来的，我都怀疑是不是你那个老情人托你把这小子安排进公司的。胡说什么？我都说了，赵阳是凭着自己能力得到了宋氏的信任。杨正军怒视着张建国，但是张建国可是毫不示弱。他连大学都没毕业，能有什么能力？你倒是说清楚啊！不是老情人塞进来的就怪了。赵阳他是怎么说不出来了？要真不是你老情人塞进来的，明天就把他给罢免了。我可不能看着华生就这么毁在了你糜烂的生活之中。赵阳，我不会罢免，信不信是你的事，以后公司的事少掺和进来。今天你怎么有空约我？华上那个没人性的地方，天天加班。我今天这不是才休产假吗？所以暂时解放了。你在华盛上班？李安琪听得一愣，她只知道自己这个闺蜜有了孩子，但是从来不知道自己闺蜜竟然和赵阳是一个单位的。去年年底去的，你这也太不关注我了吧？李安琪尴尬地笑了一下，她那时候一直在忙于筹备自己公司的事，所以有段时间就不太和朋友聚会，所以知道的事也是少得可怜。但是听闺蜜提起了华盛，让李安琪不由得想到程昱的话，要是赵阳真的对程昱动了手，估计在华盛也会造成不小的影响。而且闺蜜是几天内才休的假期，对于昨天的事她应该也知道吧？华盛可是个大公司，应该有不少好玩的事吧？有没有什么八卦之类的？还真有好玩的，你猜是什么？不会是部门经理打人了吧？什么动手打人？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经理开合作会竟然睡着了，还打呼了。一听不是赵阳打人的事，李安琪顿时松了口气。市场部开合作会睡着这么大的事，你都不惊讶？这有什么？等等，你说什么经理？李安琪话这才想起来，赵阳不就是市场部经理吗？市场部经理在华盛市场部不算是小部门了，这个经理才上任第一天开会就睡着了，还是在跟宋氏集团的合作会上。听说宋氏的负责人会还没开完就绿着脸走了，这个经理还真是过分。可不是嘛，听说合作也暂停了，我估计是黄了。只不过今天我开始休假了，还不知那个经理会得到什么处罚决定呢，最轻也应该是要被开除的。李安琪的这个闺蜜今天就根本没上班，所以也不知道出现神一样的反转。赵阳非但没被开除，还反被升职了。这种人不开除他留着做什么？你回来了呀？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那个确实有点事，今天华盛市场部和业务部合并了，公司还任命我做2个部门的大经理。赵阳说完，偷偷地看了眼李安琪的脸色。不对啊，李安琪就算不为我感到开心，也不至于脸色越来越差呀。赵阳，都这个时候了，你竟然还能撒谎？你也不看看你什么德行，人家凭什么用你当大经理？华盛是疯了吗？我没说谎，不信我给你找公司的任命邮件。够了，赵阳，我没想过你竟然能没出息到这种地步。说你是烂泥都是高抬你了。我是烂泥，你又不是才知道，我就是没出息。你那个金主有出息，又有钱又有能力，你有什么问题还能半夜帮你？你找他去啊！赵阳，你竟然敢偷看我的手机？我没有。没有？那你怎么知道金主这个人的？我不是故意看的，是不小心看见的。不小心看见的？赵阳，你真当我傻吗？我真没想到你竟然能做出这么变态的事。是我变态还是你心虚啊？赵阳，你把话给我说清楚，谁心虚？谁心虚谁自己心里清楚。赵阳，我真是看错你了，你连个废物都算不上，从我家滚出去，我不想再看见你。走就走。你怎么来了？人是不有事？没事，是胡经理派我过来的，怕你不了解公司目前的人力情况，让我辅助你更好完成和宋氏的合作。赵阳听徐刚这么一说，这才想起来，他从今天开始就要着手准备和宋氏合作的事了，不由得头又大了起来。赵总，您怎么了？这是合作出了什么问题吗？没事，我先熟悉一下合作流程，有事再叫你。好的，我现在就在外面办公。都怪宋有成，合作就合作呗，非要把我也拉出来。想到这，赵阳突然觉得冤有头债有主，这事是宋有成闹出来的，就应该宋有成来帮他解决。想着赵阳就给胡震打了个电话。哪位？胡震吗？我是赵阳。赵先生啊，您好，请问有什么事吗？来华盛接我，有事找你。谁是赵阳？把他给我叫出来。老先生您好，我是赵阳，请问您有什么事吗？果然是个毛头小子，能有个狗屁能力。这人是哪来的？话还没说2句呢，怎么就把我给否决了？徐刚在屋里也听见了动静，跑出来瞧见这一幕，赶忙走到了赵阳的身边，小声地提醒道：这是公司董事之一，张董，也是杨董的老丈人。张董，您来找我有事？我来是通知你，宋氏集团的合作你不用管了。杨总知道这事吗？不用通过他，
我也是董事，我有权更改公司所有合作的负责人。抱歉，我只接受杨总的任命。赵阳平淡地回答着，说完就要离开部门，但是却被张建国一把拉住。你这是什么态度？当个经理就能这么跟公司董事说话吗？被张建国这么一吼，周遭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那好，这些都是关于和宋氏合作的文件，劳烦张董收好。赵总你什么赵总？我现在下达另一个通知，赵阳在重大会议上睡觉，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定。我代表人事部罢免赵阳的大经理身份和市场部经理的职位。从现在开始，赵阳就是公司的普通职员。还以为这小子能有什么脾气呢？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嘛。让他把合作交出来，不也是乖乖听话了？索性把他的职位也给他降了，省得以后杨正军再偷偷提拔这种没用的人。张董，我就是人事部的，今天人事部没有接到任何关于降职的通知啊。你是哪来的？公司董事会的决定，难不成还要通知你这么个小职员吗？你叫什么名字？这个月工资减半。张董，没有任何缘由就责罚下属，应该不是华生的规矩吧？没有缘由？你没听见他刚刚顶撞我吗？他刚刚说话的态度，我并不认为有任何的问题。你现在不过也只是个普通职员，有什么资格这么跟公司的董事说话？既然你要维护他，我就先把你开了，这就是你逞英雄的下场。你要开除我，杨总同意了吗？你少拿杨正军来压我，就算是他现在来了又能怎么样？你算个什么东西？开除你，我是为了公司好。通知人事部把这人给我开除，这个月的工资也不用给他结算了，是他顶撞领导在先，不扣他钱就不错了。顺便再告诉人事部是谁把赵阳招进来的，同样薪资减半。真以为我们华盛是废品收购站吗？什么人都……这是怎么回事？你谁啊？哪个部门的？我不是你们公司的。赵先生，出什么事了？不是我们公司的，那谁让你上来的？给我滚出去！这是哪来的老登？口气未免也太狂了。赵阳，你还愣着干什么？你都已经被开除了，还不赶快收拾你的东西滚蛋！他竟然要开除赵阳！你是公司董事？废话，还有你再不从我们公司滚出去，我就要叫保安了。杨总呢？杨总可没在公司，得下午才能回来。给杨正军打电话，让他马上回来。你算是什么东西，敢直呼杨总的名讳？张董，我劝你还是赶快回家吧，一会杨总来了，对你可不好。我算看出来了，这是你找的帮手啊，赵阳，这可是华盛，你以为你找个外人来就能帮你吗？我告诉你，无论你的后台是谁，在我这都不管用，杨正军也得听我的。赵阳，杨正军能放任你在公司胡作非为，但是我不能。你别以为有后台了不起，公司都是我家的，想撵嘎你，跟撵嘎只蚂蚁一样容易。张建国趾高气扬地说着，殊不知周围围观的职员都是一脸的诧异，都传说杨正军这个老丈人没什么能耐，就只会惹祸。现在看来还真是不假，把赵阳开除了是小，但是在公司大放厥词，可就不是件那么容易平息的事了。这以后让杨正军的脸往哪放？还有其他董事那里，杨正军又该怎么交代？你们不动是吧？把保安给我叫上来，把赵阳的东西都扔出去。胡震哪能放任张建国如此嚣张？本来想着这毕竟是华盛内部的事，他不好插手，所以这才让人把杨正军给叫回来。但是没想到这老登能猖狂到这种地步，竟然要扔赵阳的东西。但是就在胡震要出手的时候，却被赵阳叫住。没事，让他扔，一会我要让他亲自再给我捡回来。好大的口气，我看看一会你怎么让我捡回来。没一会，一群保安浩浩荡荡的从电梯中下来，赵阳这才看明白，这老登分明是想要把他一起给扔出去。把那个办公室的东西都给我扔出去，还有这2个人，要是再不离开，也给我丢出去。保安上来后才知道张建国是让他们扔赵阳的东西，再看向胡震，顿时都僵在了原地。头2天，保安队的一个老职员就是因为得罪了这个新来的市场部经理，直接被杨正军给开除了，算是给这帮人敲了警钟。见到新来的赵阳，一定要毕恭毕敬，万不能得罪，否则工作就没了。但是现在张建国竟然让他们扔赵阳的东西，他们怎么敢？还要对胡震动手，更是不敢了。虽然他们不了解胡震的身份，但是他们可都亲眼见过杨正军亲自接送过胡震，身份更是不容小觑。反正都是他们这帮小保安得罪不起的人物，自然也不敢随便听从张建国的话轻举妄动。你们都愣着干什么呢？现在我说的话都不好使了吗？怎么回事？不是说他今天外出有事，得下午才能回来吗？怎么现在就回公司了？
你来了，杨总，我已经把赵阳开除了，你没意见吧？杨总，您还是解释一下吧。这是误会，您听我说，这哪有你说话的份？马上从我们公司滚出去，没听见吗？你给我闭嘴！好什么？他一个外人在咱们公司指手画脚，算怎么回事？这要是传到宋氏集团的耳朵里，知道咱们公司毫无制度可言，还派这样一个什么能耐都没有的臭小子应付他们，合作还怎么进行？我这都是为了公司。现在已经让宋氏的人知道了。胡先生，公司并没有要开除赵总的通知，您千万别误会。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宋氏的人已经知道了？合作不是才刚刚开始吗？我就不信公司换个更优秀的人来负责合作的事，宋氏能不愿意？他们宋氏的负责人又不是傻子。哼，杨总，看来贵公司也并不是诚心想要同我们宋氏合作，这次合作还是就此作罢吧。我相信要是宋总在，也是如此的决定。赵先生，您的意见如何？不用问我，我现在也不是华盛的人了。什么？你是宋氏的人？咱们去我们办公室详谈吧。小赵啊，你怎么能不是咱们公司的人呢？这都是误会。张董都发话了，我就是个打工的，当然要听话了。什么误会？我说了要开除他。胡先生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没认出您的身份。您也看到了，赵阳这人如此嚣张跋扈，让他负责和宋氏的合作，我认为也是对贵公司的不负责任。我今天做的这些决定都是为了宋氏考虑啊，您可千万别见怪。为了宋氏考虑，张董还真是有心啊。您过奖了，我们华盛可是很珍惜和宋氏的合作的。您看合作还是继续吧，我作为公司的董事，保证给您指派个更好的负责人。张建国当胡震真是在夸奖他一般，继续说道。一旁杨正军听不下去了，你给我闭嘴吧！赵阳就是负责人，我们华盛不会更换的。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都跟胡先生说清楚了，你来捣什么乱？各位，杨总，原来这就是你们公司董事水平，看来咱们真的没有继续合作的必要。何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难不成还让我这个老骨头给你跪下，才能合作继续吗？胡震见张建国这是要有撒泼的架势，眉头一紧，脸色顿时阴了下来，随即看向了赵阳。那就让他跪呗。你算什么东西？这哪里有你说话的份？何先生，您看，我觉得赵先生的话很可取。难不成胡震的意思是真的要让我跪下吗？原来张董就是说说而已啊！看来咱们的合作对，我跪还不行吗？张建国见胡震还有要撤销合作的意思，马上开口，但是嘴上说着跪，可两条腿却僵硬的厉害。他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头，给胡震一个不到30的年轻跪下，这要传出去，老脸可往哪放？可宋氏真要不跟华盛合作了，对自己以后的生活质量肯定会有极大的影响。无奈之下，张建国只能可怜巴巴地看向了杨正军，希望他的这个女婿能站出来帮帮他。爸，是你答应人家的，我也没办法。张建国没想到杨正军会是如此态度，不过再一想，在宋氏的人面前，估计杨正军帮他求情也是无事于补吧。最后，张建国咬紧了牙关，缓缓跪在了地上。胡先生，您看他都跪下了，合作的事。赵阳正饶有兴致地看着张建国，早就把合作的事给忘到脑袋后面去了。胡震见赵阳仍是没有作声，以为赵阳还是没能消气，顿时冷了脸色，继续说道：我从来没有承诺你们，只要他跪下就同意继续合作。胡先生，那您的意思是继续合作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们公司董事的水准可是真不怎么样，这要是真合作起来，我相信宋总也不会放心的。明白了，您放心，从现在开始，张建国不再是公司的董事。赵总，您怎么不说话了？晚上到底有没有时间？你叫什么名字？陈小雪。女孩娇滴滴地回答着，只觉得自己要是能抱上领导的大腿，前途自然不可限量。就在女孩正盘算着晚上如何表现的时候，只见赵阳拿起电话：徐刚，通知人事部，陈小雪被开除了。不是，赵总，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影响了整个部门的风气，我当然要开除你。陈小雪没想到会是这种结局，马上连声道歉，眼里刚刚散去的雾气又冒了出来。只不过刚刚她是为了博取同情在演戏，而现在真的是要急哭了。不过赵阳似乎不是陈小雪认为的那种会怜香惜玉的男人，无论陈小雪怎么哀求，最后还是被赵阳赶出了办公室。这城活楼的果然不一样。是啊，你们看，这么远送过来的，味道还这么好，真是太感谢赵总了。我也茶带酒敬赵总一杯。没事没事，你们要是喜欢吃，下次咱们可以去那吃，只不过有点远，停车不方便。下次咱们可以去金银饭庄，而且那的包间还能大一点。
下属一听下次要去经营饭庄，更是个个眼睛瞪得溜圆。一个城湖楼就已经够他们惊叹的了，现在赵阳竟然还说要去经营饭庄，开始纷纷跟赵阳道谢。赵阳没当过领导，自然也没什么领导的架子，所以一帮员工很快就和赵阳打成了一片。不知不觉的一场午饭，竟然吃到了下午快4点。都这个点了，咱赶快收拾吧。和宋氏合作的文件我还没弄好呢。别急了，反正这2天加班是一定的了，也不差这一回。我把洗漱用品都带来了。可是我现在还没什么想法呢。我也是啊，咱们应该从哪个方面着手啊？赵总，你觉得呢？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我认为不用加班，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用担心，只负责原来的工作就好了。那个赵总，要是不准备宋氏的案子，到时候会谈的时候该怎么办啊？而且我们现在除了宋氏，手上也没有别的工作啊。我说不用担心，你们就放心吧。至于你们现在手上没有其他工作的话，那就放假吧。后天会谈是吧？那就放假2天。放假？徐刚在旁听懵了，合作的事还没开始研究呢，赵阳竟然要给自己的属下放假，这是什么操作？其他人更是懵了，这个假期未免来得太突然了吧？怎么，你们不想放假，想要在公司上班？所有人马上摇头，谁能不想放假？随即市场部一阵欢呼雀跃，领导都下指令了，他们哪有不听从的道理？而且真要是有什么问题，也有这个领导兜着。见下属那么激动，赵阳心情也好了不少。杨总，小赵，我有点事找你，咱们去你办公室说吧。成，你们把这些东西收拾好就都走吧，从今天下午开始放假。小赵，你这是给你们部门放假了吗？不好意思啊，杨总，忘了向您申请了。我是看这帮人之前加班太久了，就想让他们放松一下。但是宋氏合作的事您不用担心，我一定会处理好的。没事没事，你自己部门的事你自己决定就可以了。那杨总，您来是有什么事吗？啊，没事，上午的事你别往心里去，咱们公司可是很珍惜你这个人才的。我明白，杨总，您放心吧，倒是给您添麻烦了。您回家好好跟您爱人解释一下，我相信他会理解的。毕竟您岳父大人继续留在公司，很有可能会限制华盛的发展。我明白的。小赵啊，咱们公司能走到现在这一步也不容易，我当然不能让我那个岳父继续在公司里胡闹下去了。只不过之后的发展对于华盛来说也是个难事。我相信杨总的能力，以后肯定会将华盛越干越好的，没准会成为下一个宋氏呢。那就先谢谢你了，小赵。您客气了。你怎么没走？你是来帮我的吗？那现在就属于市场部，所以你也能放假。胡经理那边要是问的话，我帮你去说。谢谢赵总了。第一次下班这么早，回家也没事。赵总有空没？去酒吧喝一杯？成，走吧。好嘞，我这就打车。不用了，你给我指路，我开车来的。上车吧。徐刚一个抬头，直接愣在了原地。赵阳这是开了一个幻影吗？杨总开的也只不过是个300万左右的奔驰，难怪赵阳要把车停得这么远，不然这车要是开到公司，肯定又要惹起不少的骚动。果然，有钱人的孩子就是不一样。上车呀。赵总，您这可真是一辆好车啊，不便宜吧？车是不错，就是点大，停车不方便，价钱还行。我买的时候有活动，用中配的价格买了顶配级别的，还挺合适的。赵阳不以为意地说道。徐刚正在用手机查着现在幻影新款的价位。赵阳话音刚落，手机页面刚好弹出来，这车中配的价钱也要700-800万，赵阳竟然说不贵。没一会，赵阳就在徐刚的领路下，将车开到了一个酒吧门口。按理说，他们这个时间去酒吧应该都没什么人才对，但是一到门口，他们发现酒吧门口停了各种各样的豪车，连一个停车位都没有。不是说酒吧都是天黑才上人吗？这酒吧就是这样，没事总办轰趴，所以比别的酒吧营业都早。也不知道今天是什么主题的。到了酒吧门口，二人被门口的保安给拦住了。只见保安从兜里掏出了一板印章，从中找出了个绿色的印章，盖在了二人的手背上，顿时手背上多了个荧光绿的龙纹图腾。来酒吧还得盖章，还真是将开眼界了。就在赵阳正打算往里继续走的时候，却发现徐刚脸色似乎不怎么好的站在原地。我们是开车来的，只不过这没停车的地方了，你凭什么给我们绿的印章？先生，那请您把车开过来再说，这是我们这的规矩，要是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可以离开。你怎么了？这个酒吧的客人也是划分等级的，分为红色、蓝色、黄色和绿色，咱们这个就是最低级的。肯定是那个保安看见咱们是走过来的，认为咱没车。老婆酒吧买醉，遇到混混纠缠，我果断运用超能力摆平。没事，反正咱们只是来玩的，等级什么的不重要。赵总，你看你想喝点什么？我请客。我不会喝酒啊，酒吧有饮料吗？来酒吧不喝酒，那来干什么了？兴许这2人是怕酒类饮品太贵，所以才想要饮料。毕竟我们这个酒吧的消费水平不低，普通的富二代到这来都得看着价格点东西。先生，我们这没有酒精的饮料很少，而且价格跟酒类也差不多。赵总，您平常来酒吧都不点酒吗？那这也太没乐趣了。
我也没来过酒吧，来这必须喝酒吗？土鳖，你怎么说话呢？回来！算了算了，赵总，你这脾气也太好了吧？人家说的也没错呀，而且来这是为了放松的，没必要因为这点小事不愉快，犯不上。见我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徐刚自然也没再追究下去。赵总，你以前没来过酒吧吗？是啊，今天是我第一次来。还有在外面，你就别叫我赵总了，直接喊我名就好了。赵总，赵阳，你怎么不去下面玩的？这么多好看的美女，你就没有一个能看上眼的？我不去了，你玩你的吧，不用管我。走，我跟你一起去，看中哪个我帮你说去。我真不去了，在这坐着挺好的。胆子别那么小嘛，我看那个就不错，正好还喝多了，说不定你能有机会呢。要去你自己去吧。算了，那姑娘已经被人盯上了，我还是别去趟这趟浑水了。徐刚扫了整个酒吧一圈，直接被一个已经喝多的女人勾去了眼神。只不过徐刚晚了一步，这女人已经被其他的小年轻给盯上了，色眯眯的眼神，感觉都要透出绿光了一样。这才叫女人嘛，光是腿都够人玩一宿的。这妞我盯半天了，是自己来的，一会等哥潇洒完了，也让你们好好爽爽。那先谢谢发哥了。就差这么一步，美人是别人的了。不过这姑娘长得挺好看，怎么这么不知道自爱呢？怎么了？啧，估计这姑娘今天是废了。她怎么到这来了？你认识啊？你干什么去？你小子哪冒出来的？这妞是我们发哥的，赶紧滚！听见没有？我是他朋友，我们一起来的。哟呵，你朋友？我还说我们也是他朋友呢。小子想从我刘凡的手里抢人，可没那么容易。哼，小子，你知道我们发哥是谁吗？你惹得起吗？赶紧滚！我们凡哥今天心情好，说不定还能饶过你一马。李安琪怎么会出现在这？他不是向来都不喜欢这种场所的吗？我说了，这是我朋友，我今天必须带走他。懂规矩吗你？知道什么叫先来后到吗？要是一会给发哥惹急了，可没你好果子吃。各位朋友，不好意思啊，我兄弟刚来，不懂这的规矩。新来，怎么了？敢撬我们发哥的墙角？我看你们是活腻了。我懂，兄弟，你看这样吧，咱们也别互相为难，围个女孩犯不上，只要你们肯把这个女孩让了，好处我给了。你这是要出钱换这妞啊？看来你小子懂规矩。说吧，多少钱？50万。刘凡当然也知道酒吧里的规矩，他是故意开出这么高的价，想让我俩知难而退。我现在都拿不出50万，就不信这俩绿色印章的穷逼能拿出来。多少？没听清吗？50万！这可是我们发哥相中的妞，难不成你还想用1-2万就把我们打发了？也是，看你们俩那个穷酸样，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两个屌丝还敢跟我凡哥抢女人，别做梦了！你们这是不讲规矩。这是我刘凡的规矩，拿不出钱就赶紧给我滚蛋，别耽误我带妞潇洒。你不就是50吗？我给，卡号给我，现在就给你转过去。你小子要是敢耍我，卡号。刘凡眉头一拧，随即把卡号给报了出来。一会要是这小子转不过来钱，再收拾他也不迟。刘凡正想的时候，只听着手机一震，钱到账了，正好50万。现在我能把人带走了吗？您慢走。赵阳，你昨天对我做了什么？不是，你听我解释。我昨天在酒吧看你喝多了，就给你带回来了。但是你放心，我绝对没做什么过分的事情。我就是看你衣服都湿透了，帮你把睡衣换上了。酒吧？你去酒吧了？这2天你家都不回，就是去酒吧玩了。去酒吧怎么了？你不也去了吗？你还敢狡辩，真是个废物。程先生，你要是再跟着我，我就要报警了。安琪，你这腿上还有伤呢，我先送你去医院吧。不用了，我没事。希望程先生不要再跟着我。你这样可不行。放开我！还是不劳烦程先生了，我照顾李老师就可以了。你怎么也在这？怎么回事？安琪，我送你去医院吧。赵阳，你把我放下来。回家就给放下来了。你也不想小伤变大伤，真的去医院吧？头几天你去哪了？没去哪呀。回到家后，赵阳将李安琪放在沙发上，马上拿过了医药箱，正要给李安琪上药，只见李安琪一个侧身躲了过去。怎么了？昨天晚上你住的哪？啊，朋友家呀。朋友家？你是不是去李经理家住的呀？李成立出差，这事李安琪知道。他这么问，就是想看看赵阳怎么回答。毕竟赵阳哪来的朋友？唯一能帮上忙的，也就只有李成立一个人了。要是赵阳否认，兴许还有别的可能。如果承认了的话，赵阳就是在撒谎。就是了，李经理看我没地方住，才收留了我2天。怎么了？赵阳，我真是低估你了，给我滚出去！不是，我让你滚，没听见吗？赵先生，我明天上午回去。
赵阳这才想起来李成立出差的事，顿时一脸的懊恼。李成立现在是李安琪投资方的负责人，他出差的事，李安琪肯定是知道的呀，难怪李安琪那么生气。安琪，你听我说，这里面有误会。我让你滚没听见吗？不然我报警了。